子啊。对啊，较济拢听无，好听到下课咧，真的很难过嘞，哦，很难过。不过要提醒，我们这个课哦不容易听到，虽然说哦听不懂，虽然说不容易懂，可是哦你只要能够进入，哦那个欢喜充满，那个是无得听的啦。哦，你提钱去听就无得听，找不到地方听的啦。哦，无得听，无人在讲，没有人讲这个。哦，所以这个可以啊，让我们成就，可以回归本位，可以成仙做佛，可以一劳永逸啊！哦，很值得的。各济，绝对有价值。哦，很值得的哦。而且呢，正在写楞严都已经快要写好了哦，那个又更是很棒哦。一看了以后，一研究了解了以后这绝对这个没有问题啊，是绝对可以成佛。不但自己可以周遭亲朋好友，连后代都可以啊，都绝对可以成佛很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天下万物生于有，有呢生于无，从于无生发，所以我们佛性就是常有跟常无，不是第一章的时候老子就讲嘛，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巧，那个常有跟常无两个把它合起来。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欲就是要了。我们要常无的时候来观妙，常有的时候来观巧，整个呈现。那个不能连在下面那一个句子我们会一个字解说常有欲以观其巧，常无欲以观其妙。那个欲该念位会卡了，这样就可以这样不是常有跟常无，常有常无是佛性本体，那常有欲跟无欲都变做咱有咱的心有想要爱跟无想要爱，那个就很小的小事那个跟天地的真理没有关系。所以不能那样解说，知道吗？有的都没有去注意这小地方说常有欲常无欲，那不对是常有要断，常无要断。它这个欲以观其妙，欲观其巧，那个欲是连在上面的不能跟上面相连，跟上面相连意思完全不同，而且差得很大。你有欲无欲心里面的欲望，那个都是小事个人的情不能落入真理的所以一定要了解到关键所在那我接着讲的这个41章，这个闻道章呢或是讲这道品还不错一次可以讲4、5章，我们之前一次都1章而已。上次呢，闻道这个勤而行之。各位姐姐，我们是上士还是中士还是下士？我们都是上士那不自己的那个认定我就是上士，然后上士闻道呢，要怎么样？就是要勤而行之。我们知道到了，了解到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勤而行之，要很努力去实践，实际的把它做出来。那么中士闻道肉成肉往，那个中士的话，
哦，那个闻道，好像有啦，又好像没有。哦，肉成肉王，下士闻道啊，小子，我们有没有被人笑过？哦，那还不错，都有被人笑过。哦，所以这边呢，这个老子讲说呢，不孝哦，自以为道。若无去用笑哦，咱这个道就无价值。哦，所以哦，一定要用笑。啊，你讲啦，做人也袂晓享受，哦，拢去修道去吃苦，是不是？不敢承认啊。大部分呢都会这样哦。一般人说到凡尘来了嘛，哦，就是要享福啊，怎么要受苦呢？所以哦，那个见言啊有之，哦，明道啊露昧。见言，就是那个哦那个我们一些励志的那一些语言呐，叫见言。哦，励志听懂吗？哦，激励啊，我们那个那个向上那个前进的那一些语言叫谏言，知道吗？就是我们那一种那个放在我们那个诗周前面啊，那一些比较显明那一些文字啊，那个叫什么？座右铭。那个座右铭呢，就是谏言。所以呢，见言有之啊，明道啊露昧。我们对道啊已经都很透彻的了解，已经明道。可是露昧，就好像我们很愚昧，就是拢唔知，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把那韬光养晦啊，把迄个光芒拢收回来，拢看到拢唔知影，所以呢，明道啊露昧。拢无爱炫耀，家己安尼拢安尼认真去做，然后呢，进道落退，被那个道很努力的精进，可是外表形象看起来好像退，所以各位前人要了解道，不是说他没有出来道场，没有来佛堂，就是他已经退道了。不是那个样子啦，有的是很努力在修道，只是说他那个角度啊，不同方向，他在努力的消除他的一些那个习性，毛病脾气啊，一直在消除，在找方法来消除一些呢很不容易去掉的那一些毛病脾气。那么在这一种现象之下。都是真的在修道。那我们真的修道各位天要跟实际的看到的现象不是说相反而是说已经进入不生不灭。假如说让看起来很努力，那危不危险？因为我们人会有那一种那个懈怠的时候他很努力就会有很懈怠，一个对比强烈的对比。所以真正的真的已经进入修道的轨道，是不生不灭，是没有变化。所以在真正的修的时候他保持平常心。假如说我们有很精进的心，高有时候会有那个那个心有退步的心，这个呢都会呈现。所以真正的进入以后修而无修，无修而修，那个看起来好像那个文字游戏可是那个是真正的进入不生不灭的修道方式。就是他把修道已经呢融入正常生活，正常生活是修道，所以正常生活之中就已经在修道之中，那个叫无修而修了，修而无修，
这样听懂意思吗？我们也是要走到这一种现象，用呢平常心，那个在日常生活好像吃饭睡觉一样，每天都要吃饭睡觉，所以每天都要修，这样懂意思吗？所以时时刻刻啊都保持我们那个佛性的觉，觉啊都保持，安尼就是已经在修道啊，这样知道吗？不要让我们呢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不觉啦，不觉的是无明，我们这个可以说啊，日常生活之中无明的时候比较多啦。各位现在生活之中有没有起心动念？不好意思回答，我们都会有啦，所以要了解到，只是那个密度啊，以往是很紧密，很多，现在很少，这样就好了，有进步了，慢慢的让那个起心动念能够到达神动和天水，各位还记得吗？神动天水，前面还有2句耶，我记呢，还笔记。司机而龙现，淹没而雷声，神动而天水，所以我们能够呢，让我们的起心动念，天理跟着，那就已经成功了，保持那个觉都一定在，那觉都在，到后来就觉者就是佛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边呢这个那个进道落退，我们努力的那个修道呢，好像呢我们是退步一样。那么一道落退，这个以就是我们在行持，那么行持这个道都跟所有的这个道一样相同落类。那么上德落骨那个上德就是好像呢空谷一样，大白呢落入我们呢整个都保持那个洁净清白大白落入好像呢受这个五路。那么广德落不足，德很广，可是呢我们自己感觉好像呢还不足，还要再建立。那么见德落偷，建立道德就好像小偷了，我们现在建立道德，都安尼摇摆有没有？大概都没有，所以没有人反应。那我们呢建立见德如偷小偷一样，一德性呢就好像小偷一样执真落于这个呢那个真呢它印的应该是直持直直直直还敢给人点直持落于那个基本是啦真直真呢跟天地之间的真理相一样。那么大方无语大方没有脚，无相当大器晚成，我们呢大的器具就是晚成，可以度化所有众生，所以这个大器晚成。大音呢虚声，最大的音就是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就是最大的声音所以我们听到天地之间都没有声音，那就是大音最大的音声。那么大象无形，最大的形象就是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就是最大的形象道隐无名，这个道它隐这个没有名，没有名称呢就是大道有名是假名。福为道善待其成唯有这个道他善待，他贷款伊拢会咱拢无的时阵伊拢会先贷款给我们，
所以善待。所以有没有向道带？有没有？我们有这个有所求，心里面有所求，那个都是向道带口，向道带，伊拢善待，伊拢会成就啦，成咱用，都会成全我们，所以那个善待且成，一定呢会完成我们心中的那个愿望。我们呢这个今天呢就讲到了这个第41章，那还有剩下28分，给各位呢问问题。各位要问因为问问题会帮助我们进步很快。有一些我们不了解的地方，有疑必问，一定要问，才会解开我们心中的结。心中的结解开了，修道呢，就很顺利。结没有打开会给掉有没有要问啊？唔免叫歹势，做你问。好，请说。好。龙卷风是什么原因形成那个灾害？所以这个龙卷风这个或许也是看到报纸报道说，之前它的灾难都是危害到个位数就是3、5个人死掉而已。那这一次竟然好几百个人都死于龙卷风那个是很大的灾难。那我们要了解到像我们这边的那个天灾大概都是台风。那台风的那个来源就是我们众生的心念变化太快，一下子善一下子恶，所以形成台风。那在他们美国那个地方他们美国人比较跟我们的思想不一样他们有一些那个种族的那个优越感以及他们那个使用人的那一种那个卑微的身份，那么形成他们很不同的那个生活形态。那个龙卷风的一个形成就是在一个范围不大的里面形成这样一直卷。它卷的时候它把所有这个地面的东西都卷到这个天上去了。那个是很恐怖力道很大整个房子车子都会被卷上去人员一被它卷上去再掉下来一定死掉。那个是他们的那个背景所形成的。而我们这边比较没有那一种阶级那个高不像以前那个员外的那一种地位高，跟卑女奴才那一种地位低。以前虽然有那一种现象存在，可是那个员外的心也都是很那个仁慈他会给那个奴才卑女的那个家属就是很多的米给他的带回，就给他生活上不缺跟他们美国那一种不一样。所以我们得说那个形成有它背后的原因这个只是我们的推敲并不是一定是这样的。还有吗？好。
会跟火地冲，可是再过不久呢，它就会渐离渐远，就会让消失，再也没办法感受到。他说他到另外一个很好的境界里面，可是他没有求到，我会担心说他不知道求到哪里。这个，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人在凡尘，最重要就是要先破掉我们那个住相。所以他会感到说很冷，很冷啊，就是执着了，执着执着那个身躯就是我，身都是我，所以对身体的那一种这个现象，冷热那个现象。那个感受就特别深，所以我之前都讲，我们众人是没有求道了，可是你只要不执着，你就不会当鬼，你一执着了就会当鬼，对，这鬼啊，因为鬼啊就是对，各位听懂吗？固执啦，固执讲这个身躯就是我，有这身躯的我，就会去做鬼。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就是度化我们亲朋好友，这很重要的。没有求道的话，你那个玄关没有打开，就是没有受记你一灵性不能从正门出入，不能从正门出入就是要走到盘门。所以你最好的走泥丸宫去天神仙走肚脐就是人道，从嘴巴就是书生，从耳朵呢就是畜生，从鼻子呢就是化身，都是那一些这个四生六道都是在轮回之中，所以说求道很重要，修道呢也是更重要。那我们要了解说他累世之间有修某一种法门，然后到某一个地方，这个都也是短暂的。元旦的时候要跟他求道，他说他说，他是修挺中的，所以个人的因缘要不要影响他？因为我们要知道说，那个修那个净土宗跟我们修就是要活性回到本位。不管你是修什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回归到本位了。我们本来每一个都是佛，中间呢修持什么样的那个法门都无关紧要。最重要就是你要回归到你的本来，你的原来的地方所在。那呢，我们了解说修净土，它也是修法门的一种，所以或者就讲说，我们开始就直接契入没有我相，没有法相，这个是最究竟的。你说修净土它就是有法，有法有我执去掉以后，它还有法执，你法执没有去掉，就成不了佛了。就到不了我们本位了，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凡尘的所有一切它都有法执，那有法执在，这个证悟不了究竟所以我们就直接契入全部都无法已经到究竟，那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他的那个固执就要让他又多看几个缘会像缘会又不知道可不可以回归本位那下个缘会不能的话，那还要再下个缘会那就很久了，一个缘会129600年就是那么久。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你要把握得住就可以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回归本位了。你把握不住不来一盖两盖我们还可能像那个南极老仙翁七拜，对不？他已经回去看这个天地的混沌已经7次了，咱才也没看到，对不对？
所以那个过时间的经过，在我们佛性来讲，129600年是很快的，真紧啊都过了。可是，在我们现象来讲，是很慢的，既然按你落来出世啊，要100年，对不对？才能够过一生啊，是不是很慢？慢不慢？可是我们修的，为囡仔念的个遮大汉啊，快还是慢？念得个快，念得个慢，就是这个样子。还有吗？还有18分，好，请说。今天讲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对啊。这个是不是讲到无极生太极？对。那有一句话叫无中生有，是不是也在讲对。无极生太极？对，无中生有，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佛像我们的佛性本体没有形象，可是它不拒绝诸相发挥，所有的相要从佛性呈现出来，佛性都不会缺，甚至连山河大地都是从我们佛性的本体生发，为咱的佛性本体生出来，佛性都不拒绝。可是要了解到这个从佛性本体生发，一个归还到佛性本体它的中间都不会很长，你生出来有即马个变无，迄个期间拢不真长，都不会很长。所以我们了解说，那整个山河大地的变化，我们看起来好像蛮固定的它敢会变。可是呢，我们从那个久远的那个角度眼光，然后来看山河大地沧海桑田，桑田沧海一直在变化，所以都不久了。所以说一个元会129600年，它有开天辟地，然后人降世，然后经过6万年到现在，我们人要将近灭的时候，天地混沌，然后又下一个元会又开始，这个都是从佛性本体生发，为佛性本体出来，然后又归于佛性本体，就是这个样子。它是一个大的轮回跟小的轮回。所以我们了解说，天下万物生于有，都是从有生发了。有为得来，为无来，从没有来。所以我们那个一念无明生三际，那个业相，我们念头就是业相，然后业相以后转相，然后变相。我们呢要知道说，这个一念无明生三际全部都没有形象虽然有业相、有转相、有现象，可是都在空之中，拢伫个空空的内底。所以那个心动念看不见的，那个业相看不见。那看不见的这个业，佛性本体本有的智光、智慧的光芒，然后转成能见之见，这个叫做转相。我们那能见之见。要来看个业相，业咱的业已经有要看，迄业都无形无相，没有形象。我们这个能见之见一直要看，一直要看的话，这个叫做瞪目花老，就是讲咱目睭拢卖腻，爱腻的时阵目睭起烟黄，目睭起烟黄空中花就生出来，叫做结为色啦，所以这个转向跟现象拢无形象。可是我们那个第二个转向，一直要看业相，看触目成脑，灯成脑以后，结案为色，结案为色空中花就生出来，所以等到一念无明生三际已经完成，完成以后真的从我们佛性本体就发山河大地，所以那个时候境界为眼长六出了，这个一念无明生三际都没有形象，到下面那个境界为眼就有了，那就叫瞪目花老，
就是我们蹲在地上，然后3-5分钟，你突然站起来，你空中有什么？就是火冒金星啦，那个是结暗为色啦，山河大地都是结啦，这个结暗为色啦，这是不是拢假？咱把这个假当作真啦，所以我们有山河大地，然后才我们众生生，众生有了才有业果。所以世界众生业果3个一直相连续不断。那我们只要说2个字不随，我们不随山河大地，不随生，不随业果，你3因的断。3缘不生呢，我们完成就不用来了。所以那个佛教我们那个顿教法门就2个字不随，不随三大地，不要承认山河大地，不随众生，不要呢认为众生是实在有，不随业果，业果是假的。我们3个都不随，那个3因就断。没有3缘，没有我们生因就尽，没有生的因，我们就不用到凡尘来。会吗？我们都会随啦。为什么？现在机票俗贵，俗爱买去佚佗对不？那个就承认山河大地了。你承认山河大地就叫随。你随山河大地你就已经一个因有了。你搁知影讲我都要有身躯去佚佗，就随着众生，对不对？这2个，然后我要在凡尘赚钱生活，业果就有3个，3因就来了，已经生在凡尘，然后我们就随就在凡尘，不随就不在凡尘。不承认不承认山河大地，也不承认众生，也不承认业果，全部都没有。那没有的话，3因断，这样知道吗？还很奥妙还关键各位看见关键在哪里？在我们心里面的认定。你认定山河大地是实在的，众生是实在的，业果是实在的，你把它认定，那你就要6道轮回就要来了。那你不认定不随着它，没有山河大地，山河大地是假的没有众生，没有业果不随着它3因就断了。这样知影无？所以咱认定才要紧。敢若像咱困到哎呦我精神都欠伊，无给伊袂使啦，有没有？都欠伊坐无给伊袂使真的是这样吗？很好对对，欢喜就好。还有9分钟，谁要问？好，请说。好。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对待，如果说是有好对待跟不好对待，对不对？如果说知道那些很清楚知道说别人对待我的方式，不以为意，不把它记在心里面，这因果就没有，对不对？这个倒是蛮重要的那个观念因为我们在意别人的那个所有作为，等于攀岩那假如说我们都不在意他做什么都跟我无关，他种功德也不会分给我，
他造的那个恶业，我也不用去担，都跟我没关系呀。这样的话，已经呢，都撇开了。撇开以后，我们不攀缘，不攀缘啦，就不会有那一种相续的缘在，就没了啊，就清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别人安那自己的代志啊，跟我无关。而我们就是把自己管好就好了。我们自己很不好管嘛。我们都被六根引诱。所以把自己的六根管好最重要。这个很正确。还有吗？还有7分钟。有疑就问了没拍摄。好，请说。李老师好，或者想请问说，那个李老师你之前讲过说那个表演宠物，还有那个他跟后学的一个朋友，他已经有求到，在求到之前他就有养宠物，他是不是两个比喻？好，请说。这个问题倒还蛮多人有啦。因为呢，我们要了解到之前我们没有求到，或是呢不知道这个理之前那已经就养了，那养了已经这个一段时间继续养。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养宠物你就是要负责它要成佛所以要多一生一世还个带伊来出世，个给带到互伊成佛没有找自己麻烦。所以不要养是最好了。一养了以后你就善了。在一生之中就善了。那个之前养的那个在因果来算，它还不算说我们一定要保证它成佛了。只是说在我们研究真理，你要故意去养的，你就要保证它成佛了。你故意嘛，你就是要你看他可怜要度他成佛你就是一定还要再来要来给他走还有吗？还有5分钟。好，请说。老师好，想要请问一下你说的这个句语，生以意愿除恶后，末脑之间不有情。正面观之意尽空，无义之苦当远离。那所谓的无义之苦那个在我们这岛是比较少见的，可是在印度他们很多，就是没有利益的苦像说呢，有时去摸那个花那个去那个球去把那贪它外道有的没有理法，把那贪们白白的装去白个球那个都是没利益的苦啦。那我就讲说，这些对你自己没有利益，对别人也没有利益所以这些苦你不要吃啦，你不要吃这一些苦，这种给啦。所以无义之苦，远离就是不要去尝试啦。所以那个比丘的那个句，因为很多以他们印度来讲。印度的佛教才20%那外道有80%风险啦，外道还济，所以他们真正的信那个释迦牟尼佛不多，所以佛就教他们说你在真的进入修持的时候身与欲我们都是我们的3业身跟语跟我们意念，我们所有罪业都是由它来的。那我们这3个要先管好不作恶，身语业不作恶末脑不要懊恼世间之有情，就是众生都很可恶他很可恶你不要懊恼，因为他不知道真理不知道真理所以才会做一些可恶的事你要可怜他所以那个佛就讲那个比丘的句，第2句末脑不要懊
世间只有情。然后第三个呢，正念观之欲见空。我们正确的来观察我们欲念，我们想要，我们在凡尘想要什么？意见，我们想要的那个意见都是空的啦，无一项咱提顿，所以不要贪，然后无益的苦当远离，就是这四句句，那个都对，当时他们那个修道，很关键要，因为大部分我们都是从身语意这三个造业，这三个管好了都没事了。那凡尘的众生，你都不要你不要起心动念，那个有的真可爱有的真可恶，都卖管的，那个都各有各的因缘，所以我们就不要懊恼，然后呢，正念观之欲见空，无益的苦当远离。还有1分钟一个问题，还有谁要问？存9分了。对啊，问了以后，好，请说。学长，对你说是像我们吃素，那另一半吃荤的，可是每次我们必须要去买荤的东西给他吃，我们需不需要去承担？不需要，不需要。我们要了解说那个素食最主要就是要我们的心心清是最重要。那我们的亲人家人有一些他们都还出分的话，我们当然是要尽我们做子女的那个义务，我们去呢把他们款待的好好的，那都无关紧要，不要紧。就是我们的心一定要保持清净的，袂使讲按食到足精的，搁咧讲不起呀。下课。各位点文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贤，大家好。不学沾到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呢感谢各位天贤给我的机会学讲。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哪边呢？42冲和章是讲那个根源章，或源根源讲根源，真的吗？会很热吗？我们南部是比较天气好，所以我们爆竹有灯台南都已经在限水那个水都不够用，缺水各位天贤，缺水，缺水。缺水，就是我们很多亲朋好友都没有去度他求道，所以这个缺水告诉我们要去找一找他出来，不要缺水。有意思有没有缺水那我们就讲这个42章冲和章后呢是讲这个根源从这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道生一，我们了解这个整个这个天地之间从这个无极
无极以后啊，就生太极，然后太极啊生两仪，两仪呢就四象，然后就生八卦，然后相中相凑8864，就成形成整个这个天地。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道啊，它原始状态没有这个天地，天地没有，山河大地啊都没有。那因为我们都在本路中啊，是一念妄动。各位都还记得吗？一念妄动生什么？三系里面内容什么？不错哦，都能够记得。就是一念无明啊，生三系，很微细的啦都是从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念头看得到吗？看不到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念啊，那个都是没有形象。然后呢，我们一念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啊。我们起心动念也看不到，对不对？慧浅浅可以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吗？能够看到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这个起心动念，能够呢生发念头啊，就是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在观察念头的时候，就已经在观察我们的佛性本体，所以那个是最亲切的。只要我们观察我们的佛性本体，我们就不会不觉，因为不觉就是无明啦，无明才会造业，造了业还会受苦。那我们假如说时时刻刻都能够觉，都能够关照佛性本体，那就不会有无明。那不会有无明我们不会造业，不会造业就不再凡尘受苦，就可以回归。我们都是佛，都是成仙做佛，所以要了解到是我们自己那个自己造了业，自己在凡尘受苦，都可以成佛的，看我们愿不愿意而已各位愿不愿意做佛很好，对不对？可以逍遥自在，可以游历所有的诸佛世界，可以千百亿法身，我们都可以做到的，只要我们愿意，都可以做到。所以呢，我们了解说我们的原始状态，原始状态就是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之中就是我们现前的一念。现前一念，各位知道吗？不知道这个知道用别地来，知道，唔敢讲出来所以我们眼前现前显现在眼前这一念就是我们的本来，它具备了万年，万年都是这一念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很亲切，就在眼前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就是要回光返，把我们的全部的注意力收回来收回来了，叫做回头是岸。回头精神都不外放，不去注意外面的形象，也不注意外面的事情，我们全部把注意力全部都收回来收在我们的知觉之中知觉很灵敏。各位浅显，知觉有没有很灵敏？假如说我们知觉很迟钝的话表示我们住相的很厉害住相很厉害我们就会反应很迟钝那假如说我们没有住在形象，那我们的知觉都很灵敏，那很灵敏都已经恢复到我们先天的那个佛性本体，他每一个人都一样的跟佛菩萨没有两样，都一样
所以我们不要看清自己，自己就是佛。我们呢身外找不到，身外可以找到佛吗？找不到哦。各位先生，佛就在我们身上，很灵敏那个知觉性就是佛。所以要向我们呢身中，一定可以找到，可以呈现，很亲切的啦，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呢，这个一念无明生三息，那个三息就是业相，念头起心动念念头就是业相，然后既然有业了，我们呢就转向，转向就现象。那各位要了解到虽然业相有转向有现象，可是全部这个时候全部都没有形象虽然说这个一念的无明生三息已经有了，可是都没有形象。那后学呢都时常会解说那个内容念就是业，我们的念头就是业。所以我们了解说，平常的时候就不要起心动念。众生就是很容易起心动念。我们因为念头都是太多，所以造了业还不错有没有很灵敏？假如说不知不觉无采咱咧修，无采咱听一年，搁半年的心理心愿，那就没用了。那很灵敏的话，功效就呈现了，就是有，经过我们这么一段时间不算短的时间都能够培养很灵敏的那知觉性出来，非常的了了分明，有没有有，所以要了解到，我们一心就不能恶用了。要听或者讲什么内容呢？你又看那个两个有没有办法都同时都知道？有没有办法？你若伫咧看遐，都唔知我咧讲啥，对不？你若知影我咧讲啥，都唔知伊喺咧做啥，对不？那个叫灵敏度啦。我们的佛性都具备灵敏度。那在这一个现象之下呢，就告诉我们要怎么运用，是不是在我们自己的主宰？所以我们要不要做佛，也在我们自己主宰，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灵敏度、知觉性就是佛。这个呢，自己要培养到，培养到他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觉，这样呢，绝对成就了。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就要培养，不能走一个角度，局限在一个小地方，要使它宽广，佛性呢很宽，尽虚空遍界，整个虚空之间呢都是佛性，都是我们的知觉性。要培养，使他呢都能够了了分明，没有骗，所以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就已经做了，就已经呢到达了，所以不要起心动念，不要想说呢这个闲着也是闲着。让头脑活动一下，就念头起了很多，结果呢，我们就造了很多业，那个业相不快，没有形象，所以第二个那个
转向，就是呢把我们本有的智光、智慧的光芒转成能见之见。所以我们日常在应用，我们都是用能见之见，没有用我们的智慧之光，没有用的，都是用能见之见。那既然有能见之见就有所见，对不对？有能见就有所见，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日常都是呢能见所见，都这样呢在能所之中，那我们都不知不觉啦。那因为起心动念了，我们要来看能见之见要见业相因为业相没有形象，然后我们那个能见之见坚持要见，坚持要看见我们的业相，然后呢我们就瞪目花劳。瞪目花劳知道意思吗？就是你眼睛张着一直看，不眨眼会看到什么？我们就呢会看到空中有花啦，那个叫结暗为色，结了暗境变成色相所以这个叫第三个现象。这样对一念无明生三系有没有了解一点？业相成相现象业相就是我们已经造了业，可是业相没有了，你看不到了，你都无形无相，没有形象。那我们那个转向那个转本有的智光变成能见之见，一定要见，坚持要见，就结暗为色。结暗为色叫做瞪目花劳眼睛瞪着看然后呢就看空中有花了。那我们要体悟呢也很快你蹲下来，蹲在地上3-5分钟，然后你突然站起来，然后看着空中，看看有什么东西，有很大的喜气对不对？因为每一个人看到的形象都不一样这时候记得边仔有虫花无人会骗对不对？有没有经验那个叫做结暗为色所以三个一无明生三系业相、转相、现象那个结暗为色就是现象。那已经呢这个已经形成了在虚空之间，接着山河大地呈现。所以山河大地的由来就是我们的一念无明三系，各位都想不到嘛会想得到吗？不会去想说呢这个山河大地整个这个地球是我们的妄念所生发，所以这个地球不实在，是我们迷妄迷了，然后有妄心，有一念无明那个妄迷妄有虚空，然后一空呢才立世界。有没有听过不是，我们不是有研究那个耳根圆通吗？这个是文殊菩萨讲的啦所以里面文殊菩萨有说迷妄呢有虚空，依空呢立世界。因为这个虚空是从我们的迷妄然后生发，有虚空了以后才有世界，有世界以后才有众生，有众生以后才有业果，然后呢世界众生业果三个就一直绵延不绝，就一直延续然后我们就六道轮回这样冤不冤枉？
我们冤不冤枉？所以各位要了解，我们在凡尘啊都是假的，咱伫个凡尘出世啊，拢假，都是多余的啦，多的。我们本来都是佛，因为你呢忘了，然后才落入六道轮回，然后六道轮回里面我又有贪心贪嗔痴，然后就一直没有停止，绵延不绝。所以呢，现在三道上天他还普渡，已经呢指点我们本来都是佛，要我们回归本来回归到佛的状态，所以就是要努力，修的恢复迷妄都消失，没有了，不迷了，也不忘了，然后恢复光明，所有的一些不好的习惯都改掉。所以我们在修道的过程中呢，最重要就是不能有情绪，情绪知道吗？不能有情绪一落入情绪讲不讲理？迄拢不爱跟你讲理对不？坏爸爸有没有？一落情绪拢坏爸爸，人拢真歹，有没有？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最重要说到不能有情绪，我们把情绪就是能够降服，要出来的时候要降服，所以那个都叫妄心我们的情绪都是妄心，然后我们降服我们的妄心佛性就出来，降服不了妄心我们就六道轮回。这样了解吗？真欠那不了解，是真亲吗？真亲。所以因为从道生一这个呢，整个山河大地都是从大道而生发了。然后我们先呢了解说，那我们的佛性是怎么来的？先知道了，我们的佛性是始于先天，就是没有天地之前我们佛性就有了。不是说有天地我们才有，不是没有天地我们佛性就有了。纵然整个天地都毁灭了以后我们佛性来，佛性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了，非常的很殊胜，它超越一切，不属于因缘，也不属于自然，都超越因缘，超越自然，这样了解吗？它可以破坏万物，不会被万物破坏。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很容易我们在观念之中很容易被我们的念头破坏。所以就了解说都没有发挥我们的佛性。我们佛性呢，用金刚来比喻金刚本性。金刚呢，金刚可以破坏所有念头，不会被念头破坏。结果现实的生活我们都被念头破坏了。很多念头呢，都把我们的理想都已经把它摧了，不见了。所以我们要呢，使它恢复。所以有没有听《金刚经》？有没有深入那个虽然讲起来的时候都是好像呢在闲聊，都是在这个互相之间聊天之中讲出来，有没有那个感觉？不像在上课，对不对？听那个《金刚经》的录音带都不像在上课好像在聊天。然后呢，那个道经都很积极，就是或许在讲课之中他们也在发问，有没有？问到足骨力了有无？个问到真深，唔是凊彩问的，
所以佛学都鼓励哦，我们发问，因为问的这样解决那个疑难，有疑啊必问，因为没有问啊，那个疑啊都在，有怀疑成不了佛啦，一定要把怀疑都解决掉了，不怀疑的才可以成佛，所以有疑一定要问，也要鼓励。先了解说我们佛性有这么殊胜，它能够生发整个山河大地，然后生发整个完成的所有万象，然后再生发万事，然后我们处理万象，处理万事要不要住相？要不要？因为我们住相，就变成了住在我们自己的那个佛性的功作用之下，就变成了咱主人拢唔做要做到干那路在，所以先了解到佛性的那个本体状态之后，我们修习到来，就会很定，所以或者说一直强调我们心中具备有德，仁义礼智信那个全部都具备了，然后信机中懂事端见万善，要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或者都一再强调，我们把信都用到外面去相信外面事，相信外面的物，相信外面人讲的话，竟然不相信自己佛性，没有呢找到那个根源，所以要了解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很重要的，相信自己要相信，一定得要相信，这个很重要，相信本来自己就是佛，这个也很重要，所以信就是其中，它始于黄色，然后人是东方，青色，义是以西方白色，然后呢，南，那个南方，是以红色，北方各位浅浅，北方属于什么颜色？是黑色，所以了解说，信是黄，黄就是集中。就讲咱的中心所在，的中心所在，就是黄，然后有黄中通理，有没有？假如说有研究过呢，这个易经就有这一句话，黄中通理，黄跟理相通，所以知道呢，我们本性要相信，是呢，那个黄色。那么道生一这个一或者就讲过把它拉起来就一个圆圈，圆圈就是一然后把它切断拉直了就是一，把它浓缩就是一点，那一点就是玄关，就是我们的玄关所以道生一，一就是道，所以知得一是必。那么一生二，这个二呢就是阴阳，阴阳一圆箍内底敢若一个迄个 S 有无？一边乌一边白，有没有？那个乌的内底一点白，白内底一点乌，有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这就是二，二呢就是太极，太极就是阴阳，阴阳就是两仪，已经呢有阴仪有阳仪两仪，然后呢二就生三，从这个阴阳之中就可以生发那个万物万象，从阴阳中就生发万物万象，所以这个二就生三，从阴阳生出来呢就是三。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光从那个字面光从文字一直在念，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怎么生都不知道了。那或者把它详细怎么生就把它讲出来，让我们都了解。那个阴阳二一相合了，它就生三了。那个从阴阳生出来，你看父母亲是不是阴阳？把我们生出来，我们就是三啦。这样了解吗？咱就是父母把咱生出来，对不？咱就剩三啦。你看我们这个三是不是又具备了可以生发万物？我们又可以生发绵延那个下代下一代也从我们生发所以二生三那我们那个种子然后提种就出叶就生然后呢开花结果然后呢以后呢果会个当生这样呢就生生不息，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天之间从那个道呢生花，那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万象万事都是从佛性本体生花。那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就是要了解到都是一个绝对体。不生不灭的一个绝对，没有相对了，相对以后那个是那个二那个一生二的时候才相对所以相对是从绝对生发出来，我们了解到这个道理以后这个所有的那个善恶也都是从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然后产生出来。了解到这样我们就不会那个对两边的那个观念很强烈。那么对两边的观念不很强烈我们容易走入中道。走入中道就跟那个道生一就已经能够相应。那么跟真理相应它就能够长存。那假如说跟真理不相应你都不见了，还有了解不？所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体我们一定呢要能够掌握。然后所有山河大地万象是用我们不生不灭佛性的那个功能作用用各位浅显，用是不是只有一次？咱若摕钱去甲买会使个钱摕倒转来袂？可不可以？你物件人摕转来钱就互人对不？所以那个用就是一次啦。那我们修道就是要摄用，然后归体，要归回到本体回来。可是我们在凡尘在处理事情的时候那个用用就是用出去无我们在假如说没有求道，没有修道，没有研究真理，我们会把用当成本体。用当成本体，它会不会变本体？它不会用就是用它不会变本体。所以我们就是要分得很清楚。要用本体来修道，不能用来修道。我们用生灭心来修道，修得成吗？一定要用生不灭，对不对？不生不灭就是佛性本体，然后生灭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你有了解无？如了解对不？因为呢，我们听的这一些都不容易听到。刚好我们今天是第25次。25次呢，刚好50个小时都50对CD 啦。所以下个礼拜各位就可以收到一个整理包，很好收藏，要听的又很好拿出来听，就可以反复的来复习。听得很熟了以后这一些呢都变成我们的
很好，对不对？我们把整个真理呢，都在我们身上，都是呢，身上啊，整个都是真理。这样呢，自然而然呢，我们就回归佛的本位，就回去了。所以我们了解说，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然后呢，三生万物。从二之中啊，就可以生发万物。那我们呢就讲说，从生发了以后，就变成第三个名位了。生出来了，从阴阳生来，不能跟阴阳相生，对不对？所以它就呢算是三生万物。那么万物啊，互因而抱养，所以万物之中呢，都有那个互相阴阳互相存在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我们这个乾道跟坤道啊，要结婚了以后坤道之身有阳，乾道之身有阴。像我们那个太极呀，不是有两个嘛？一个黑色，一个白色。白色啊之中有一点黑，黑色之中有一点白，有没有？那个就是互因而抱养，就是都有阴阳呢，都在整个自己身上全部具备了。那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众生呢都是这个阴阳合体都是阴阳就身上。那我们阴假如说太多的话，那我们人就很昏昏沉沉，就是我们生活不太正常，然后想念头负面也多，那个阴它就比较兴盛。那阳那个食语是正面的，食语好的。那假如说我们精气神都饱满，那个阳是足，阳充足的时候不会昏沉，就不用睡觉睡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尽量培养。坤道也一样，身上也有养。假如说你这个全部都不消耗，不消耗知道吗？不消耗知道吗？那怎么样消耗最厉害？怎么样我们假如说投入那个情爱那个是消耗的最厉害知道吗？所以你看那个男女之间恋爱的时候是不是说阴头转向？有没有？东西南北都唔知唔知都是边个是健康。那假如说我们保持这个很清醒的头脑，都不这个投入那个自私那个情爱的话，那消耗就不多，可以保持那个阳，那阳保持精气神都充足，精气神充足的时候我们那个睡眠的时间就可以减短。那假如说一直都在观照念头，都是回光返照，那就可能到达纯阳。坤道生一样可以回到纯阳。那乾道也是一样可以回到这个纯阳。到纯阳的时候就可以不用睡觉了。以我们这个现实社会来说讲这样的话会有一点这个走马行空好像不太实际因为现在努力投入修道的人不多，不像那个达摩祖师西元502年到我们中国来，一直
我们的禅宗很兴盛，到呢1135年，那个弥勒路巴，那个时候为止，大家修道都很认真，都投入全部的生命在修道，很努力在修道，所以就容易呈现这一种能够纯阳的状态。所以那个时候他不是饿的都没东西吃吗？所以有没有看过他的主题？因为我们这边那个浅显很花心去买很多那个旁边都还有弥勒路传记他吃那个野菜，就是那个野外生长的那个青菜他去拔来吃吃到全身都发绿，对不对？有看过到规身躯拢青青啦，拢吃迄青菜，然后人家看到他都吓到了，就问他：你是人呢还是鬼啊？他说我是人啦，因为没得吃啦，所以就吃野菜，变得全身都发绿。可是他会在天上飞，所以有没有看到？拢无看有没有啊？有没有在天上飞？那个小孩子看到，对不对？是告诉他的父亲，一定有人在飞。他父亲连看都不看，对不对？我都唔知。你讲我做看，所以我就要了解到，那个真正的努力修持那个纯阳，那个不是空口说白话，是真的。白天不用睡觉，晚上也不用睡觉，连续不用睡觉，那个是纯阳，就是已经呢证悟本性。本性就能够到达那个档次。当然了，我们现在的社会要到达这个状态是很不容易那个难修易坏，很容易就破坏了。可是要修成却很难，很困难，前道也是一样，你要到达纯阳，就是不能有男女之间的那个情爱关系，很容易也可以到达纯阳，很殊胜的。因为或许有一段时间就是经过那个阶层，所以会讲得出来，不一样的。他那个不吃老师还没有去试验过，不吃的背不开，没辣。要吃不睡倒是可以，不用睡觉。尤其念到纯阳，不容易生病，不会生病，所以那个真正的像西1000多年的时候就是明朝、清朝。就是我们明之前他们修呢就修那个道教，那么修道教的部分它是抽砍田里把后天修回到先天，大部分呢都是在身上做功夫。那身上做功夫呢，全部呢都是练经呢然后化气，练气化神，练神呢还虚，练虚合道，有听过吗？没有咱乃拢伫个古籍内底。这个呢是道家的修功夫，就是精呢不消耗，然后呢把它练成气。练成气以后我们都是精气神充足了以后，
人不是活动的很强嘛，对不对？所以他可以练神啊，还虚，练虚呢而道。那我们现在更殊胜的顿教法门，那讲的要怎么修可以到达我们的目的啊？两个字就可以两个字啊，叫做不随。不随会吗？卖得呀，不随世界，不随众生，不随业果，你就可以回到本位。有简单无？不要随着世界，不要随着众生，不要随着业果，三因断，三言不生，你就可以脱离三界。有简单无？我知影，讲的又都没听过有听过无？有呢，或许有讲过呢，而且又不止一次这个呢，在《楞严经》里面，而且呢，已经呢快要写完成了，要呢这个印给各位看，给各位有一个根据可以看着里面的内容，然后来修持。那下个礼拜就有那个整理包50篇的 CD， 下个礼拜就会寄下来，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听得很熟，因为这一些都很难听到嘛，对不对？不容易听到要听得很熟，把这一些都变成自己的就容易了，修起道来就容易，所以只要你在外面就记得2个字不随，不随着世界，不随着众生，不随着业果，就可以回归本位，有够简单啦有没有？有俗啊无？各位姐姐有俗无？敢有真贵？很贵吗？拢唔免买就得到啊有没有？足俗的都不苟同啊，很便宜的有够俗所以我们了解只要我们能够用心努力都可以达到。物呢，护因而抱养充气以为和我们就是了解到把整个那个道把它这个充气。各位有泡过茶吗？迄茶那个泡在伊的边啊，伊遐茶叶味香会走出来伫个嘴的对无？那啉到迄个茶叶的味没有？这个道也就是这样充气以为和那道呢我们看不见，可是呢整个那个气氛整个呢一冲出以后，我们应用在这个人世上，应用在凡尘，是不是都能够得到利益？有没有？我们呢在家里面，我们假如说都有道的话，那生活起来是不是很和乐？有没有？那假如说我们违背道在家里面的生活会变得怎样？乌烟瘴气这么正确，就是违背道的话在家里面的就是乌烟瘴气。一人一个面对无，一人一个心，一个主张。你讲这个家庭好唔好？做什么代志拢未成所以道很重要充气以为和。我们呢整个家人虽然人很多，可是只有一条
一个心啊做起来家和万事兴，就很和乐，过得呢很如意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完成啊，真的我们要求也不多了。各位姐姐，那个囡仔刚才想讲要自杀，不是2天都在报道吗？那个关东的女儿啊，不是为了生个女儿就自杀了，会吗？产后的忧郁，那个都是把自己呀关在那个很狭隘的那个生活范围啊，很狭隘，就啦，没有看得很广。他父母亲养育他辛辛苦苦啊20几年啊，后伊安尼结婚啊，伊来自杀。你看这父母亲要怎么过下半生啊？无替别人修心，各位都有这个生儿育女嘛养育起来是很不容易，饲囡仔真艰苦嘞以前呢，或许在计程车的时候啊，时常都遇到半夜啊，然后背着婴儿，哎呦，较紧的来搞我载咱病院的囡仔破病。你看那一种那个心呐，都是以那个儿女的那一种健康啊为主要，家己拢无要紧，安尼紧的病院的危险看，都是这样。天下父母心，那个父母亲的心呐，都是很难得。尤其呢，那个物质缺乏的时候像或许那个朝代。那有迄个什么迄款纸尿裤，遐好，迄拢嘛规叠高几啊叠高了嘛，我们乡下可能还会比较有印象叠高拢白啊，那规个拢布啊，对不？有没有？迄拢嘛是尿布，所以我就是了解说，你看迄囡仔呢，放屎放尿啊。即马时代人就赶紧甲伊刷去搭的所在，所在上咧困，拢用皮肤甲伊咧困，这个衣干旧湿，真的就是这样。即马少年人拢唔知啦，纸尿裤换就好啊，尤其那个年轻人啦，即马咧换迄个纸尿裤很拿手呢。安尼，或者在看我那个弟弟那个儿子在换那个纸尿裤，我讲啊，你哪下写？怎么那么丑啊？整个生活形态呢，都不同，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充气啊，以为何？要把这个整个道，都呢融入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生活里面呢都有道气在，故物后整之而异呀。这个物呢就是东西呀，东西呢审之而异呀。我们要了解说，那个看起来它呢有这个损坏损失了，可是呢到后来呢慢慢变化，像呢一些生长的一些植物，然后我们看到的现象啊，都拢要死要死，可是呢，一经过春风的时候啊，一个安地生长，真好看，损之呢而益呀，或益之呢而损，或是本来看得很好，可是慢慢的枯萎了，像我们那个底下那一棵树。也就吊着那个蝴蝶兰，那个蝴蝶兰借着那一棵树的水分，它长得很好看，所以有没有欣赏一下？
还都有。哦，这个大家都还很细心哦。那么人之所教啊，哦，我亦教之。哦，老子呢就讲，说人啊咧教哦，我嘛拢教。那个哦，人之所教一定是好的。然后呢，我亦教之。然后强梁者啊，哦，不得其时。那个强梁，哦，我又讲哦，各位浅显，强梁是什么？就是强盗啦，哦，就是呢，那个东西啊，不是自己的哦，伊拢想哦，要爱得到，哦，想要得到的，哦，那一些呢，那个就是食养，哦，强梁，哦，那个梁上的金子，哦，有听过吗？那梁上的金子，就是那小偷强盗啦，哦，小偷强盗呢，就不得其时，那个自己到了业啊。哦，自己去偿还。那么吾今以为啊，哦，教父啊，所以这个老子说，哦，他呢就是要努力的把这个真理啊，能够教导整个我们凡尘。哦，所以啊，就以为啊，这个教父，哦，教的一个源头，哦，就是啊推广，哦，把这个整个大道呢推，哦，这个呢就是第42章。那我们呢，接着啊，哦，讲这个43章，哦，至柔，哦，至柔章，这个老子很推崇啊，这个柔，哦，能够呢，哦，胜强，对不对？柔啊，这个柔很重要，柔，哦，能够呢，胜过呢那个刚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啊，天下呢，哦，之坚。这个天下之中呢，哦，那个至柔，天下的至柔是什么？哦，很不错哦，就是水啦，哦，至，哦，天下的至柔，它可以呢驰骋，哦。就是跑，哦，跑得很远，哦，可以驰骋啊天下的之间，哦，再怎么呢，哦，那个坚固的东西呀，那个水啊，它都不会哦这个失败，水啊都比过他们强，所以呢，天下的至柔，逐骋呢，哦，天下之间，所以我们哦就是要学的哦那个水。爱学啦，学水，水上流啦，哦，水会跟人相拍，会不会？哦，不会哦，所以哦，我们假如说那个一升起气来的时候啊，就要来跟水相比呀，讲我跟水有共啊无？哦，一响了以后啊，那个那个盛怒的心，整个都消失了。那么无哦有入矣啊，无间哦，这个无有就是没有哦，没有，然后入矣啊，无间，它呢进入啊，就是没有那个阻碍的地方啊，哦，所以这一句话呢，就比较这个到很上圣啊，很殊胜的状态情形说的话，无有入于无间，无什么拢无，无噶吼，伊什么所在拢会当去参，拢会当去做，无，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呐，假如说这一个人的性情很好。然后跟人家交往，那交往的时候呢，他没有那个长篇大论去教导人家，去给人教拢无，但是他本身啊，就是能够做到所有的好啊，都从身上行为啊发挥出来。那身上的好行为发挥出来。人家受到他的感化，受到他的影响，然后他这个去对人的话，
是不是也会把他的影子啊，融入他本身之中？会不会？会哦，这就叫无有入于无间啦。他本身哦，拢无咧讲哦，你得要安那，你得要安那做，不用那个言辞来教人。可是他自己本身的做法，都是帮助人，给人呐，利益。然后呢，受到他利益的人啊，自然会影响他周遭的那一种自然而然的那个状态，叫做无间，没有那个间隔啊，还能了解意思不？所以我们就要学了，是不是要学这样？你假如说这个嘴巴喋喋不休啊，人家会怎么样？讨厌，对不对？你这么看来啊，真会想，爱想啊咩？小想的无喋喋不休，唔知这个讲偌久。那个给人家利益的他就不用讲话，不用，话都唔免讲，所以呢，无有啊，入于无间。那么无事已知啊，无为之有益呀。所以老子就讲说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悟道，那个无为，无为呢就是无所作为，就是从佛性里呀，直接发挥出来。那有为啊，我们就是有私心呐，有为啊，有所作为，有所作为咱拢有目的，对不对？我们有目的啊，都有所作为。那无为就没有，都是从佛性啊直接然后发挥出来，为佛性直接发挥出来去做，去做拢无管讲对家己有利还是不利，没有了。有为的话我们绝对不会说对自己不利还会做，对不对？有为啊，有为的话呢，一定要对自己有利呀。那对自己有害，绝对不做，这叫有为。那无为就不同了，无为是只要呢符合真理，对自己啊有害，他也去做，这个很不容易，对不对？对家己法度拢无好处，伊嘛是欢喜啊去做，那个叫无为，从佛性呢直接啊生发，为佛性讲出来，所以我们理解，那个呢，无为啊，只有益呀，有利益，就是利益呀，整个真理，利益大道。那么不言之教，无为之义呀，天下希极之啊，那个不言之教，不用语言的那个教导。你只要本身去做，人就学啊，对不？拢唔免讲。所以你看前一阵子不是所有些南部些那个一些前线他们呢利用那个空闲的时间啊，拢去学校一寡学校啊，一寡迄款册刀啊啦、椅啊，拢安尼弄坏了，他们去修理呀。就带整家的人做伙敢若出去郊游，去修理安尼，囡仔拢咧学咧看，那个叫不言之教，唔免甲教，你就带来去你就缀伊咧看，做迄拢帮助人的啦，那个乡下的那个学校经费都比较切，拢无钱啊，所以无修理。因去修理拢免钱，拢送，有的就做成那个书桌，给一些比较那一些那个隔代教养的那个孩子，阿嬷咧带孙呢，拢无时大人，无钱通买册刀啊，他们都定的就送予伊，所以这一些就是不言之教，拢无讲话。伫咧教囡仔，这个是最理想。
不言之教。然后呢，无为啊之意，从佛性发挥出来那个利益啊，无量无边，都是呢直接啊，可以啊帮助啊众人。那么天下呢，希极之啊，就是天下我们这些人啊，都不容易做到，容不容易做到？都不容易做到，所以老子呢就讲说这个不言之教跟无为之义啊，我们天下人都很难到达希奇呀，很难到达。这个是43章自柔章，这个经文也都是不长。那么第呢44章保命保命章。名与身孰亲？各位先生，我们的名跟我们的身啊，哪一个比较亲？咱身躯较亲，还是咱的名较亲？那么身以后啊，孰多？身躯啊，甲物件。什么较济？那么得以往孰必？得就是得到，往就是失掉了。得到跟失掉哪一个啊？我们比较在意？失掉比较在意。所以这个老子呢，就一个一个跟我讲，说我们在凡尘啊，所注重的这一些啊，是虚幻不实在。开始呢就讲名，我们呢对追求那个名啊，都很在意。然后主就讲说名与身，这个名啊跟我们的身体啊，哪一个比较亲？要我们能够呢，自己呀，去观察，自己呀去思索，是名比较亲呢，还是身比较亲？然后我们观察了以后，应该呢是注重名呢，还是应该注重身？那么接着下来呢，说我们的身体呀，跟我们的用的货物，咱咧用的物件。咱的身躯啊，跟咱用的物件，什么人较济？一定是物件较济啦。身躯才一个尔，对不对？不同意啊？一定是东西多嘛，身体啊只有一个，所以在这一个状态之下。老子说身以后，身躯甲物件，什么人较济？在这个时候啊，各位先生，假如说咱的物件足济，厝的足好业，要爱用啥拢有，这个时阵啊，结果身躯破病啊，物件足济，路用无？无路用啊身躯一个是一个，毋过袂当来用啊咧，所以呢，就给我们了解到，我们应该呢，注重的所在，应该呢注重在哪个地方？那么得以往啊，孰必？咱讲得到，甲呢，这个失去，什么人对咱较重要？我们是得到呢比较重要呢，还是失去呀？比较重要。这个倒是很有意思各位先生，或者做个比喻啦咱拢真爱甲人相处啦，爱啊无爱？一条咱来熟识来讲，相处唔捌赢，相处唔捌输。所以这个时候啊，那个德，你讲甲人咧相争拢赢，
拢得嘛结果失去是啥物？那个叫交钱，咱交钱有无？你若拢收钱，拢钱赢，迄个技术人对你安那？真摇头对，迄头真摇。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得与失啊，得到你赢，按不失朋友，对不对？安尼是得啊，是失？变成失了啦。所以这个老子他用这个问题没意思，因为凡尘事啊，没有绝对的，凡尘的代志拢无一定的，没有绝对的。所以我们说得到了，结果你在暗中失掉很多，结果说我拢大家拢失掉了，结果你得到很多，大家对你很尊敬，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就是要看那个内容，它呢得失的内容，我们呢是要朝真理的面，站在理的这一边。是故甚爱必呢大慧。假如说呢我们甚爱就爱就爱一定都要做慧心的，对不？所以之前我们不是有讲一个那个英文课本里面的故事吗？那个3楼住了一个银行家，楼下呢住了一个修皮鞋的那个老人，那个修皮鞋整天都在唱歌啦，很高兴的生活。那一个银行家每天3点半他都在就算钱都不够了，搁较省都无够，很烦恼。他在想，我是一个银行家，这么有钱却这么烦恼。那个楼下那个修皮鞋匠他都拢无钱他那也不是咧唱山歌了，所以他就很吃味。所以那个银行家就抱了一大堆钱，然后走下来楼下给那个修皮鞋匠，说这一些钱无条件给你，给你用。那个皮鞋匠拿到钱以后，不会唱歌了，他很烦恼。烦恼什么？我这钱才要去唱在倒位，这么多一定会被人家偷走了，所以他很烦恼。那么左邻右舍时常听到他在唱歌，都已经习惯了。然后呢，就来问他，你怎么都不唱歌了？他就跟那个左邻右舍说，都楼顶的银行家莫对钱我啦，我为着这钱伫咧烦恼，所以歌拢唱袂出来，然后左邻右说，那问题很简单，你抱回去还给他就好了。他想一想对哦。这个竟然引起我都不能唱歌我把它拿回去还给他，大概问题都解决了。他就把那一些钱包回去还给银行家。来的时候他要唱歌了，所以我们就了解这个甚爱必大慧。你很爱你就爱，得爱就会心的啦。可有没有甚爱有没有？对家里很值钱的东西很重视，很喜欢，有没有我别等足值钱的物件你拢无甲伊放好势我别等所以那个自然的
甚爱呢，必大慧。你若足爱时阵，你都要慧心。所以假如说不管是先生拿给太太，太太拿给先生算就啦，5卡拉得。爱唱好啊，要不要？袂使黑白蛋对无？黑白蛋即声找无，无咧烧牌咧冤家。所以那个深爱必大慧，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是一定的。那我们生活之中有通啊食，有通啊穿，可以遮风避雨就好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小偷进来我们也不用害怕，对不对？讲哪你哪爱你就跟呀，喜欢的你就拿走，这样的话都没事了，是不是都没事？那我们有太多的财产会不会有事？会有事有当时钱若伤多命就无去啊。所以或许就很喜欢那个故事啊。那个主人啊，不是在晚上的时候跟那个小偷讲，说我白天的时候很亮，都已经找不到东西了，那你这么暗呢，怎么可以找到东西呢？那个生活怎么样？很理想，对不对？都不会挂碍，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心很宽广，因为多不去珍藏一些难得之后，因为难得之后让人闲惶。我们不是有讲过吗？有没有？难得之后，我们就想去偷嘛。想拥有就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是不是这样？我都不要，情形不？都不爱听情形唔好，可以坐安家桌顶，有情形无？有没有？你看看我们那个供上那个仙佛，有情形无？享不享受啊？我们可以千百亿化身利益无量的众生，所以我们了解说深爱必大我们太过于喜欢的话，就要太用心了然后呢，多藏必厚往多藏另外有今仔有足济甲迄个钱去抬涂骹啦，抬一个久当系才烂去，报出来才袂斗袂活，要去甲台湾人换，伊讲你倒爱斗互活才会使换，换都烂去无去，脏甲无去。所以我们了解说，有一些老人家呢，他都不相信银行，讲第一件迄钱拢伫别人的身躯去迄无保险，假是我家己放在厝的，较保险。结果迄涂骹真实迄会烂去，钱会烂去。然后也有那个人把那个不是有几十万，20万嘛，他拿去那个一只鸡然后把它搅碎，有没有？迄也真好野摕脆子鸡甲弄落去尔，伊甲你夹脆。那个是无心之失他本来不是要故意的。那多藏必厚往，就是说，我们呢这个生活之中呢，已经呢够用，然后有多余出来的，那多余出来的呢，我们又把它呢，这个藏的就是很不容易让人看到，让人知道，那样呢不好啦，那样会厚往，多藏呢必厚往，它知足不入，我们呢低就，
知足啊，就袂受到侮辱。我们知足会当知足上该快乐啦。知足，各位浅浅知足嘛？不知足啊？不是说呢，这个知足以后就不奋斗了，就不赚钱了，不是那样的是讲咱拢会当过的生活都会觉得说已经很可以了或者都想，我们再怎么样的那个艰苦的生活，都绝对不会超过颜回，会不会？颜回的生活真的是苦，那个肌肉像单食调理，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他那个生活很苦，可是呢，为什么有后面那一句话呢？回也不改其乐，那个乐快乐，以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讲，有一点好像的是短暂作秀的心态啊。可是以那个真理的角度来讲，那个颜回啊，他真的是快乐，他的快乐是从得到而来。那我们现在的生呢，对这个道得不得都不重视，重不重视？可见都不重视。对不对？没有答案了。颜回很重视的就是得到，得一善，浅浅无垠，就是这个，重视就是这个，然后他会快乐，也是因为这个，把心呢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然后不动。他已经做到了，已经得到了，所以他很快乐。那外面的那形象，他生活的遭遇，那个都是小事啦。那对于生死早也死晚也是死都是死就不管他了啦。所以每一次或许一想到颜回，人伊32岁，我60岁啊都颜回2倍搁较低所以我那会使死所以真知足拢袂讲我那活个遮少袂尤其或许是一个年岁的人，他们大部分拢讲那活一家子就好了。一家子知影偌久无？就是60年。60岁有一家子无？超过所以会使死所以对生死就不要太在意，生就生，死就死他生的时候就是要利益众生，把这个真理推广出来，是不是很不容易？各位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或许来讲我们大家都说拢听无呢，你是要讲偌久啊？你看或许还不是说就好的呢，有没有？你听2点钟有没有？那个时候不是鼓励我们听2个小时吗？有没有？我讲你若听都有够2点钟听咧就好转去免来啦。若真无了解你就要搁欣喜听搁再复习，听搁再复习。你看咱听年半年就听有台北的道心很嫉妒呢，各位先生，阮听6、7年你咱听年半就知，嫉不嫉妒啊？嫉妒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或者了解啦，
迄开始若坐落一句都听无，要坐2点钟哦。那个椅子真的好像有分嘞，有没有？熬过来了哦，有代价。好，高不高兴？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很难得的啦。我们纵然到外面来，你去找，不管你怎么样台湾啊，你走透透啊，你去找，你都听不到讲这个最上乘的殊胜佛法。而且是经过长时间的那个钻研，钻到里面去啊，30年。去我望到佛性本体，然后把所有你看，迄大藏经寺啊，很难去摸索的嘞。我呢安尼底下呢一句一句那看，有那体会。想一想说，若无紧来讲若死去都无呀。所以就把它传出来，就是这个心啊。这么殊胜的佛法。怎么能去传达呢？或者就讲，佛教的法师啊，他们怎么都不讲思念处观身性相犹如虚空，为什么每一次都讲观身不净？观身不净是开头啊，开头要我们不住相啊，你已经做到不住相了，各类要安怎做？都要人讲啊，你哪都无讲。这么久啊，从来没有听过，就是要观身性相犹如虚空。然后呢，观受是苦啊，搁较久嘛搁咧苦，人苦都拢无啊，苦已经消失了，你唔爱搁甲人讲，那个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搁来观心。观心呢，咱讲咱这个心无常心，不许变化。可是呢，最后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说，观心但有名字，名字姓离，心啊，敢若有名尔啦。迄心的性就拢离开啊，无心啦。无心的心就是真心啦。你看这个最上乘的都不讲。然后最后一个观华，观华无我，华内底无一个我，已经都无我啊，这我就是天地物质，是空土，都拢互伊啊，拢害互天地啊，搁落咧，搁落遐人讲，不得善华，不得不善华，这观华没有善，也没有恶，你看整个华全部都是结佛性。释迦牟尼佛有讲啊，我们怎么都不传达呢？各位先生曾经听过吗？就是没有啦。你找专找透透，你就是无得听，无人讲，怎么不讲呢？他们难道没有看到吗？一定有，那为什么不讲？所以或者是很感叹这么好的佛法怎么不说呢？要说所以就让人听到，对不？有没有？所以这个是很殊胜的，爱改超传，一字啊字，观身性相犹如虚空，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观心但有名词，名字姓离。观华不得善华，不得不善华。这么明确啊！你能够修到这样，眼前当下一念，就是亿万年，呈现的都是全体的真心佛性，不是教我们的吗？有没有？所以一定要熟悉啊！我们熟悉了这些以后，一定可以成就。最起码内心时间的问题而已啦，早晚我都一定可以成佛的。有信心不？
所以或许都跟各位保证，只要你肯做，绝对成，对不对？再来支持这个不打，知道停止在哪里呀，就不会为待不安了。我们知道停在哪里吗？要停在哪里？要停在活性。所以呢，那个止于至善有没有？那个老夫子感叹，说弥满黄鸟，止于秋雨，何以人而不如鸟乎？讲人迄鸟啊，都会晓要当去倒来收的啦。咱人那拢唔知要倒来倒位。我们要住在哪里？就吃在我们呢不生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所以呢，知止就不逮。知道停止在哪里就不会逮不安。那我一般呢，都会追求名跟利那追求名利，伊都唔知影讲要倒在倒位倒在名利对唔对？那个会后悔是在名利会后悔，所以那个呢，会为逮不安。可以长久。所以呢，这个整个保命章这个下来，说这个名跟身体哪一个要亲近一点？那个名是稀饭的，我们呢要重视我们的身，然后身呢跟祸那个会多，当然是我们的祸会堆积的很多，可是身体假如说不健康再多的祸都没有用然后得以往死病。得到呢跟消跟呢这个舍除了就得不到了，哪一个让我们在意那个我们就是要了解得到了，得到得了，这个重要了。那得到完成的这个财产就不重要，所以那个得跟呢那个主哪一个我们重视？是故深爱必大会。我们太过于太过于爱的话，一定会很灰心。那太过于灰心我们的人生烦恼多就你过得不好。那多藏必后假如说我们藏的东西太多那我们这个死掉以后都是这个所有评价都是在那个东西的上面。没有在我们人的那个价值、人的道德上面，所以我们要呢，知足不入，然后知止不逮，知道都能够满足了，就会受到侮辱，然后呢，知道我们应该停在什么地方，就不会为逮不安，这样呢就可以长久所以这个是保命我们要保我们的那个真心佛性的心灵，这个呢是44章。然后我们剩下呢19分，就是要给各位这个问题各位都可以问不要想拍谁不管大问题小问题都希望各位问。好，请说。有两次。好。同学前段时间提到那个思考上面写修道修心，办道立心。然后也想说这里面都有心法，那就是这个心后的理解，就是我们在上课的心法，能够从这个了解到这个真实本性，去做修道修心、办道立心的这个这是的意思。那后面是在想说，那办道立心。可以修到修心，这个我们要怎么去体会这个意思，然后做得更深。尤其后面在想说办道立心这4个字，好，更深入去修行。好，请说。这个呢，我们这个了解到这个修道呢，就是修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呢，就是要修到它呢恢复本来的光明。
然后呢，重点呢就是在那个办道进行。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我们去度人呐，现在啊，这一个社会形态啊，这个很不好去度人。那人呐，很不好度，很不好度呢。有时候啊，我们度的人啊，度了非常久的时间，都度不来。然后有一个他的朋友跟他不很熟，去说了1、2次结果他跟他去求道了。那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啊，那个内心的冲击啊很大，用的心很多，结果度不成。人家都不用心的，竟然一下就度成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了解到，遇到这个事情都我们一定挫折。挫折了以后啊，就会对那个办道的心啊，就会冷淡，就会不想用力。那老师呢有跟我们讲，他说呢，事若有成，你度这个人度成了，乐其事；事若无成，志不还。假如说你度这个人结果你没有度成，别人度的，那你的志气呀不跟凡人一样。所以我们重点啊，就在那一种不跟凡人一样的志气所在，所以那个重要。所以我们呢办道就尽了心，尽了心以后，我们要了解到说，在凡尘我们能够做的都有限的，完成的事啊，实相，咱会做的拢足少的，那纵然整个娑婆世界有60亿的众生都是我们度的，那也才60亿呀。那还有很多的佛世界，无量无边佛世界很多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理世界、南方宝城世界，这一些呢佛世界我们一个也没有度，一个嘛无度。那你能够只有度娑婆世界而已啊？怎么算不多。而且我们成佛以后就可以无量无边、无尽的来度众生。不是说我这世人度嘞，这世人的命啦过去就好，就没法再度了。那我们修正了成佛了以后不一样，不管是哪个佛世界，不管是哪个时间，我们都可以度众生。所以那个真的才叫度。为什么六祖会讲见性是空，平等是等？因为我们见到佛心了，可以修正成佛；因为我们已经平等，可以无量无边的度众生。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呢办道尽心。这样了解吗？还有吗？李老师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同学就是在想就都是后学的陪伴，都是同学为了后学这个2012节后的事情。那后学只是体会说，我想世界这么乱，因为人心他们比较不好，然后可能这个所以劫难会跟这个东西所结合。那后学就想说度他们，然后能够这个往这个比较善良的方向走，这个对邪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后学在想说，我们这也不知道有这个智慧，怎么跟这些朋友或同学讲这些事情。那后学是在讲说，我作为修道的，有没有什么应该要记的本分，或者是什么东西应该要做，或者要避免的事情，想跟刘老师请教一下。好，请坐。我们呢，这个度化众生就是不要走入那一些这个危言耸听假如说有一些预言说什么时候有灾难，那我们尽量也都不要说，不要讲，因为讲了以后各位先生，我们是希望它呈现呢，还是希望它不要现？你不是讲白差？你讲的人拢无呈现，人讲的拢白差。你若讲的拢呈现，人讲你的心那遐残留，拢爱人照料。所以我们都不要去传达。不管它是呈现，不管不呈现，我们都不讲。
真理就是真理了，它会形成灾难，一定有它形成的原因。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我们世界灾难形成，就是我们众生所造的业，共业，太多，太集中了，所以就呈现了灾难。那我们呢，就是在修道的过程之间，我们要了解说，修正的这一些佛菩萨，他们都在护持整个我们世界的那个安全，一拢在护持。那我们就是尽量的尽我们的那个心力，就是劝化所有众生也一样发善心。只要你众生所发的都是善心，那我们世界的灾难它就会它会消失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灾难的形成是我们生的心念，心念太恶，恶过头了才会很大，一死就死掉很多人，所以我了解到这一些呢，也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在凡尘命也是一样很脆弱，跟所有死亡的众生是一样的，没有不同。所以我们要在有生之年尽量的能够呢利益众生，然后呢修正自己，这样就比较正确的一个理念，不讲那一些呢什么2012以后灾难会降临，我们就不要去讲，不管它实现了不实现了，对我们来讲都不好，了解吗？还有吗？好，请说。好。就是有一位，就是有一对夫妻就是太太她信某个宗教，结果就惹祸了他先生，结果他先生就拿菜刀，所以他太太要去，就跟踪这个太太，他信某个宗教，结果当这个先生到了那个布道的地方的时候，看到那位法师他就马上跪下来，就跟他膜拜。那我在想说，听说去信这个宗教的，他就是会见到光，对不对？那就是有朋友在问这个问题好，请坐。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各个的度化众生呢，都有各个不同的那个方法。那假如说他去本来是要危害那个传道者的性命，结果呢他看到呢那个佛光，然后呢他就活下来，那个可能也都是他自己本身有那个佛那个佛菩萨借的那个传道者的那个形象那个显现那个光给他看，他能够那个这个等于是忏悔能够呢改过，那个都是好事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凡尘事都不是固定的啦，不是一定的呀，他有可能也是有佛缘啦。假如说他的那一种那个恶质本质很恶的话，他也不会看到那个佛那往后的那个故事的发展绝对不会一样。还有吗？好，请说。水是自柔的，那海啸是算什么呢？海啸的水。海啸水。水是自柔的那海啸的水。那个海啸的水各位先生，就是因为众生的那一些所有那一些业障，以及呢这个要牵涉到呢，可能又是蛮长远的时间因为当时呢那个日本军阀那个孱弱是打仗的时候
对我们那个中国同胞很不客气呀。那个南京大屠杀那个在那个比较边疆的地方试验的那个毒气，那个危害啊，到现在都还在。那他们所做的这一些行程啊，那个小，那要了解到为什么不早一点？这么久了才发生？因为当时啊，他们日本本国的百姓也是很善良，并不是所有的那一些军阀跟他们百姓啊，都全部一样，不是那样啊。所以当这一些比较残忍的这一些人，他们都回到日本，把整个日本复兴，然后整个他们延续啊，他们后代，那整个形成啊，那个罪恶的原因啊都在。在的时候啊，它一发挥出来，那个不可限量，超过我们人的想象。所以那个海啸，一来，差不多都有那个10尺的高啊，它把整个房子都拖到海面去了。那整个海面啊，有111公里的垃圾岛啊，那一些岛啊，有房子，有人的身体，有财物，都是从日本的陆地啊，把它刮到海里面，它一直往那个美国西部啊，一直过去了，现在都还存在。美国对这个很头痛啊，他想请日本去清理呀，日本他没办法，111公里，那个垃圾啊，在海漂流，他没有财力啊去清理。那要美国清理美国没有名目，用什么钱来做件代志？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啊，我们看不到的前因后果啊，是严重的，然后我们看得到的安尼俩，就是只有这样，他们很可怜。可是他们很可恶的时候，你看到吗？你看到很可怜，他们很可恶的时候，或者就讲，因为啊，或者小时候啊，有跟外省人接触，他说婴儿，他们日本人到中国大抓到我们那个婴儿啊，抛到空中，然后用那个枪的刺刀去接那一个婴儿，可不？然后那个看到那个妇人，就是年岁大的女人啊，她把那个生殖器啊用手拍打，让它肿起来才强暴。强暴以后，用刺刀一样插进她的生殖器，可不可恶？所以或者那个时候说怎么有这样的日本人？所以海啸，那个是或者一直在想，之前啊，先我都有信的。他说日本人啊下西山，那我在想说，怎么这么久都还没下西山？出现的，你都还不唔知咧？还有吗？还有12分钟，好，请说。好，我们讲的菩提心跟慈悲心是一样的，还是有什么不同？菩提心跟慈悲心。菩提心。菩提心。菩提心呐，菩提心，菩提就是觉啦，对天写，那个菩提啊，就是觉。然后菩提心就是决心，它后面是慈悲啊，那个又把那个菩提啊用小的，慈啊就是以乐啊，悲呢是拔苦，那个菩提不只有
那个慈悲而已啊，它包含了所有一切所有的善，都包含在菩提心之中，光只有那个慈悲而已啊，只是这样表示出来是强调慈悲。还有吗？还有11分钟。刚刚你讲的那个结案为色，还有灯木花扰怎么解？那个灯就是3点水，然后一个灯堂布施的灯，木呢就是眼睛啊，灯木，花呢花展，劳就是疲劳，灯木花劳，灯就是眼睛不顺，就是木就是眼睛啊，眼睛是木啊，灯木啊。成是一个木对，一个眼睛的木那个灯啊，或许说错了，那个写成那个成赞写久了都一直记得那个3点水，是一个木对了，一个木在一个灯堂入室的灯，灯木花扰。结案为色，结就是我们的打结的结，结果的结，案呢就是明暗的暗，为色啊，有为的为，色啊，就是形象的色，结案为色，所以很不可思议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山河大地啊，就是从结案为色然后生花，都是为结案为色出来花劳，花展的花，劳疲劳的劳，木花劳。这个时候都还没有形象。那个在业相、转相跟现象这3个都还没有，因为业相没有形象，然后我们那个能见之见没有办法看到业相，所以也没有形象。那个已经结案为色的色它也还没有形成山河大地，所以3个都还在空中。都还在真空之中，都没有，一直要到已经呢，那个迷妄有虚空了，已经虚空形成了，然后依空立世界，因为有这个空，山河大地才产生。有山河大地以后那个境界为影长6出，就是已经有形象。境界为眼、因缘，然后生出6个很粗显的道理出来。第一个就是智相，智慧的智啊。可是这个智相是我们看到什么知道什么，这个叫智相。第二个叫做相续相，一直按继续落去相续相。第3个叫做执取相。执着，我们取舍的取，执取相。第4个呢，记名字相，记呀，计算机的记，记名字，我们那个名字，记名字相。第5个起业相，已经起业作业啦，然后第6个业系苦相，只有业不起，得爱受苦。所以境界为眼长6出，很理想哦。
是有还是没有啊？怎么没有一个回答？自相、相续相、直取相、记名字相、取悦相、乐系苦相，这个叫做境界为言，长六出，一念无明生三系。我们这样一直拼绝对会很熟。然后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要回去的时候，把那个后面的那个业系苦相先消掉。我们被业绑住了要苦，那我们为什么造业啊？我们了解不造的时候业就不绑住我们。所以第一个把那个业系苦相去掉。然后呢，接着起业相，起业相就是造业嘛，我们造业，然后去掉，然后呢往上面走然后那个记名字相，然后直取相，然后呢那个相续相，那个字相，全部都去掉了，没有了。这样了解了吗？说了解唔敢讲，说无了解都有听到啊。还有分钟，对吗？好，请说。我解释一下，那个观师是属于观师不传，这边是师德起，有解释到重复解释嘛？好。好。因为我们开始修道的时候那个十念处我们就是了解，第一个一定要观身不见，所以观身不见就可以去掉我相。咱即马若讲看身躯对无你看迄查某若拄好甲你20几岁恋爱时阵迄无拢看甲水甲有拢爱甲无法度讲所以那个观身不见见就是3点水来一个灯，那个见，就是讲看这个身躯无清气啦，真垃圾，就是要互咱去掉我相，咱这个身躯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众缘际会借我用的，不是我的啦，所以观身不见要把这个我相去掉。已经可以了，都身体很肮脏了，已经不住在我那形象上面，安尼就好观身不见，然后观受是苦，受我们遇到的事情观受，所有的受给我的都是苦啦，拢艰苦，无一项是快乐的，大项拢艰苦，所以观受是苦咱就对环境袂产生迷恋，袂贪念风尘然后观心无常，看咱的心拢无一个迄固定的心啦，念的真好，念的真歹，变得真紧所以咱才有风灾啦，观心无常。心假如说都不会变化的话那就不会都不会安尼改变所以观心知道说无常心，然后呢观法无我就是这个法界内底无我无这个身躯的我这个就是我们要入手的时候首要关照四念处，这个是初步的。然后呢我们修到程度了以后那大圣的四念处就不一样观身净想犹如虚空，观身头是观身不净对不？那到后来的大圣观身性相，身的性身的相犹如虚空，都跟虚空一样，所以身也跟虚空一样
性也跟虚空一样，都是没有无的啦，给然后呢，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会填写不在内外，不住中间，它伫倒有呀？伫倒有呀？不在内外，不住中间，伊伫倒有呀？所以各位姐姐，受拢无啦，就是我们在完成所有的受啊，迄拢因缘际会呈现的啦，拢无一项受互咱啦，所以它跟虚空呢都一样，就是虚空，受呢就是虚空，受就是没有，咱若拢不受，一切都不受。就拢自由啊啦！我们为什么有烦恼？就是因为受。我们把受当成真，唔单讲受是假。所以观受，伊无伫内，嘛无伫外，嘛无住在中间，所以受就是没有受啦。所以各位前世转去的时阵啊，不管什么受都没有。就没烦恼的啦，还能了解不？好，然后第三个观心呢，但有名字，名字姓离，心有名尔啦，心伫倒位拢无形无相，敢若有名尔，迄个名的性嘛拢离开啦，就是嫌迄个心嘛无。对心是虚空，嘛是空的啦，跟身啊，性啊一样，犹如虚空。然后观法，最后一个第四个观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就是法嘛无啦，你要找善法，要找恶法，拢无，拢找无，跟虚空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最上圣的四念处。听有无？高不高？所以我们了解到那个初学的四念处啊，跟成就的四念处啊，是完全不一样。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前人，大家好。我写三道天师的先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师。给我写机会学讲，这个呢，我们上个礼拜讲，说或许没有声音的话各位要起来心得报告，有没有心理准备啊？他拢点点。我们上个礼拜呢，刚好25次CD 啊，刚好50篇，我已经呢记下来了。有300套，欢迎各位呢拿回去听，要听得很熟啦，熟了以后，那一些呢都是我们兴奋的东西呀。然后或许刚才看也有那个《金刚经》，有《道德经》啊，还有《金刚经》，希望各位拿回去听，有没有拿回去听啊？《金刚经》？有还有这边还有，可以拿给亲好友。安格道德经已经记下来了。够了300套，够不够？不够我们再记下来。绝对够的。一定要多听，这一种心理心法很深涩啦，还要听熟了才会变成我们的东西。假如说你不熟的话讲的拢袂记，唔知影。熟悉的话就会变成了我们新闻里面的东西了。可以有没有反复听啊？有。那个帮助很大，对不对？只要我们反复听呢，那个帮助呢都很大。然后我们接着讲
45哈，对不对？好，45章，也是蛮快的。我们那个道德经呢，听了一段时间以后啊，现在或许楞严啊，已经快要完成了。完成了以后就开始印了，因为有160页，320章，320面，加这还就是蛮多。那个呢是密教部的，蛮深的。印好了呢，哥就先看。先看了以后呢，我们大概这个《道德经》呢就可以讲完了。讲完了以后啊，我们就来讲讲那个楞严楞严经，蛮长的啦没有听过吗？有没有听过？那个经的本文啊，就已经有20个字了。大佛顶，如来密因，然后修正了义。然后知菩萨万行，守楞严经，有等吗？我们都简略说法，最后面3个字楞严经就好了，安尼较紧啦。无头的遐拢无容易记起来。可是我们拿到以后它每一个每一个字都有含很大的意思。我们可以详细看。那我们呢，先来研究这个《道德经》第45章，清净，或者是讲说虚静，虚静章。这个虚静章啊，就是我们呢从那个家的那个思想，要我们呢这个心里面啊，没有物，心里面没有事。就是格物我们有没有把心里面的物都革除有没有？没有啊，拢个坑掉了，心里面的坑物件还个坑代志，我们要把它呢清除掉，心里面要清清净净，心里面清净以后，就可以回到佛性本回来。所以那个清净啊是一个基本基本基础基础就要泡好爱清清净净。所以我们心里面一清净了以后那个灵敏度增加很多。所以假如说喜欢有一些第六感特别敏锐，那一定呢心里面不能有东西，也不能有事情，那我们就会第六感特别敏锐。这呢是自然的，因为我们佛性本身具备，它具有。我们平常因为有心里面有东西在，然后有事情在，结果那一种很敏锐的第六感都不见了。那假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一些心里面的物跟事全部去清净。清净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整个真心跟整个虚空融为一体，叫天人合一那我们现在都没有了没有天人合一。就是各位要稍微忍耐一下，修的时阵所以礼拜开冷气然后我开始讲的时候嘴唇拢大，拢奇怪，就电风都要转嘞，安那嘴唇这样大，当时就是开冷气，开冷气，冷气的时候那个嘴唇整个都很干燥，忘记把那个茶杯打开。它这个假如说有开冷气的话，它会吸水，会把它的水拢进去，咱若降水就会感觉真大，所以
假如说家里面有开冷气的话，去装一杯水把它放着，伊会甲迄水吸去，咱的身躯会出掉嘞。你是表现给我看说很热吗？无你准备讲心得每一个人准备个10分钟的话2点钟就到，我特别讲，拢点点的收心得是很难得的机会，把自己的那个怎么修的过程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台北是这样不是有听到吗？有没有？在那《金刚经》第51篇、31篇、39，《金刚经》39篇台北的天贤在报告心得，他还有报告去那个西藏，去品土无塞，有没有？有没有听到？他说的很好牛屎底，大家养育足个金龟内底足这样的生物，用迄个牛屎来饲，所以他的观点跟我们的不一样。一般的那个牛粪都会说臭，可是他说那个西藏的牛粪不臭，不会臭，而且他到那边去那个没有素食馆竟然可以有素食可以吃菩萨变出来了，很奇怪所以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我们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会遇到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也是那边有遇到过。那我们讲这一章清净章，就是恢复我们那个佛性的本性的清净，先从心里面做起，心心嘛，然后当清净。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的心都是很忙，都很少让它能够清净下来。那我们要自己努力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就是不要这个胡思想。我们的念头起心动念就是已经造业，咱若念头拢无我们就可以恢复到本来了。我们因为有念我们才落入完成，都还记吗？这个一念无明生三系，对吧？境界为言长6出，对吧？还各位记得没？三系是什么？现在我赶紧过来摕笔记要记在脑海里面我们起心动念就业，咱咧正业起心动念就是有业。这么有业了以后第二个就是转向，第三个就是现象，第一个业相，业相没有形象那个第二个转向就是把我们本来有的那个智光智慧的光芒变成能见之见。能见能知道吗？我们能见就有所见，对不对？我们那个业相已经有了，然后我们第二个转向就是要来看这个业相。业相无形无相，没有形象。我们的业看得见吗？我们造了业业看得见吗？看不见，对。可是我们那个能见之见，一直要看这个咱的业相。那么你要看的时阵就闭着瞪眼花老瞪目，就是讲咱目睭拢
卖呢啊，看一个久哦，会延黄去，对无？啊，延黄去吼，就目睭看到迄个真大的一款那个细菌，有没有看过？所以说吼，我们要想看的话，蹲下来，蹲在地上哦，3-5分钟了，你突然就站起来，站起来哦，你往空中看，能够看到什么？就可以看到很大细菌，在天空转，那个叫做结案为色，哦，所以第一个业相没有，形无相。第二个要看那个没有形象的，你只硬着要看，它就会结案为色，哦，所以啊，那个业相、转向跟现象3个都是空的，都没有了，没有形象。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已经酝酿在空中酝酿要使它变有所以这个时候一念无明那个无明三息已经形成了以后就境界为缘长6处境界就是山河大地所以山河大地怎么来的？就是我们的一念无明生三息来的。所以假的整个世界都是假的。有世界以后，有山河大地才有众生。然后有众生了以后众生呢造业，就有业果。就这样，世界众生业果3个相续，就绵延不绝一直落去。然后我们要回去2个字不随。我们上次有讲过，对不对？不随不随着世界，不随着众生，不随着业果。我们只要2个字不随，我们可以回归当佛的本位。大家拢佛，咱拢是佛，咱也无做佛，就是因为我们随着世界，我们随众生，我们随着业果。去要随咱业就拢静落来，静落来就伫个六道轮回内底，就走不出去。有冤枉，真冤枉哪样呢？就是无研究那我们怎么没有研究？过年呢，咱拢无研究，都拢趁钱真无用对不？就是这样子迷迷糊糊一直在六道轮回。那假如说我们了解不随，不要随着世界，也不要随着众生，也不要随着业果，只要不随了以后，我们要落入六道的因，全部都没有。没有就不会落入现象，咱就免出事免出事好不好？拢无反应，我们还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回答，大家都还很喜欢喜不喜欢完成可是那个波形摩西手，他是很贪念完成我们众生要修道他都要阻碍讲唔大家拢做无惊无顺。唔通修道，你修道就等于做佛就无伫原地原地真好佚佗那个波旬摩西所罗很喜欢完成，所以他不喜欢我们修道。我们一修道以后就把这个虚幻不实在的世界打破。他打破以后他就没有地方可以住了那个波旬他没有地方可以住。说他不喜欢我们修道，我们在那个后面要讲的那一部那个经里面有详细解说，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因为有一个虚空才有世界，
啊，虚空是从我们的迷妄，迷妄有虚空，对不对？我们迷昧了，然后妄不真啊，那个假的妄，迷妄啊有虚空，然后依空呢立世界，依这个空才建立啊这个世界。所以这个迷妄一消失以后啊，世界都没有，没有是假的，我们都不知道知不知道世界假的？拢真的啊！什么大家就通，大家卖力。真的还不容易我们这么多人的话，要全部都不回应不容易要有默契，默契够了才可以所以我们就得说不研究的话，很多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是从小的时候开始告诉我们要认真认真，可是我们都认假，从来都没认真啊真的啊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除了佛性本体以外啊，剩下都是假，一切都是假。可是呢，我们都认假这个被假的害得很凄惨，有没有被假害得很凄惨？那得辛苦那来就是认假来的所以一定呢要认真。他真的已经认识了没？要怎么认识？不错不错，这样还无枉费啦，无枉费咱已经学了2年啊，已经呢了解说，当我们万念都放下，那个万念都是假，都是妄，那放下了，就是把妄全部放下，妄一放下，妄记真就显，它显现出来我们不认识所以或者有讲说呢，司机而龙现阴墨而雷声，神而天水，有没有？那个全部都是真的我们要呢真的妄放下以后那个真才会呈现所以那个真的时候即心即佛，有没有？以前不是有时常讲过吗？我们的心就是佛，对不对？有个同和卖淫所以要了解到那个即心即佛我们日常所用的都是生灭的心，那个心不是佛了。那真正的佛就是万念放下，所有的妄假拢甲放落来，真的出来，真的就是佛的所以咱大家拢是佛是安那会拢有做佛，因为咱真的拢唔捌哪会唔捌就无学免哪会捌即摆认真咧学就捌捌时阵规个真心拢走出来迄个就是佛啦所以咱家己本身都有信心讲绝对会当成佛因为我家遐假拢放落来，这样了解吗？这个就不能不应这个呢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呢就是不知道咱若无学就是唔知这拢袂假啦唔知就是唔知。各位有没有发现说这个性理心法不知道的话，你要假装知道假装得来吗？绝对假装不来。你今晚来去搞问你看人捌人捌，你就随知，对无？就讲你唔捌啦，你无学，你唔捌，唔捌就是唔捌。迄假袂来，袂假啦。伊就爱家己本身学，咱家己本身用实在功夫来学，咱家己本身家己知真就是佛啦。唔免去外口找，外口无啦。外口找无，一定爱家己本身内底。这个佛真亲切，甲咱做伙。所以咱就爱先互伊会当清净，会当清净以后照度转来咱的真心，真心已经发现就是佛啦。当下就是
就已经是佛了。所以我们可以自己本身脱离这一些呢苦海。苦海有没有办法脱离呢？要了解咱了解时阵正业都受苦，咱家己认家己受苦啦。拢制造自受，家己去做，家己去接受。咱即马拢卖做，都无就解脱了。所以本身我们本身就是佛，一定要相信自己本身呢就是佛。所以这个45章清净章、虚净章，也就是呢，先让我们的心能够清净，能够一清净一虚净，就已经呢回到我们的本来了。那呢，那个本位本位就是佛。那么开始老子就讲，大乘漏缺，这大乘大就是充塞整宙虚空。咱的佛性足宽广的，规个宇宙虚空拢咱佛性很宽广。我们呢没有这个研究没有启发的时候我们都把它记伫个身体内底会样的假如说极限身体，我们佛性就很窄了。那假如说我们一放下万年一放下以后哇，它一伸展就跟整个虚空跟整个天地天人就合一了。那个时候呢就大成就已经成就了。我们的佛性就已经整个呈现。大成呢漏缺就好像呢还不够完整，还不够完全大成漏缺，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整个宇宙虚空全部呢都是人心佛性可是我们没有本身就是去亲证实验，没有，没有亲证实验我们觉得说无咧，我的佛是无遐无甲规个虚空拢做伙就会这样好像有所缺点，也够强。有没有缺缺在哪里缺在什么地方？缺在我们没有意识那个是无捌唔捌唔捌咱的这个佛性所以大乘漏缺整个我们的佛性非常的完整拢无缺欠所以我之前呢时常都会讲这个14古今不离当念，还记得吗？也拢无害我啦有没有还给我了拢有改了的啦所以这个14古今各位先生怎么算？14安那算？我们有过去式还有现在式，有未来式。那3世都有3世过去式它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然后呢这个现在式也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未来式也有过去也有现在也有未来9个9世加起来然后在现前一念现前的一念一世，总共就有10世了。那10世古今古时候跟现在不离开我们当念，下一个念头都10世所以我们当下一个念头我们要了解到万年万年拢伫那里现前一念，所以我们现前念都已经1万年1万年不只有1万年
那是液液来液去啊，液知影无？是不是啊？非常多的那个数目啊，所以我们了解说，只要我们在生活之中，不要有过去心，过去已经过去了，我们再怎么拉都拉不回来，不管是得意的，或是呢被人家欺负的，都已经过去了啦，就让它过去，不要去想。那我们过去事啊都不想，那过去事它摄受我们不住，伊给咱吸不掉啦，这样了解吗？假如说我们一直在想过去事咱去有过去事绑掉的，咱若想未来事去有未来事绑掉的，若想现在事去有现在事绑掉的，拢给咱吸掉。即马三世拢给咱吸掉的。咱有过去，有未来，佫有现在，都爱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内底拢有三世。那假如说我们没有了，没有过去心，也没有未来心，咱讲都爱未来都爱的筹划，有无？讲未来我小可安排的，小可去暗算的。有没有？我们都有这样的念头，可是各位姐姐，佛性要不要？我们身体要，对不对？咱的身躯都在策划未来，可是佛性呢就不要，佛性呢，它没有，它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也没有现在，全部呢都没有，都没有的话，它不属于三世，三世拢无啦，所以三世伊拢摄受不住，拢吸不了，所以我们最时常讲的说要把握现在，对不对？有没有？可是各位浅显，现在是不是它没办法住下来？我们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伊带未掉啦，对不对？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还未来，现在不住，你看三世拢无对不对？我们要承认，因为这个呢跟我们很有关系，我们能够进入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才可以我们不生不灭那个常住不迁那个佛性本体整个呈现，这咧对咱家己负责我们要了解，我们只要说不记录那个空间跟时间，不记录东西南北，不记录过去未来现在，你看我们的佛性是不是整个圆满呈现？有没有？所以这个啦，我们一般呢都没有研究的话，我们会被呢时间跟空间给咱约束，给咱苦受掉的啦。这个时间2011嘛，对不对？这个空间呢，就是我们在台湾在台南，对不？都已经有时间跟空间给咱约束了，所以咱就变做伫个这个时间空间内底一叠六道轮回。那假如说我们都已经超出没有空间跟没有时间的约束，拢无敢约束，是不是整个圆满呈现？这个还是需要反复听啦，才会熟。无咱会感觉讲，都拢一般人嘛拢安尼，拢伫个时间空间内底伫咧咧滚伫咧拖磨，咱有伫凡尘咧拖磨无？就免不了了。为什么？因为时间空间给咱做个调。然后我们超出了以后，我们进入
叫做本际，本来的原来的地方所在，本来原来的所在啊，咱伫个本来原来所在已经过了11万年呀，知道吗？知对无？嘿，拢讲是讲那有久不晓得说我们这个佛性的本体啊，它没有开始，也不会结束的。伊久等啊，永远拢存在。咱即句啊，为什么那伫梵庭出现？为什么那有形象？因为咱因无明，咱家己起心动念，咱即马要恢复，等于佛的本体拢无念就好啊，无念头就等于佛的本体，有了解无？咱变的要互伊无念头，哪做？正确答案，阮的方向，安尼就无念头啊，所以迄妄，所有的妄都尽了，真就显。真一呈现了以后啊，它常住，永远都在啊，常住不迁，不会迁变。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就一直讲，说我们呐，从无始来，一切的众生啊，从无始来，皆有不知啊，常住真心，拢唔知影，拢唔知咱有这真心，性净没体，用之妄想，此想不真，故有人种。意思听出来没有？所以咱一切众生啊，从无始以来，皆有不知啊，拢唔知影。咱有一个常住不迁的真心佛性啊，咱本来拢有唔知影，咱拢用妄想，这想不真，所以才六道轮回。有冤枉无？足冤枉，咱拢无承认，无承认讲冤枉，拢家当作都本来大家嘛安尼，是不是这样？大家拢安尼啊，是不是这样？大家拢嘛唔知影，唔知影讲咱有迄款常住真心，有迄个性净没体，那个性很清净的，又很光明，那个体又很光明，本来都有的，可是不知道啊，还用之妄想，有没有用妄想啊？我们有可能会想说，日常生活内底的事，迄拢真真的，迄看到、听到、遇到，拢实实在在，哪会妄想？所以我们了解说，因为它变化无常，一直在变化。那我们的那个常住真心啊，它永远都不变，永远拢伫咧，拢真呢，拢袂变。所以呢，就是要认识它了以后，就恢复啊，咱的本来，恢复本来咱就成佛啦。讲起来很简单有没有？有没有简单？可是我们不研究的话真的就是不知道不知道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啊全部的一些念头啊都是不真都是呢妄起呀所以叫无明。无明知道吗？我们也时常会去提到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不觉就是无明。我们觉的时间久呢，还是不觉的时间久？为什么不觉呢？
我们为什么不解？又是无明啊。所以知道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只要呢我们保持那个觉，到后来就是一个觉者，觉者就是佛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假如说呢有这个无明，那有无明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起心动念，它就造业，它造了业，我们就是要受苦。受了苦我们一定迷惑。迷惑的时候我们又起心动念，就这样恶性的循环。那我们就在凡尘，就一直的这样呢在过生活，都不知不觉。然后在生活中我们就会遇到很多的一些挫折。这个人际关系或是呢我们整个亲属关系全部呢都会摩擦出现，然后越来就会越不理想，生活问题就越来越多，烦恼也一样一直增加，这样完成值得贪恋吗？真的不值得所以就是要修正，我们把这一些妄的变化的，我们全部看得透彻，透彻了以后呢我们都可以去掉它，去掉这一些假的，然后把真的呈现出来，让我们即心即佛，让我们整个佛性都恢复光明，佛性恢复光明，你俩了，把那个脾气毛病把它去掉，脾气毛病也不很多了，大概4个字就可以包含，就是贪嗔痴爱，大概第4里面了这个佛性里面本来没有，有没有？本来没有嘛把它去掉了就好，让佛性的光明回来，本来就光明的让光明回来就好，所以我们呢有那个章爪秀才悟道记那个全部都在讲佛性的光明，各位都还记得吗？记不记得？章手秀才那个悟道记，忘了？第1句可以了，第2句呢？不错第3句呢？对，念不生的前线。第4呢？胎动被人遮。第5，第6，第7，正4眼无挂碍。第8，好，涅槃生死等空法。不错，我们都能够把它背下来。那个章手秀才悟道记他讲这个内容非常的殊胜，光明那个就是佛发挥出来，极就是佛性本体，照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所以名极照，遍河沙，一粒沙就是一个佛世界那我们的佛性普遍所有整个佛世界非常宽广，我们假如说不解说的话，不会了解说一粒沙就是一个佛世界，那所有的佛世界都有我们佛性在，所以很宽广然后呢这个我们要了解圣人跟我们人
它的灵性都一样，所以那个含灵，都一样的供养，都没有差别。只要我一念不生全体现，这个就是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全体佛性都呈现。我们都在做了啊，有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念不生全体现，然后六根才动啊。六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个。六个我们这个六根动了，我们平常都六根在当下，不能让它当下，让它当下就会造业啦。所以六根它动被云遮已经把我们那个佛性遮住了，看不起了，看不到佛性了，然后呢，这个我们要这个第五句呢，一持烦恼从病，对不对？第五句啊，要记啊，一除烦恼从生病，对不对？我们要除掉烦恼，所以这个念头，各位先生，生发念头啊，那个生发念头的，就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要除掉我们的烦恼，烦恼是从我们佛性本体生发出来，一生发出来，我们要除掉它，要增加一个念头，所以一除烦恼从生病，趋向真如亦是邪，趋向，因为我们已经在真如之中，已经当下就是了，那我们还要去找真如。就已经头上有安头，所以趋向真如亦邪，是已经不正了，了解意思吗？要知道不能说光会背就好，然后随顺誓言无挂碍，凡尘呢我们不要攀岩，各位请记得不要攀岩，随缘，随缘跟攀岩能够分得清吗？我们有希望，希望它达到，那个就叫攀缘。然后我们随顺，随顺他的想法做法，我们呢，不把它呢，这个强制的要达到我们的希望，那个就叫随缘。所以这个随缘很重要了。我们烦恼从哪里来？攀缘来。那假如说不攀缘就没有烦恼了，所以随顺誓言就无挂碍，就没有挂碍了，然后生死涅槃等空，生死跟涅槃平等，都是空中的花，空中有没有花？是假的啦，就是我们瞪眼，然后呢产生的。就是我们暗为色，眼看眼那个看造出来这样知道吗？讲到这头脑一块，一个也没有回答所以这个张所秀才悟道记对我们修道的帮助很大，就是告诉我们反正一切都是虚幻不实在，是假的所以那个在基隆的时候就是一堂课讲那个句，然后呢在浩德在台北浩德讲那个如是我闻，各位都有听吗？那个如是我闻如是我闻就是我们修道的所有重点所在，有没有？怎么看起来都好像很茫然为什么很茫然？都没听到没有努力的去了解它的那个含义，那个如是我闻是释迦牟尼佛讲
说我们修道离不开这四字啊，哦，如是我闻。有没有听啊？回答还蛮多的应该都是有，可是就是不熟悉呀，有啦有听到拢袂记呀，对不？是安尼啦有人听还袂记呀，对不对？这个是默认的还是？我们要理到很多的这一些道理啊，我们听到以后，希望都能够去实践。他实在做它就有功效呈现。它那个功效呈现，就是去妄存下来都是真的。去妄，然后成真。那我们一直在生活中都是去妄，然后存下来都是真的。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是回归到佛的本位了。那假如说我们是只有听，那没有做，那只有听没有做，跟没有一样。各位就可以想一想，咱这么听听拢个放我袂记啊，无听有啥物无？有啥物无共？拢共款对无？有人有听拢袂记啊。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都已经全部都忘光光了。可是只要我们听了以后，然后去做，那做了以后，就必然的啦。咱有做听到就必然的啦，真的就是我们的。所以这个很关紧要。或者就讲保证各位可以成佛，可是你要做。你拢干那听无爱做，保证是无好，了解吗？所以一定要实践、实行，爱做，真正的我们能够呢，在日常生活里面，不是很苛求，就是你有5分钟的空闲时间，你就做万年放下，然后一念不生，这个会习惯。你做了以后，他会习惯，然后习惯以后，你只要有空闲，你就在做万年放下。那万年放下就是把妄去掉，妄已经被去掉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是认假，都是认妄要去掉很不容易。就歹去掉的我都现看到，都现到啊。甲伊讲这我容不容易承认？就是不容易所以日常生活我们就做没放下，那个就是已经在把那个妄去掉，妄去掉，就已经在做了。所以这个里面它有学问在。我们只要肯。万年放下，自然就一念不生。因为我们一念妄动，才落入凡尘。我们一念不生，就可以回去。你知影无？它有很大的学问在。咱拢莫起心动念，就法度转去啊。若咧起心动念，咱就甘愿讲要六道轮回愿不愿意不愿意嘛都买卖起心动念不起心动念了，没有念了，你就可以回归本位，都是佛了。安尼有简单无？真好记你若起心动念，就甲你六道轮回。你若一念不生，就转去做佛。安尼有简单记无？足好记所以若咧起心动念的时阵我爱甲家己讲唔通，我六道无爱真很容易
感觉又是很困难。有时候啊，我们都会想说，这个脑袋瓜哦，就是我的，要脑袋瓜都一念不生哦，还真的是不容易。就是因为啊，心动念哦，太简单了，简不简单？哦，很简单哦，简单就起心动念，他就是要了解到。为什么哦？之前啊，修道就是要关照，因为那个能够起心动念，就是佛性本体啊，不是佛哦，无法度起心动念。啊，所以咱若伫咧关照起心动念哦，都已经伫咧关照佛性本体。那观佛性本体，会当知影本体，它本来常住不迁，性很清净，很净。没有一点那个尘垢，性净明体，光明的本体。可是我们都没有去认识啊，唔捌讲咱的迄个佛性啊，很光明，然后呢，很清净的本体都没有，就差在这里而已啊，还是我们很甘愿啊，当众生，甘不甘愿？不甘愿的话，我们要是一定得要种佛性本体。我们讲了1个小时才讲4个字啊，大乘漏缺。还真的快的时候很快，慢的时候还真的很慢。不过就是要了解啦，了解。咱来了解讲，咱的佛性啊，有遐尔啊宽，真宽。所以各位浅显，当你万念都放下，你就可以想象，你整个佛性啊，伸展到整个空间。佛性啊，都伸展在整个空间。啊，你若伫咧起心动念你拢把迄个佛性集中在你的身上，对无？拢集中伫咱的身躯啊。足细足矮啊，迄佛性啊足矮。那么万念都放下的时候，它就伸展了，很宽广。所以很多人会问啊，说耳根圆通，跟万念放下，一不一样？各位先生，一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就是要了解它不一样的那个耳根通呢，就是要使我们的那个佛性啊伸展，伸展很宽广，那个呢华还在里面，那有法执啊，就成不了就执。他那个万念放下，他已经连这个法执全部都没有了所以呢，我们了解说我们在一个实际的那个修持里面就是要了解到能够使我们的这个佛性整个呈现它本来的功能本来的功能就是很宽广我们都会用尽虚空遍法界整个华，了解意思吗？尽这个虚空，整个虚空全部都是佛性法界法界知道吗？以法为身用这个法来当我们的身，法身。那法身呢充在整个宇宙虚空，非常宽广。那法身成就迄就是佛的佛的师父法身。我们要对这一些都熟悉都认识，都知道到往后我们进入了整个都是佛菩萨，所以我们跟佛菩萨没有两样，是一样的佛菩萨的佛性跟我们的佛性都是一样那是不同，是我们的那个认知，我们认知有偏，认知偏了以后
整个那个佛性就没有办法圆满呈现。那假如说我们的认知跟佛菩萨的认知是一样，然后做法又是一样，全部这个凡圣含灵共一家，真正的就是一家。所以我们了解说大成肉缺，这个很大的成就，可是我们都还好像还有缺点，还不够。那么其用不必，就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没有那个必变，就是整个都呈现在这个虚空之间其用不必。那么大圆肉充圆呢就是圆满大圆圆满整个我们那个佛性呈现在虚空之间就好像呢我们在泡茶一样肉充。各位有没有泡过茶？那个一泡了以后那个整个茶叶那个道都出来，对不对？这个道也是一样那个大道的那个功能作用大圆肉充，它一样的把整个功能作用整个呈现大圆肉充，然后其用不穷它的用我们了解说不穷尽不穷知道意思吗？就是没有尽头一直可以那个延伸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那个佛性的那个功能作用不会穷尽非常宽广。那么大慈肉屈这个大慈一滴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这个道这个第一义的时候它呢就是慈心。那么慈心那个整个全部都是道所以那个大慈肉屈好像很委屈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的这个佛性不离都不会跟人家争执都没跟人争伊拢会退位伊拢会牛人所以我们了解说最呢理想的修养最好的像说我们的六根在争那个前病，可是佛性呢它都不会，只要你争的时候它都退位它都隐藏。各位先生，现在日常生活是呢我们的六根当家还是佛性当家？不敢不敢肯定回答要讲跟有当时有那佛性要讲佛性有当时拢六根所以不敢肯定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是六根当家那一定是造业那拢正业那佛性当家那无业。可是我们日常生活假如说是佛性当家我们一定吃亏佛性当家咱拢吃亏那六根当家拢唔蒙偏唔偏结果拢正业造了业对不对？有没有体会？都是这样六根很强眼耳鼻舌身意足强佛性要跟他争都争不来有时候我们良知良能我们不是讲说每个人有良心我们按照呢那个良心来做就是道，对不对？做出来就是德不变的就是经，不是这样吗？可是假如说我们生活
全部呢都是用我们的良心来做事啊，就拢专门咧吃亏啊，大部分都一定要吃亏，这样的话唔甘愿啦，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讲什么？我要甲人配合暗不拢吃亏咧，所以来配合。哎呀喂，爱甲人配合啊喂，哎呀，不爱吃亏呢，都唔愿唔愿吃亏啊，所以还是跟自己的那个良知啊，良知良人呢。参详还阁参详袂好势啦，有一天啊好啦，吃亏无要紧，哪一天可以啊？我们哪一天可以吃亏无要紧？大概我们不要呼吸的时候，那个吃亏的无要紧啦，我们在反省这个得失啊，都是两边，要了解到，真正的要修持的话，要修啊，一定都爱吃亏啊。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呢，是吃亏的多还是别离多？吃亏。甘不甘？真的吗？现象都是假的那我们在现象就是要先降服。降服呢，我们那个心要想那个占便宜的心能够降服，降服了以后那个时候你觉得真的是海阔天空，整个我们呢不管是做什么都是尽量能够让人那个时候大概我们就可以算是已经修成了。所以在大慈肉躯，就是我们呢都这个是直心是第一义来对待人，可是所有的一切的那一种不如意都不放在心上，好像很委屈一样所以呢大慈肉躯，那么大巧肉轴这个巧就是巧妙就是能够呢把那个所有的一些那个圆通圆满呈现那个大巧，是呢这个表现出来好像很笨拙很笨拙呢，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啦都喜欢呢这个圆满灵巧，可是呢，我们要聊到这个凡尘事都是两边。那假如说我们呢不固执不一定呢要在最好看的那一面，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呢自己的心里面已经可以融通了。那心融通了以后这个管表现出来的形象是好是不好我们都不会在意，都已经不在意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呢这个在对人对事就会比较圆满做出来都不会有那一种缺陷然后大家也会很喜欢很能够接受所以这个大巧肉肘
要先呢降服自己的心。那么大便啊，漏了，大便漏了，就是很会变可是就是很笨拙了。这个导师很不容易呀。我们都是比较喜欢花言巧语那一种笨笨的不变的话我们会以为说他都放弃自己的权利，自己的那个权利都放弃了。其实我们要了解到真正的那个深的一些道理真的是不用嘴巴来辩论都是在那个行为像我们有听过那个金刚经丁分释迦牟尼佛这个入社会大乘起时，他都没有讲话，他有没有辩论？可是我们知道他的意思吗？知不知道？都听过了还不知道他就是没有我相，那个佛他不自在佛的形象里面，佛没有我相。然后呢，这个教弟子们都到一句话也没说，没有法相。然后呢，在最后呼作而作，就是要努力的念不动，所以那个是离开非法相。所以我空了，法空了，非法空了。他有没有在大悲？有没有？他是把那最高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要修呢，就是修到这个程度了，修到没有我，没有法，没有非法，安尼就行啦。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在修的过程里面就是知道说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聚会就有用的，不是我能够主宰，所以没有我相。我们要希望没有我相，很困难明明就一个我才是在，那会讲无所以才那个在正中分第三分才教导我们要怎么样灭我相，就是度尽所有众生成佛，没有一个是我度的，这样就可以灭掉我相了，容不容易？从后面那个导师很困难，可是从前面讲很容易。各位有没有感觉？有没有？从前面那个身体上面这风土众缘，那个都不是我，这样去掉很容易嘛？容不容易？这个各位浅显可能都进入这个实修的阶段了。实修的阶段要从身上要去掉所有风土那个我，很困难。所以就不敢再打了，对不对？又不是所以我们从那个实在的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聚会就有用不是我这不容易的话，那就要从度尽所有众生成佛，没有一个是我度的。两个从两个角度来灭掉我相。了解意思吗？这个了解是了解，不好做。可是呢，我们就是可以从那个真理的角度不管是从所有风土，不管呢是从度尽所有众生，我们都知道就是
这个我的存在是不实在。假如说我们都没办法了解说，这个我其实在存在啊，那有那也无我。可是呢假如说我们用真理的角度来想，过100年以后我在哪里？在100年以后我在哪里？拢无去对不？不见了可是这个我真的不见了吗？它是长存的不见了，只是讲咱今嘛这个身躯不见了而已可是我们那个真那个活性本体它是长存伫咧永远伫咧就看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呈现出来。是要呢去掉所有风土，还是呢要努力从度化众生成佛然后没有一个是我的，从这个角度把自己那个真呈现出来就是这2个能够我们那个叫做亲自己亲自去正验我们那个真心亲证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实在的佛性本体。这样了解意思吗？拢也阁唔听迄2项拢歹修所以还正在这个考虑中还正在想说是要从所有风土去掉呢，还是要度化众生成佛？没有一个是我度的的角度切入，哪一个角度比较好？这有那想法去，不用急着回答，这个可以慢慢想因为毕竟要我们自己本身能够内心里面确认以后，看呢要从所有风土去掉，还是呢要从度尽所有众生成佛，然后没有一个是我度的那个角度切入从这2个2个可以把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能够呈现，能够亲证，还能了解不？好像蛮加大，有没有很重蛮重我们还是这个怎么样？这个已经呢这500几个5050个那个CD 可以反复听然后听得熟了以后有一些我们就可以事先做先去做因为之前我们大部分没有拿嘛，对不对？是有拿吗？我们那个《道德经》的那个 CD 前面大部分都没拿嘛因为或许鼓励说我们整个那个整理包那个一包刚好50片 CD 然后你就容易保存，要听也容易听就可以拿出来听从第1到第50很容易所以鼓励呢各位就一起等到5的时候然后才拿回去现在都已经记下来了所以各位下课的时候就可以拿它还有那个《金刚经》可以拿给亲朋好友拿个《道德经》拿回去自己要拿给亲朋好友也可以都鼓励各位都拿懂这个听熟了听熟就是伊的它就不会消失了，熟了就不会消失了
无成哦，真紧就搁无去啊，所以这个心理心法哦也是蛮上天啊一个秘密的宝贝啊，只要你半年没有接触啊，光了，拢整个脑袋瓜空，拢无印象。你假如说能够去实践、实在做，那个毕业掉嘞，所以那个很重要，所以各位就一定呢，要入得熏习，这个很重要只要你半年不接近半年都不复习，袂记得了，全搁较想嘛想袂出来想不出来的，因为北部都有这一种经验，都有这一种实在的这个事情呈现。半年你若半年拢莫搁听袂记得了，拢袂记很奇怪所以因为佛学讲的时间太久，然后呢以往已经有听懂的一些道亲，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只要超过半年，他没有再复习的话，会记得了，脑袋瓜空，敢若无听到同款，奇不奇怪？咱拢想袂出来想不出来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各位一定要听了以后去做，做了以后就掉了呀。你若有实践、实际做，它就不会消失。那假如说没有实际去做，真紧就无去让你说，有我有听过，拢有做嘞，袂安尼所以各位就要努力听，然后呢实际去做，实践了以后就会拢得嘞啦，规世拢得嘞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大便落纳燥盛寒，这个燥盛寒我们假如说很冷的时候要怎么办？就是一直动了，对不对？像我们前道这个当兵的时候站卫兵，假如说是在那个很寒冷的地方然后又穿了大衣然后会怎么样？规身躯直直叮当，对不？直直叮当，就袂冷烧嘛。各位有没有经验？坤道还有你们也当过兵会冷就一直动而且是记得说当兵的时候在湖口湖口那个海风很大冷还穿大衣还佫足冷足冷的时阵所以每一个咧徛卫兵伊拢踮咱直直咧煮咱直直咧叮当这样才不会冷所以那个燥盛寒是你心里面浮躁就能够胜过那个寒冷燥盛寒那个时候这个现象所以呢因为一般人假如说有经过那阶段都会了解假如说是反过来呢是很热的时候呢要怎么办？哪去烧水的各位有没有那个经验？假如说你一直动的话，会热的受不了。然后你这个浸底的烧水你都卖叮当，热转无去，没有经验。全部都不要动你拢卖叮当烧烧转无去，就不会让你受不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边是静胜热，一静下来
就可以胜过热。啊，所以哦，自己修习内底哦，你拢莫叮当，安尼哦，你就挡袂掉。啊，你若搁进伊个烧水，搁直直叮当哦，你一定会白起，挡袂掉啊。哦，所以这个呢，都是以现象哦来讲，说这个燥啊胜寒，然后呢静胜热，那个静就可以胜过于热，然后清净为天下正，能够这个清跟净，然后为这个天下的正。所以这一篇老子呢，就是讲清净章，清净就可以这个为天下的一个规范，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恢复呢到那个佛性光明，那要恢复佛性的光明，就是呢要从清净着手。清净呢，一着手后，佛性就有办法恢复光明。所以这一篇第45章清净章，那我们要到达清净的那个程度从那个儒家的那个方法，就是格物革除物欲，就是心里面不要有东西。心里面不要有事情，这个很实在的假如说我们心里面有事情，心里面有东西那就没办法清净，那心没办法清净佛性就没办法光明，这个很实际的，然后我们能够像那个儒家教我们那个格物。然后致知，那格物以后那个知那个良知良能正知正见就出现了，然后呢这个义就成，格物致知，然后义成，然后心正，有没有？那个儒家的思想它就有这一种那秩序。从那个格物，从心里面不要有东西，心里面不要有事情，这样的话，心的那个事跟物去掉，然后呢，我们的那知那个良知良能就恢复，所以那个自知，那个知就已经是正知正见，然后正知正见了以后。我们的义就成义，然后义成了以后，心就正，心正以后，身呢就修，身修以后家就齐，家齐以后国就治，国治以后天下就太平。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儒家的一个修持内圣跟外王的功夫啦。那我们呢可以拿来边用，就是要使我们清净，恢复佛性的光明，这样来做就可以达到。这样了解意思吗？还剩下半个小时，就是要给各位这个提问题。鼓励各位贤贤多发问因为有疑必问。有时候呢，我们认为是很小的事情，可是有时候观念不同那个变化却很大。我们把这一些疑难全部提来以后，心里面没有疑难，心里面没有疑就已经感动怕亏还能够呢使这个佛性光明，这个是最重要的。有没有要问
好，请说。今天有浅显哈，有好几个问题要请问刘讲师。好，请说。第一个问题，在道场中常出现处理事件，大多数谋财害命之事。那浅显不明白说，第一点，为本害人者投胎成人，受害者仍未投胎而苦苦追讨呢？第二点，为何杀害人投胎转世，仍可求道、修道、办道，有成仙做佛的机会？杀人不是很残忍吗？不慈悲吗？好，因为各位同学，我们所看到的那个角度啊都不宽广。那有一些追生追世啊，我看他并没有行什么大功大德，可是他的成就啊，却是众人这个所公认的。那这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所看到的是始于这一生啊。那假如说你再多了解前一生的话，那也不多。那一般他会有成就，那个都是要累世。你看之前我们不是有讲一个故事嘛？说有一个师傅要出门，交代他的徒弟啊，说我桌上那个《金刚经》你不要去翻，有没有？还记得吗？记得结果他的师傅不交代他还不会去翻啦。他师傅一交代了师傅出门了，他就去翻了。他去翻了以后啊，结果那个金刚童子就出现了。然后金刚童子说：“主人，你有什么吩咐？”他就赶快把它盖起来，有没有？吓到了。讲那有人，怎么会有人在里面？然后他想一想，阮师傅拢打水，伫咧山骹台甲山顶路拢真歹行。我就要来请这个金刚童子来改迄个做我的病。然后他就第二次啊，就去翻，对不对？然后那个金刚童子出来，说：“主人，你有什么吩咐？”伊讲你都甲我抱抱的啊，互我打水较好行。讲好主人有吩咐的，他就马上会去做。到隔天呢，那个路啊就很平了。然后他师傅回来的时候啊，他说：“我敢会行唔到所在，逐摆路拢无白啊，这个路那才白。他一直回到那个庙里面回来说，对啊，这个我的庙啊，然后呢，他的那个徒弟啊说师傅回来，一声爱红梅，他就先去跪着向他师傅说，对不起啊，师傅，我无听你的交代，我甲你迄桌仔顶，迄金刚经甲你献去。爱讲你献金刚经有看到什么？伊讲有看到金刚童子。伊讲你唔通讲白话，修道人不可以讲妄言。伊讲真是有影，伊讲无你献我看，还有过去献金刚童子一个出，主人你有什么吩咐？他又真的又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啊，那个师傅讲话了，讲我甲你上40年你唔捌献一解身互我看，伊一摆都无甲你上甲你献尔，你就献互看。那个金刚童子讲师傅啊，你上40年，人已经上修40世，安尼知影意思已经修40世啊，你才上10年尔，一世都还未到的，这样知道吗？是不是差很多？所以这个差很多了。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修的时候也是一样，有的已经修了好久，伊拢修来咧等，有时候你看我们像社会人士一世嘛无修的我们都看得出来一世嘛无修，所以你看修了很久了，跟修一世了有没有一样？绝对不一样的啦。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些功德伊都无咧做，那功德要大。
人已经累积啊，足济啊啦，累积足济咱无看，所以那个就不能这样讲，所以要知道说，它一呈现啊，有它的那个眼音，还有静音，静音是即卖修啦，眼音是较早修啦，较早已经累世拢咧修，你若较需要那个西元啊，那个六祖那个朝代，那个时候600多年，西元600多年，那个时候的道人啊，很努力在修，累积的很多啦。你到西元1100年以后，一直到2000年，这个中间啊，都无啥咧修啦。所以我们就很难去去比较，说他的伊的累积的多啊，跟迄个少啊，到底差偌济？所以很多呢都是这一种现象。尤其在达摩祖师西元502年到我们这来的时候，那朝代啊，我们中国人修道是很努力的，一直到西元1135年，那个密录巴以后，才中断。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一定要了解到它的背景，那我们佛性不会消失啊，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啊，永远一直在延续嘛，你一直在延续的中间，你只要说中间都努力在累积，是不是很多？你中间都不爱修，是不是很少？都这样啦。所以那个答案拢伫内底啦，这样了解吗？答案已经出来啊。好，请说。李老师，请问我们本章当中45章，它上面的标题到精进心境跟虚静的差别在哪里？因为那个我们了解那个注解的人那个注解的时候，他会把那个内容呢，他把它呢累积到呢，他是属于讲清净的呢，还是讲虚静的？那我们了解说那个清净大部分是比较属于粗浅，咱太当了解，太当去做。那个虚它就比较有一点各位先生，心虚跟虚心有没有一样？是不是差别很大？你这个心虚啊，表示说你这个没有实质的内涵，难令你心感到不足。那个虚心呢，表示你度量大，你可以容纳很多事。所以那个虚的那个内容啊，它就会比较它一表现了以后会比较不一样，而且它有那个虚啊跟实又有很大的差别。虚就是假嘛，实的是真，是有时候啊，它一表现出来，又不是我们所那个粗浅了解的程度，所以会有大的不一样的内容，所以那个注解的人那注解人的观点所在，他要想表现得多，他用虚来讲。他要表现的比较让人容易明白，用清净来讲，是这样子的啦。好，还有吗？好，请说。演讲真好。好。我也是从来上这个心理经法班感觉就是心性有成长。那之前老师一直有在交代说，我们一直要来上这个课那或许觉得说我们累积以来很多的冤欠刚刚讲的很多的冤欠，那来上这个课或许感觉说我们的心情有在成长，然后我们的冤欠可能就会比较安心或许感觉是他有来上可能会比较好。如果说没有
老师开这个课后面感觉是说也是为了说冤亲债主能够就是先不要跟我们既要让我们成长，后学感觉是这样，不晓得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部分就是说修道的过程到最后的阶段就是正果嘛然后我觉得说在修道的最后的过程之后就是说回到老天那边了至少也要欧文大仙了，因为这是一个目标就是大圣果位应该是得够，不管是说哪一次18000之后，或许就是永生永世就不会再退了是不是这样？大圣果位又是在我跟你讲的是哪个阶段？我们呢了解到这个性与心法，它就是一个绝对体，没有两边互相对待。所以那个冤欠，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之所以会造成这个冤欠就是我们在六道轮回之中有一些事情处理的不是很圆满，那不是的很圆满就是我们也当时不是说就是有心去促成，而是说这个无意之间呢造成的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修持的这个过程里面这一些呢都是可以弥补，都是可以把它呢这个就是呢调整过来，所以那个等于是都可以消除的所有那一些冤跟欠冤欠都可以消除，都可以去掉的啦那个是假的不真所以我们了解说当我们的这个心量一扩大了以后我们也可以去原谅别人，那别人也一样他可以原谅我们所以都会消弭掉。那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这个修呢修到最后就是要证悟了。那证悟本性都是可以回归本我们每一个都是佛啦，都是菩萨我们要知道说呢现在呢很多比较早一点这个归空的呢都封大仙了就是说他在完成的这一些努力我们也都看到有努力就有一个那一个果位啦有一个安心啦，所以你去做的话你就会有那个果位呈现。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呢希望就是能够回归到自己本位就是成佛了成佛呢才能够这个千百亿化身。那假如说我们是成大仙的话要千百亿化身那个功力还不太够要教度众生那个还没有那么大的那个能耐所以呢就是修的时候就是自己都是很正确的那个理念来修的话都可以回归到我们本来是佛的那个本位本来都是佛啦，因为我们的那个观念那个认知有偏差，所以才比较那个在过程之间就有那一种极限说万八逍遥是万八这个期间让我们逍遥，然后过了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业债还要了。那我们在这个发心的时候就发大心就是发菩萨心不是说自私自利就好就是希望所有众生能够成佛，也是毕竟可以成佛只要我们从这个角度去一直熏习，那绝对是可以可以成佛的，这样可以吗？
还有吗？还请问？好，请说。好，我想是好。或许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啊，有很生气，对不对？生活中很多声音。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在生活中做耳根圆通，就是不要加入我们的心意识，然后呢，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就是谈不清里面，那这样子生活中就可以做一个很圆满的耳根圆通。好，请坐。这个我们呢，之前啊有把那个耳根圆通啊，就是想着加以这个解说，因为呢大部分这个耳根圆通呢我们就是要把佛性延伸呢到整个这个空间，所以它的那个比较使我们这个信心方面不足，我们的那个信一般对自己不生不灭佛性都没有说很相信，不足的时候我们呢借着耳根圆通把那个佛性把它呢延伸的更宽广。那呢在做耳根圆通的时候就一定要记得，第一个就是耳朵的听，第二个呢就是闻，闻呢就是我们听到声音加入自己的心意识那第三个就是闻性，那闻性各位同学就是佛性所以我们要做耳根圆通呢，就要用第三个那个闻性，就不要用听，也不要用闻用第三个闻性。那用闻性的时候就是这个我们能够听到的那个就是佛性能够听到的那个佛性我们用那个第三个闻性。那第三个闻性的时候就不要用那个第二个的闻，因为闻我们听到以后加入心意识加入心意识我们就有分别心那个用耳根圆通就是分别心不要用用分别心的时候我们耳根圆通做不成做不起来所以一定要用闻性。用闻性就是那能听到的是谁不以所听分别染净，能听讨个消息，能听那个能听的能听就是佛性所以我们就是能听所以在那个耳根圆之后我们那个闻性非常宽广。比如现在外面有小鸟的声音我们能够听到能够呢听到电扇的声音，我们也能够听到听到就好了就是只要再能够听到然后呢我们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听到静悄悄的是谁，那个能听到就是佛性所以这个耳根圆通就是要说能听到的那个，能了解意思吗？不要去分别不要去分别说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好不好听对吧？就已经呢进入那个闻，就是心意识进入心意的话就分别心有分别心那个就变成佛性的功能作用，就变是本体了。那我们耳根圆通是要把本体认识，是要认识本体所以认识本体的时候这个时候听到声音，那个听到的是谁是谁只要就是要抓个听到静悄悄，听到静悄悄的是谁？听到声音，那声音是谁？还没了解，知不知道？怎么反而都迷糊呢？
了解吗？所以这个耳根圆通呢，跟那个万年放下有一点不同。万年放下是要把妄去掉，可是这个耳根圆通啊，是要抓佛性本。你了解不？还有吗？对呀，就是要问，不然这个人差得很微细。你心意识啊，分别心跟佛性本体啊，差得很小。心意识是佛性的功能作用，然后我们耳根圆通是要抓本体，不是要去找功能作用，差很小啊，差别很小。还有吗？还10分。这边有前贤问说若你不来的人，多年后颠覆道场，控制当有6点使道场受创伤，已知是否要担责任？因为当年看他是好，还会引渡他进道场。我们都会有出一些牵缠挂碍。要知道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在这个我们的道场之中的一些人分那个就是承担了我们就是在这个修持之中呢要有所承担。那我们要了解到它也一样有一个限度，有一个它一个刚好的一个角度，就像老祖所讲的这个有啊，就观角；无呢就观妙。它有它的那个极限，不是你即马做人就要保证伊生囡仔，没有那个事啊。所以有一些都有它的那个极限那个所在。还有吗？还有？这边还有。还有啊？有很多问题。好，你问。第二日方尊者为何要用身口意做供养之物？那么第二日方尊者修行为何那么受苦？我们天道的成道前贤修道有那么受苦吗？假如说呢，你先看到那个弥勒รู巴的前面，他害死很多人，有没有？他那一些受苦啊，就是讲伊害死的人要甲迄磨掉啦，要甲伊迄个害死人迄个心啊，甲磨掉。所以每一件事他做的事啊，叫伊去山顶起厝，起来讲我所在选唔对啊，地点写错了，搁下来，然后把这些建材搁刷过来这边山。那个就是磨练啦，要磨伊的迄个太人的迄个心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他的苦啊，他只要说没有害死那么多人伊敢若害死20几个人，对不对？他只要说没有害死那一些人啊，他就不用受那么多苦。就是因为有。他要把那一些全部都磨掉，迄受苦就是咧磨的迄个杀人的心，要把它磨掉。最重要我们就是不能那个杀人的心啊，不能有。所以那个受那么多的苦啊，就是磨掉他的那一些以往所造的业。较早所种的业要甲磨掉，这安尼一直，所以你看因迄个马尔巴，因迄个老师啊，一直拢安尼凶恶的面对待伊因师母拢用迄个好面对待对无？因师母甲因师母讲听后伊若唔惊我的时阵我就教袂惊，有无？有没有？关键点都无看出来。因师父甲因师母讲啦，听后迄个弥勒รู巴，伊若唔惊我若安尼作凶恶，伊唔惊我
我就教袂行啦。我教袂行，伊的遐个学哦，我就起袂掉啦。我起袂掉吼，我袂使教伊功夫啦。安尼知影无？嘿啦，咱都爱看迄个关键啦。拢看看就有咧看，就唔知影伊讲啥，就无效。还有吗？还有4分钟而已哦。这边还有。还有啊。好的。请问说，1天24小时都一生不念，有可能吗？当老师的得思索教材及如何因材施教，上班得计划设计产品及如何生产赶工，当主妇的也得思索计划餐汤等等。各个角色都有起心动念的时候，又好比修正者没有起心动念，如何做出寄语？让我们来研读。所以如何24小时都一念不生？这个讲得很好，可是我们就是了解那个叫生而不生啊，不生而生。你若拢袂晓做半项，你就做草头人就好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一念不生啊，那个所生的就是所有众生都成佛了。他所生的念头啊，所有众生都成佛，就是所有众生要怎么成佛的那个方法，他都是所有众生都知道。那个啊，就是生，生而不生啊，不生而生，那个叫做已经进入不生不灭。那假如说我们要安那煮菜，拢无去修，你炒出来菜就这样吃。懂意思吗？已经进入不生不灭的那个修持领域。那不生不灭的修持领域你讲我现在叫你进来修的，这样对不对？这个叫生灭啦。你现在认真对不？你有懈怠的不是灭了吗？你的生灭是不是叫修道？不是。那个不是修道，所以就要进入他很努力修，不修了，没有事可以修，没有法可以修，就是进入不生灭的修法。他就像一人等下个未困的。那会讲这个我还听不出来这个才叫做妙法要了解到修而不修，不修而修，那个已经进入不生不灭的修持方法。你很努力，表示说你在灭。你现在很努力生过一阵子懈怠灭你修生灭，修什么道？哇，就像一个拍梁，这个才叫妙法这个我们就是要了解到真正的妙法，就是在我们奥妙的佛性里面。下课。各位人师、各位讲师、坛子、各位天行，大家好。不学三道天师的天天大德，以及感谢你各位天行给不学机会学讲。我们上个礼拜呢，有天贤问到说，我们不可能呢的因念不生还记得吗？所以各位人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在这个追求这个性与心，它里面也有很让我们去追求，让我们去努力的地方。那以往呢，或许也没有把这个角度向各位说得很详细。那我们从这个释迦牟尼佛
要进入这个涅槃，就80岁的时候，那个弟子们就是在问这个释迦牟尼佛，说你从31岁证道，就是成佛了，一直讲经说法到80岁，久不久？然后弟子就问，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啊？你是将近40年所讲的道，这一些呢，我们怎么样处理？释迦牟尼佛回答：我一个字也没说，讲了39年，这么努力或者都讲，他讲了1天1夜涅槃经，那或许只有超1/10就超1年，每天晚上超好几个小时就超1年，有没有说？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说？那他在入灭的时候讲说，我一个字也没有说，是讲妄言吗？佛绝对不会讲妄言，讲的都是真理。那佛为什么会讲我一个字也没说？知道他道理在哪里吗？知不知道？可能呢，我们都没有这详细听到那个很精华的地方。之前有讲一个台湾的那个佛学博士跟达赖喇嘛在纽约会谈，还记得吗？达赖喇嘛有问2个问题，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嘴巴说记得，心里面说我拢会记得啦。对，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可以问问题吗？然后我们台湾那个佛学博士，他就回答说，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然后达赖喇嘛第2次举手，他说，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了，有没有？我们印象还都很深刻。那为什么佛学会讲这一段？就是它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在。那个达赖喇嘛他也没有给台湾那个佛学博士绕苦，没有了，没给他绕苦。只有这样已经都过了，事情就过去了。那我们这个看，我们在看那个世界有50几个国家上转播了，那个所有的那个转播的人以及呢那个支持的人他们都不知道答案，都不知道在做事，还都因为讲话那样。可是各位姐姐，它里面这个达赖喇嘛第一个问题我可以问问题吗？我们那个台湾的高僧回答，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这个就是起心动念了。有一个我讲完了，有一个能讲的我，有没有？这个我相很鲜明，然后我所讲的那一些理所讲的法也都很鲜明。它有能有守，有能守就是有生昧，那有生昧我们不追求，那个不是真理所在。所以第2次问的时候他说，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那个不是记性很坏不是讲无记忆不是不是哦，那个是记性很坏，不是哦。那个是讲无记忆不是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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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讲无记
才一点点时间而已啊，一定会记得的。那为什么他这样讲？就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之中啊，不要有三心。刚才要问，刚才已经过去了，各位知道吗？都过去啊！我拄则要问的，拄则都过去啊。它都很高啊，很高学问，过去啊。就是不要有三心，不要有三心啊，我们就不会被三世摄受。三世啊，过去式、未来式、现在式，它去不会丢了，去不会丢。去不会丢，我们就不用六道轮回，重不重要？这就是很重要。那么释迦牟尼佛从31岁成道成佛，一直讲到80岁。他说我一个字也没说，有没有讲妄言？有咧甲咱骗无？那为什么知道他一无甲咱骗？就是他没有能讲的我相，没有所讲的法相，就是没有能手，没有生灭。他是随着弟子们的问题回答，心中都没有准备，回答以后心中也有记忆。这样了解吗？所以呀，没有起心动念。这样我们上个礼拜啊有前贤部嘛，对不对？说我们在生活中啊，这个不可能说不起心动念，不能没有念头。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啊，我们就是要想自己呀。念头之中呢，它是属于生灭的呢，还是属于不生不灭？有没有很深的道理？咱普通都不知影都不知道啊，知不知道？我不知道说我们生活里面啊，到底有多少的生灭心，都不知影。所以我很好，能够提到这个问题，提出来问，不可能啊，不起心动念的，那我们就可以回想，我们在生活之中啊，是有很多的念头啊，都不是起心动念，那个是应该要有的，有没有？都没有想到。比如说有人来了，要不要打招呼啊？那个打招呼要不要起心动念啊？是不是很自然而然？然后这个跟我们这个交接以后，代志拢做问题啊，我们放不放在心上？这呢算不算起心动念？所以就是要了解到。很多都不是的啦，不是我们在生活之中啊，在起心动念，而是应该要面对，应对进退呀，我们在生活之中的应对进退呀，那个都是应该要，可是我们都不记在心上，那会记在心上各位贤贤，我们就是要了解，是始于心意识。心意识啊，我们会记在心上，而且会落入利害，有利害关系。那有利害关系我们就会很强烈的全部人都把它牢牢的记在心上，然后往后起心动念。起心动念的时候啊，都是在千般计较，怎么样才得到利益？怎么样才不会吃亏？这样对了吗？是不是整个啊，我们在修道的里面，跟在做人的方面，都会啊，
很鲜明的把它标明出来，有没有？那俗语呀，千般计较，有没有生昧？有没有利害关系？这个都一定有了。所以我们是要知道，已经进入到呢这个心意是很强烈，然后都在起心动念。那我们这一生一定是造了很多业，往后再来一定都是受苦了。因为那个业很深，我们的心意识又很厉害。所以我们在推广说追求万里往下，因为不生。那真的是实际让我们把妄去掉。万里都是妄，那我们把这个妄能够放下了，生才会现。所以我们也都生了这么久了，也都知道我们真心所在，知不知道？找到了没有？有没有自己很把握的说，我找到我的真心，即因即佛的那个心有没有？这样都没有把握。我们要知道根尘相对六根六尘相对产生的六识那个都是生昧妄心，那个心不能拿来修道，那个心修道是不会成的。有印象吗？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根尘相对，它是变化无常，一直在变化。我们不能拿变化的心修道，我们要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用那个心来修道，那个心才会成佛，对吗？这个一定要认识这个不认识不成。假如说我们是用那个根尘相对的六识心那个变化的心来修道，那修不成。修了很久起起落落，那用我们那个真心常住不迁那心一定成佛，了解吗？所以或许都一再强调了，因为这个很重要。六识心跟真心是很大不同。我们年放下了，一年都不生。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真心它才会出来。那假如我们在生活之中，在日常生活之中所用的都是六识心，都是妄心会变化。根尘我们六根对着六尘产生的六识那个都不会说不变它一直在变。所以我们不能用这个心。各位有没有体会？根尘相对的心它变化的情形有没有？在生活之中我们可以详细去体会。我们眼根然后对着色尘，形象在变，那眼根在看在变，心在变，有没有？我们看了看形象，形象在变化，然后我们的心就跟着在变化。那是一种会变化的心我们来修道，道会不会变化？就会跟着我们看形象一样变化。那道会变化，这个要不要修？就不实在了，不切实了。然后我们就是了解到，把万年放下，一年都不生。这个时候，他那个常住真心
那个整个呈现，它呈现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时候都这样，不会变化。我们要用这一种不会变化的心然后来修。所以历代的一些禅师才讲即心即佛，这个心就是佛。那我们的六识心那不会是即佛啦，那个时时在变我们有时候善，有时候恶，善恶整个都呈现，那个怎么会成佛？所以一定要认清我们的不生不灭的真心。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把《楞严经》已经拿过来了。那我们这边开始印大概我们下礼拜这就可以拿到。可以拿到各位可以先看。那个整个那个经的名称就有20个字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知菩萨万行，守楞严经。或许有不把它写完了，还用2个月的时间呢。这个机缘成熟了。本来也没有要讲这一本，然后开始促成后学动了那个想在这边讲的心就开始说我们这个《道德经》还没讲完，还有蛮长的时间我们可以先把那个楞严写下来，先让各位看，然后或许也是觉得啦。在我们来讲要接受那个《楞严经》有一点深的，慢慢的讲。各位有没有耐心听那真的是是密教布的很深的你看如来密因，要成为来秘密的原因然后我们可以修正，可以证悟到成佛。保证的啦，那个佛释迦牟尼佛保证，只要我们研究进入绝对可以成就了。他后续在写我就会觉得说有一点自不量力，想过头关的花门想对戏。不过已经这个写好了，写下来，还时间不长才写2个月2个月就把它写成了。这个大概各位前贤下个礼拜我们开法会嘛那有来的话假如说有印好就可以拿回去看。没有再慢1个礼拜再就是可以先看。那我们呢要到《道德经》讲完才讲。那因为蛮深所以先看会有印象。后学在写的时候也写得很口语化，就好像后学在讲话一样，就把那样写下来。那假如说你看那个字很大的，那个是本文经的本文，写的字很大。那没有解说的话，表示说那个佛讲的不实从经的本文就可以了解意思。那没有了解我们讲的时候再来讲。大部分呢都那个解说会写得很小字也就大意细意就细意已经完成了。所以呢就是了解说我们要追求就是一定的要达到那个目的要目标一定要达到要成仙做佛，绝对可以成就的。那我们那个开始讲这个40几章，46。
这个46章知足，或是常足，知足，我们都知足常乐，知足就叫快乐的，所以这边的这个46章，我们也已经有今天第27次嘛，对不对？刚好我们前面25的时候25次CD 有50片，就有记下来，刚好一个小整理包，都有拿回去听嘛？有记300，300套，可是好像会像100套嘛，这个亲朋好友也可以拿给他们听，这个真理部分呢，信息的越多，对我们帮助越大，我们的那个心胸越会宽广，各位跟后学练功夫，有没有？那个心清自然凉，这个心不清就会很闷热啦，这个很奇怪，或者这个嘴巴很怕风然后只要一开冷气规个拢打扣扣，没有那个那个口水可以滋润的那个整个喉咙，他讲不出话来。那或者一直在想这个可能是老师跟我讲爱好因大家讲心得，对不对？有没有？这些人报告一下心得，都已经这么久了，拢你一个人在讲，现在我讲，有没有这样？有没有？你阮大家讲的才会呢有这个现象，说好你嘴巴讲不出来，我讲。有没有人这个要自告奋勇起来讲？有没有？说我们听了将近2年，到9月26嘛，就2年了啊。我们的2年是2年来的心得，2年都没有心得啊，有没有？哇，人赢了，等你叫我再讲。然后呢，又开始讲这个《道德经》老子所阐释的那个知足章第一，天下有道，却走马以分。假如说呢，这个天下所有的都符合这个真理，天下有道，全部呢符合真理的时候那所有的马马呢就是那个用那个粪来这个做肥料啦，伫个产的拢会当做肥料，所以就是最理想的状态。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用那个马粪来生产，来呢这个加强所有的一些生物的那个生长。那假如说天下无道龙马生于郊。天下无道呢，就是这个征战，各国呢都在争那个争那个土地那争土的时候就有战争，那战争呢，有一些马就没有办法到田里面用它的粪来增加生产，这所有的马都变战马，所以呢，这个马就生于郊，所以在这个郊外把那个本来是要生产的那些田地全部都当马在奔驰了，所以这个天下无道的时候那个人就是水深火热，
都是生活的很苦，没有种植东西呀，就吃的东西都缺乏，因为战争的东西都生不来，所以呢老子啊他就很感叹呐，说天下有道的时候啊，整个都很理想的状态，可以万物啊都一直生花，然后呢大家在争那个这个天地的时候啊，争那个整个那个领导的时候啊，那个战马都呢把所有的生物都摧毁了，所以老子接着就讲说，罪呢莫大于可欲，就是想得到那个国家想得到那整个那个权柄，领导的权柄那个就是可欲，罪最大的罪过就是可欲，所以我们可以运用到很小的地方我们知足的时候就会尊就没有那个可欲我们想要可欲就是想要那想要的时候跟知足跟比较有没有一样？绝对不一样，对不对？咱若拢比较拢无欠嘛，迄生活就快乐的。咱若是讲我要爱，可欲就是想要。我想要就是最大的罪过，想要。这个有时候很多事情都没事可是想要就有事了。所以那个罪莫大可欲我们要把那个罪消除就是要把可欲消除。各位浅显欲的心强不强？我们自己判断自己判断自己可欲的心强不强？不强然后不用再增加什么就可以生活得很高兴了嘛，是不是？心里面会想说，再加一丝就好了，再一丝都，不多，一点点就好。可是这个一点点就是可欲我们要了解到要转换知足地久。转换到知足，所以我现在已经日用不缺，你吃的、你穿的，你困的、你用的，拢够。各位在生活之中够不够用？都够用了唔免再追求可欲，对不对？可以知足了，对吧？也唔会答的，会想说我这一生这样过的话就完蛋了是还想有所作为所以那个可欲的心都会还很强。我们要了解到会促成我们生活上的变化这个可欲它扮演的角色很强只要可欲嘛，一点就好啦，这一点可是这一点拢袂完全一直的加一直增加，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罪莫大于可欲那个最大的罪也就是可欲。然后呢，祸莫大于不知足，祸就是灾难。灾难就是讲咱无知足，无知足就有灾难。各位承不承认？无知足就有灾难，对不？就有灾难会降临。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最大的灾难降临各位浅显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生活上的摩擦啦。我们生活上的摩擦，从最小的家里面。那个不和开始有摩擦，那个就是祸，就是灾难。
所以一定呢要知足，知足了以后啊，就不会有那个灾难，灾难就不会有，祸不会有，所以从最小的我们要知道说家人这个和乐在一起啊，这个是最难得啦，家和就万事兴嘛。那家和一定要从最小的地方啊，这个所有家人一起，他都没有很大的野心，他都呢很知足。这样的话整个家人那个心全部啊是一条心，拢无一个欢乐的心会出来。那假如说我们有太大的野心那家人他会想我们那里面某一个他就没有办法那个心能够相应，就是没有办法心都绑在一起。他知道说他呢这个给他的那个水太少了，伊都爱去高粱活动的所在伊才带掉。虾米咧大千水伊拢带掉。那这样的家人合不合？合不起来所以我们要了解从知足为知足，给家人拢知足，按你来家人的心就一条心，就很相合了，所以就能够培养那个叫最亲的那个亲的感情全部可以培养出来。那这样的话，整个真的家万事兴啦，万事就可以很兴盛。不管做什么，只要一提议大家呢都赞成。那假如说你在生活之中虽然外表是很和乐，可是呢内心很大的那个可欲，有很大的那个欲得想得到，这样的话那个是外和内不和，内面里面不会和，所以这个是要从生活的细着手。那生活的细节又要从我们的内心着手。内心就是要了解到追求再怎么大的成就，我们一口气不来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带得走所以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追求那一些外在的成就到后来都会后悔。可是等到后悔的时候都太慢人生都不能够重来。我们人生可以重来吗？决定了就不能重来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就要拟定哪一个是值得我们追求的。我们在生活之中最值得追求是什么？那我们要全身全心投入追求，真正的让我们能够全力以赴的追求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就是属于真理部分。真理部分可以让我们全心全力投入。我们对自己的佛性认识得很透彻，那对所有外在的就会看得比较平淡。那外在只要我们平淡了，形象就不住在形象烦恼就没有。那没有烦恼，生活就和乐，生活快乐精神就能够饱满。精神饱满我们佛性本体就光明。是不是都很容易然后很轻微，不会要我们赚100万1000万那么困难，对不对？大家都想要赚100万我们要了解到那个金钱我们够用就好了。
我们现在的一种社会这么的富裕啊，不会说吃袂饱，然后穿袂烧啦，会不会？不会嘛要求一个要吃饱穿烧真简单，对不？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的条件这么的富裕之下，然后我们努力的朝着佛性本体不生不灭这方面努力。这方面只要我们一分用心它就有一分的成就，越来越光明越来越笃定，然后呢我们越修就越高兴那个人都不同了，对不对？没有人同意啊。我们在实际的这个生活方面我们就是要了解不是以物质来炫耀于人，而是要用德性。那德性的发挥就是要自己本身有那个包容力有那个容量能够容纳所有的一切，然后呢又能够帮助人然后又不住形象帮助以后都把帮助的事情都甩开都不记在心上这样呢真正的就是以德来感人。所以我们有讲过淹没而雷声，有没有？我们可以体会淹没淹深渊就是很深渊的淹没，它都呢不炫耀都呢这个很这个实际直接的去帮助人可是它呢那一种做法会让人很感动那个感动的情形呢就好像那个打雷的声音那么震撼淹没而雷声所以我们在修持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真正的可以到达司机而龙现，都还记得吗？最后一句呢我们神动而天随，神动就是我们的那个心念，心念呢就是神，然后神动天理都跟着这个呢是我们最值得追求的虽然都是这个不显耀无讲比徛在人的头前，可是它是最值得我们追求，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成就到达成道成佛。那我们可以成道成佛，就可以脱离苦海，我们可以千百亿化身，可以度化所有佛世界的众生最值得我们去做追求所以要知道说我们一生都是很短暂一转眼就过去了不会呢在像我们佛到现在的时间这么长再来一次不会有了所以能做的时间都不多我们就把握时间，然后呢改掉自己毛病脾气不能修道呢不能有情绪各位要记，修道不能有情绪，有情绪就是六道轮回，就是众生没有情绪了就可以走入圣贤的行列所以不能有情绪我们呢要慢慢的那个情绪都改掉。各位还有情绪吗？这个导师很老实啦，有这个情绪很不容易去除掉只要落入情绪都不讲理啦不讲理修道就沾不到边修道第一个就是要讲理要理能够通达那个才叫修道理不通达呢
就没有再修道，所以一定都是要同道，我们呢要自我勉励呀，这个别人没办法替代，而且不会说明天这个醒过来的时候所有的脾气毛病都去掉了，都是要自己呀，知觉，然后自己去改，自己已经发现我有情绪，我有脾气，我有毛病，自己发现了以后，然后呢自己去改，只要呢我们能够改就可以去除掉。那去除掉了以后，我们自己本身也会很高兴的，就是说哇，原来做一些不是讲我生来就安尼啦，都会使改。所以有一些我们都会听到我的生性安尼啊，有没有？那个就是护而不谦，不想去改才会这样说啦。那我们呢，就是了解到天下事都不是固定的，假如说是固定的，我们都不用修道，不会成固定的就是因为不固定，众生可以成佛。因为不固定，你众生呢可以进入三恶道，因为全部都不固定，所以人家做好，人家做坏，或者都讲欢喜得恶，现在都被崩出来了欢喜得恶啦，看你要欢喜做仙佛，还是要爱欢喜做恶鬼，做恶鬼好无？那个肚子那么大那个喉咙那么小一定是恶鬼嘛一定是恶。那可见呢，他在生活之中一定安尼一仙钱拍24个角，有没有看过那种人？要他帮助人，他都不愿意的那有的是非常热心的，可就是那个50摸洗之气。以前我们不是讲过嘛，那个50一个月才敢扣，有没有？所以那个50出生的人好一切杂事，那个有一点天生那我们了解说有一些呢热心肠的很多，也在我们台湾来讲看到那个那个比例很高，因为有一次这个去一个新的那个堂去讲课结果坐公车本来公车站牌下车就到佛堂，很容易那一天那个2个公车开在慢车道，把整个慢车道刚好都塞住了，2个因为擦撞在纠纷了，那或许想说叫起来了我来行就可以到，所以一下子提早一个路口左转，哇不得了了，有的拢袂离呢当一声唔知要行位倒去然后就赶快问人问讲我要加迄个中明国中的伫倒一站落车，伊讲抑阁足远的呢，你倒正边几倒边直西真的你就会了解说我们在我们台湾生活热情的很多了大家都小心要甲你报报到安尼讲是要甲你来行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人的那一种热心都是在只要有那个机会都会把它呢发挥出来。那我们呢就是秉着那种帮助人的心他们或者是观察到他们所有的一些给你报路的人，他们都没有什么要求什么目的，也没有什么利益都没有，但他的热心那里面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人性本来就是很强的
都是很善良。那我们把这方面呢，都能够发挥就好了啊。所以在这个修持方面，我们要自己呀，能够呢这个不可欲，然后呢要知足，底久，然后呢不进入那一种内心那个私底下的那个追求。那么救呢莫大于欲得，那个救就是过错了那这个过错我们要欲得想得到最大过错。在生活之中呢，我们都可以自己体会我们那一种欲得的心都很强烈。各位心里有没有想欲得？有没有？来回想一下，有，可是不知道要欲得什么。我们就是呢，要了解到说，最大的那个过错，就是我们想，毕竟呢，在凡尘这个有失啦，然后那个得到的也不会久，它呢这个时间也不会久，所以呢那个欲得，我们呢也就一直追到它的那个结果。那追到它的结果以后，那一种欲得的心也会淡薄。那只要我们呢对欲得的心淡薄，那所有的过错大概都消失了。所以老子最后做结论就讲，知足之足常足矣。就是我们要知足，当知足就拢规个整个都常足了，都不缺了。我们一生之中呢可以都不缺了。那只要呢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过得都很如意的，就好像是在天堂一样，像不像？我们假如说每一样过得很这个不顺心都很不顺心，想得到都没办法得，像不像在三恶道里面？像不像？所以我觉得假如说我们有太多的那个妄想心想得到很多，倒可以到大医院那复健科的去看一看。复健科可以有去看过没有？那个大医院的复健科，像我们走一步路很容易，对不对？我们去复健科看人家走一步路容不容易？很困难所以我们去那边就会想到，家己够幸福，实在会走路尔啦，会走路就幸福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到那个复健科看人家吃一口饭，容不容易看人在甲吃踮边仔看，都要较有耐心的。你咧看的中间你会想讲我伫咧食三顿拢遮尔遮尔顺的，有没有？当食饭会当行路，就真幸福对无？咱平常敢有安尼想？绝对不，一定没有啦。会行路会正常，会食饭嘛正常，对无？结果只要我们一失去了以后，要他再回来，像说有时候我们这个没有生病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怎么样。一生病了一感冒了，一中暑了，再回过头来看自己身体好好的时候，怎么样？
哦，真幸福，有没有？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真的就是人在福中呢，都不知福啊，唔知幸福。好像现在各位在想，我若出来迄冷气间一定真凉快，我踮遮热，皮或是煎熬，这点功夫好你啦这个到有另外的研究班啊。你说我是从那个心理心法练出来的呢，我那个怕冷不怕热，很厉害。我们那个讲这个第47章天道章呢，是讲知见天道知见。不出户呢，知天下，就是呢，唔免出去外口，不用呢到外面去呀，就可以知道呢这个天下。不窥有见天道，那个有啊，都是窗仔门啊，唔免去看迄个窗仔门，都会当见到迄个天鹅，所以这个老子啊，就跟我们讲，在我们呢这个本身。咱的迄身躯内底啊，我们身里面啊就有天地啦，所以要知道呢，天地啊，不用呢到外面去，也不用呢看呢从窗户去看，观察我们自己本身呢，就可以啊整个天地啊在身上。所以呢，在我们研究这个心理心法，最重要就是那个山河大地是从我们的真心所生发，这一个观念或者说要让咱众生接受真的是很困难，困不困难？山河大地跟我的真相关系，对不对？到现在为止一定都还这个疑问，讲山河大地一定跟我的身躯无关系，然后呢，或者都一直在讲，说整个天地之间整个所有天地都在我们的性分里面，整个山河大地之中万象。整个万象的呈现都在我们性分之中，拢在咱的本性内底所以我们要研究所有的万象万事一定要从自己佛性呢本身来研究，因为呢都它生发，所以才有一句虚空无相，一觉诸相花卉，有没有？那个虚空就是咱的佛性本体它没有形象它呢不拒绝所有诸相山河大地也好，万象也好，它都不拒绝它生花所以老子我们要知道说《道德经》里面所讲很多呢都是讲这个讲这个呢你看从开始那个第1章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那个常无跟常有常无常有是常永远都在常住不迁常有常无常有跟常无两个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所以我们要常有观徼，常无观妙，了解吗？常无的时候，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真空，然后妙有，所以观无的时候那所有的无，我们了解有都从无出来，
然后呢，观这个无的时候，会生有，观有的时候啊，它又归无，有跟无两个合在一起，永远都在，永远都不变的在，常住不迁。所以各位，假如说我们下个礼拜没有来上课，就是开法会。然后呢，各位有来的时候拿到呢那个楞严经啊，里面那个比较好的那个一些佛讲的说从无始来从无始没有开始啦，我们一切的众生啊。一切的众生从无始来，然后这个就是不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那个佛性那个常住不迁，然后呢我们都用妄想我们不知道那个佛性本体性净明体用之妄想，此想不真呢，故有人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前头而已，到中间它有一段就是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寻之色身，然后逐念流转，诚不开悟呢，性净妙常，不寻所常，追逐逐诸生灭，由是生生杂染流转，若去生灭呢，守于真常。常光现前，根尘世心就应时消落，想象为尘，事情为果，二句远离，则如华严应时清明，云何不成无上之觉？这个释迦牟尼佛明确的就跟我们讲，说我们一切众生从无始来，我们开佛性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它是永远都在。那我们来的时候诚不开悟，就是不曾去开悟。性净，我们那个佛性它是清净的，三点水在一个正，性净妙常。我们本性很净，然后很常住，不寻所常，我们不追寻这个常住的真佛性，然后追逐逐诸生灭，追逐生灭我们都去追逐生灭。我们呢，假如漏去生灭，把生灭去掉，然后守真常，真常活性那个本体真的常住的守真常，我们的常光，我们那个佛性的光就会现前，常光就现前，然后根尘世六根六尘六世应时消落，无去六根六尘六世都无去想象为尘，我们的念头想跟形象都是完成的成果，然后事情，我们认识的，我们的还情，我们在还成用的情，这个都是垢，污垢、垃圾，想象为尘，事情为垢，二句远离，想象远离，事情远离，则如华眼，你看华的眼睛，就是我们道眼，应时清明，那个所有一切妄的都去掉了，我们呢华眼应时清明，云何不成无上之觉？是那没学会，绝对行。你看佛讲的这么透彻，这么详细有没有信心啊？先把那个里面的一点点内容因为或许看到楞严经的时候就把这一个这个佛讲的句子
一届就甲记起来啦。我讲吼，我读吼都无遐好咧，拢都爱6届才记得掉，干那这吼一届，就只有看到哦，那个佛讲的这个，自然我把它记下来。我讲哦，这个有够好呢，你看一切众生为众生的阶段，到允而不成无上之觉成佛的阶段，也为众生甲佛都安尼过来一条路，顺呢。有没有一点印象呢？所以各位拿到的时候你就先看一看，底下都一样，先给标明，然后先把它记下来。里面很多都很好了，还有那个十环显见，各位有没有听到那个十环显见？好像在如是我闻嘛，有讲到第一环显见有没有？那个里面也有详细说，就是先让我们有印象，可以从这一些比较肯定的佛讲的，让我们心里面笃定，笃不笃定啊？不够力，我在我咧讲有没有力？大家遇到都讲，所以我们了解说，一直想，这个是我们这边的语言，或者都一再讲过啊。本来是开头的时候讲六祖坛经，然后接着道德经，再接着就金刚经嘛，这经既然都已经寄过来，大家在听了，那到后来呢，然后才转到楞严经，所以北部的前贤也会说，因研究无就要讲楞严经，很惊讶。我说这个是机缘，也是我们佛老师安排，对不对？我们佛老师安排的啊。讲金刚经有寄来大家听就好啊，换来讲楞严经。不过楞严经一讲了以后这3年4个月唔知几点。不过我们这边也不限制时间啦，只要大家都了解就好。那了解了紧咱就讲较短；了解了较慢的咱就讲较久的。这样好吗？好。了解为主要了，爱了解很重要。所以呢，这个老子开头就讲说，不出户呢，知天下，不窥有见天道。就是已经呢，融入整个我们的性分里面。所以老子他把那个天地之间，就是我们的整个那个真心佛性都已经在《道德经》里面都已经有讲，只是有时候我们阐释我们把它解说没有解说的详细像这边的话，他说呢，整个天地都在我们的性分里面，只要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性分去追求的话，那全部的答案都会有。所以不出户就可以知天下。你知道整个天下，唔免出去外口看啦。那去外口看拢住相，住在形象。形象迄拢生住异昧，迄种变化无常。然后我们那个性分里面它可以整个都无相，然后所有的相都从性分发挥。从性分发挥以后伊拢袂久啦，拢超100年、几十年伊就都归还甲性分转来，归还转来伊会阁生，生阁转来，转来阁生，这样了解吧？凡尘都是这样的，生生灭灭，生灭无常，所以天下万物生于有，然后有生于无。无生有，有又还归无，
所以我们从我们本身就可以知道啊，100年前啊，咱伫倒，100年后咱伫倒，是不是吼？100年前咱无嘛吼，即马有啊对无？我们从无跑出来了，过100年，咱佫无去啊对无？系啊，拢安尼嘛，即马佫过吼，走出来，佫过佫入去，这样啦。拢伫咱的性分内底有无？我们性分不生不灭啊，我们的身体生啊，咱的性分无生啦。咱即么身躯灭死去啊，咱的佛性还在，无去啊。所以了解说，最大的差别，就是咱若走入去生命内底就六道轮回，拢未啊啦。咱若种已经甲伊修正，知影讲我们的变化，就是从无而有，从有又归无，所以咱即摆咧讲，毋是讲若死拢要做归空啊，对无？有空无？拢空去啊是空间的空，毋是迄个嬉笑的空。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100年后啊都归空了。归空是物质形象，所有风土啊，归还给大地，归还给大地是形象，所以只要你有修正了以后，身体啊生死拢无要紧啦。那假如我们没有把佛性改修正、改启发，咱的你看咱的生死就要紧的，伊即嘛带咱六道轮回啦。甲咱带去三恶道去，咱就要去遐受苦，若带去天道，咱去遐享福摇摆啊，拢唔好，所以我们了解等到我们回归到佛性本体了以后，它常住不迁，伊袂变化，咱伫迄个袂变化的内底来看这个变化，所以那个时候身体啊。不管是小气是大气啊，还是讲海葬，迄拢无要紧，迄都毋是我的啊。身躯是毋是我的？我们要知道说身体是借着天地的物质啊，水火风土众缘际会就有用。我要还给大地，无迄个毋免害啦，有人有法卖害。像病都活到820岁伊嘛爱害对无？有没有？伊还佫咧讲，我食820岁，嘛毋捌看到讲迄个火炭洗的白，去互骗伊啊！掠着你佫走所以我们了解说，活到820岁嘛爱死，都是死啊，早死也是死。晚死也是死啦，最重要就是一定要启发不生不灭佛是本体。迄个拢袂变的迄个切掉啊，先把紧。生要活，还是要死，拢无要紧，甲这个佛性无关系。但是啊，我们没有像社会人士，伊也无求道，也无修道，伊无迄个身躯就真要紧。你看迄一口也无来啊，真紧张呢。咱是拢无看了，伊安尼讲我要倒，我要行位倒去啊，无路通行啦。即马无路通行伊就爱看伊凡世间做好啊做歹，伊若做了无好迄个要活动的范围足下啦。迄断开以后啊，伊的话。要活动的范围啊，真下，已经行入去迄个中阴身。伊个中阴身的时阵伊都无路通去，就爱听候到迄个74多工的时阵啊，迄个土地公来甲伊带过阴阳河洗手看到讲我整家哪会拢乌去，我毋死去啊。才阴阳河啦，带过来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
没有启发佛性啊，没有修，就是没有路可以走。那讲全世间要做一寡善事，也都有法度土地公对伊好咧，然后行带过阴阳河以后啊，去做迄个土地公山神，迄款位啊，看有迄款位好做，互伊享受。所以要知道呢，我们在凡尘啊，这个修持跟所作所为啊，很有关系。那我们修道是最好借着这个上天大开普渡啊，我们都接受呢，长道盘波老师呢，给咱的先根拍开啊，让我们可以可以成仙做佛，会当成佛的，就看我们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啊？愿意就爱做就是要做的事，佛在做的代志去做，安尼自然就会成了，成了以后啊，就可以啊千百亿化身，那个时候不只有六通啦，咱讲凡世间人拢在做六通，咱唔变，咱去看游戏神通，因为整个山河大地，整个所有宇宙，全部都是真心佛性的。你即嘛想讲定人安尼，伫沙漠安尼热甲遮尔热我来变做一张树啊，然后甲因迄个围起来，互因有阴凉的所在休困，就可以你就可以变成一棵大树，足大丛的树啊，互因休凉，然后休啊凉啊伊个开熟，个行路时阵你就可以变化。然后他们走了一段路，回过头来，树啊无伊，那个就是千百亿化身啊，知道吗？不光只有化人而已啦，要化成动物也可以，像我们那个心经啊，不是观自在菩萨吗？它有10个自在，10个自在里面啊，有一个叫生自在，生啊，生死的生啊，你想当小白兔你就可以当小白兔，生自在。那我们观自在啊，几个自在？它有财自在，我们大家最喜欢的财啊，就是要用钱就有钱啊。然后还有寿命自在，你看咱几个，无半个，还有心自在，它有10个观自在，我们有10个自在咱拢一个嘛无，要用钱嘛无，要生嘛无，你要想讲要生啥，嘛袂当互你随去生，所以心经的第一个它就让我们真的到达神通自在，然后呢这个前面有寿命自在，有心在，然后有财自在，然后有圣洁自在，就非常多自在啊。它可以华自在，可以华自在是什么？华王子是什么？华无猜咱上久，这个名词是很常用，华王就佛啦，华自在就是佛，华王子就是菩萨啦。了解无？要知道华王子就是菩萨，然后华自在就是佛。有时候称华王。我们全部都没有人在这个感到热的你也煎熬不同狗。没有回来这个不吃父啊，吃天下
不窥有啊，见天道。哦，这个老子呢，就是跟我们讲，我们身上啊，就是一小天，天呢是一大天，它都相通的。不用你到外面去看，你知道自己心里面的这个性分呐，那就知道天地的一切。所以就不用吃门，不吃户啊，就是不吃门，就知道天下。天下所有万象，都能够了了分明。然后呢，不窥有见天道，不用呢从窗户啊往上看，往外看，就能够呢了解到呢这个天道。底下就讲说，其之啊密远啊，取之密少。就是我们的心越放的越多啊，我们知道的越少，我们心越能够收得回来，我们知道的越多，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在这个实际的那个生活里面我们假如说能够把心都能够收回来，叫做回光返照。那我们能够回光返照的话，我们就到达清净的彼岸。我们因为呢平常心都很容易外放，被外面的影像，被外面的所有事情引诱。那我们引诱就离开我们那个性分了，就离开本性。那离开本性了以后我们当然离自己的根源越来就差得越远。所以呢，老子就讲说呢，其知啊密远，其智啊密少。我们知道的就越少，智慧也越少。所以呢，就是要能够回光返照。能够回光返照，就等于是回头是岸。我们平常要了解到说，心一外放我们就当众生，然后心一收回来，就可以成仙做佛。各位在生活之中有没有就是学习把心收回来？这个要学习，就是呢我们的心很不容易就是收回来。那要知道佛自身身外没有佛。那假如说我能够时时刻刻心都收回来，就是表示呢我都跟自性佛在一起，跟自己本身的佛做伙啦。各位有没有发现自己本身就是佛？这个大概还不容易还要再深深的体会要知道这个身外没有佛，佛在自身，佛在咱的心内底所以我们只要回光返照就一定跟自己的自性佛在一起。那跟我们的自性佛在一起我们当然就可以使自己的自性佛成佛。所以这个要先培养他茁壮长大。我们在做那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个已经就是回光返照了。所以或者讲说你万念放下的时候记得就是全的注意力万念放下。不要有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知道什么都不要管它，就是万念放下。那么在那个万念放下的里面它就已经具备回光返照，就已经具备我们要启发自性佛。因为不能一下全部讲，讲了伤济转如沙沙，然后讲了伤济不知要安怎做，懂意思吗？所以要先让我们在生活之中能够抓到一个纲要，抓到一个源头，抓到以后去做了一段时间，
段时间了以后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到达司机而龙线。天人可想象，司机而龙线啊，容不容易？那个龙线就是神通路了。按你回光返照已经到达神通万物，是不是要一段时间？要一段时间而且这一段时间还不短，还很长所以那个北部啊已经有人2个小时了那个回光返照万年都放假，回光返照也大概2、3点钟啊。我们可以多久？2分钟，3分钟。不过后期都不会要求说很长啊，因为很长的话，我们耐心都不够，耐心不够会做到缓。那我们做功夫做到会很烦躁的话，那就反效果。所以一定要很高兴的去做只要你有空的时间，2、3分钟都可以然后4、5分钟然后久你也做得很定。可以越做越久。这方面呢，因为我们都还不是很熟悉的，所以在这方面也就没有强求。那我们又回到这个经文，是以圣人不行而知啊，不见而明，为而成。所以这一篇的那个经文的不多了，可是那个意思啊，都含得蛮深。从前面开始啊，就是整个天地啊在身上，整个天地呢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一定呢要能够回光返照来把自己的那个佛性啊启发，然后启发了以后我们呢越来了就越进入状况。那么越进入状况啊，就变成了是以圣人。圣人是谁呀？就是自己我们要了解圣人就是自己，自己可以成为圣人。那个关键点啊，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啊回光返照收回来，不行而知啊。就是不用去做就会知道。那为什么不用做就会知道？因为就是在整个性分里面，然后我们没有实际的那个行为去做，然后呢就会知道所有这一些事情的变化演化所有不同的地方所在，我们全部都会呢知道，不行而知明了就知。然后呢不见而明不用看到现象就能够说得出来不见而明这个明就是呈现呈现的那个意思整个呈现不见而明。比如说在家里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这个小孩子从外面跑进来，那个你还没有看到这一个跑进来的是谁，可是你就可以叫出他的名字，不见而明。为什么会到达这种状态？跟那个司机而龙线有一点相互关联就是那一种灵敏度很高很多能够呢没有看到就知道那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些现象。甚至我们现在大概也都有这一种现象呈现，有没有？当事情都还没有呈现的时候我们那个段有时候8、9不离10，有没有？这个就是要靠体会了啦靠自己实际的体会。他真正的到达都呢没有见到事实，可是你就能够去猜测
去了解哦，那个啊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哦那一种啊这个比较实语啊，哦第六感敏感的哦那个方面，是实语啊神通的前兆。各位有没有哦那个经历？没有的话就要努力了哦，努力的哦回光返照，就是把所有那个注意力啊收在我们那个哦腔子里面，哦收在我们这个身体，哦，那么最后哦一句啊，不为而成，就是呢无所作为不为，可是呢文字哦是不为啦，那我们要实际知道哦，那个是不为而不所为。我们是哦有讲说有为跟无为嘛，有没有？然后哦我们一般呢哦讲有为啊，就是哦有所作为，就是讲咱有心要去做的，有所作为哈、就落入啊那个生灭之中。然后无为啊就是无所作为。那无所作为是从佛性出来，那么这个无为不为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它是两边的，无为而无以为，就是做了以后啊，然后不落在我们的那个头脑里面。我们从无为的佛性本身，然后出来做的事情啊。就是不进入我们的利害关系，然后不进入我们的那个内心，然后所做事情都是无为而为，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从佛性本身要怎么做我就去做，那个要怎么做去做，那个叫做无为，了解意思吗？就是讲不是为咱的自私自利啊，出发去做的，而是说佛性本身，要做。那佛性本身要做呢，那个叫无为而为。那无为而为就是本性在做的，不是讲拢无做啦。我们以为说按照文字的话，无为的卖者啊，卖者就变成有为了。有所作为啦，有所作为就是咱的本身的利害关系相交扯有关系，所以就落入那个有为的那个角度里面，所以这边无为而成呢，就是从佛性本身然后来发挥去做，做呢能够完成。或许是很努力的开始一直讲，可是各位已经哇满身汗了刚好剩下的半个小时还有29分钟呢，留下给各位问题希望各位都能够呢踊跃发问，有吗？请说。请问刘讲师，按刘讲师讲的，我们的身上就是不生不灭三的大力，是我们的眼睛就是日月，身体就是水，这个山跟水，那个筋，我们的筋是不是河流？我们的手是不是365天？都是符合到甚至里面主要的这个思想。那个我们的身是一小天天是一大天。那这个呢，有一些呢，他们都会附和我们身的一些构造，把它讲说哪个地方是哪个地方，那个是比较着相来说啦。那我们大部分在研究这个心法的时候从我们那个真心的方面来讲。那从真心方面来讲的话，因为形成，我们呢可以从一些经典
去找到它的细数的源头。像那个文殊菩萨他就讲，他说因为啊迷妄才有虚空，然后因为虚空，然后才有世界，然后因为有世界啊才有众生，然后因为有众生啊才有业果。所以这个世界众生业果三个啊一直就连续不断，它全部呢都从迷跟妄两个这个形象来。因为迷妄啊才有虚空，因为虚空有了，然后才有世界。所以世界的形成啊是从虚空来。那虚空文殊菩萨把形容，就像呢那个海啊海浪，一个窝就是泡，海浪引起来的泡泡，所以我们的世界啊就是那个海浪引起来的泡泡，那个很快啊那个泡泡就会破灭，所以整个世界啊众生跟业果都是虚幻不实在，它是从根源，那个是从根源收起。然后呢讲到我们众生啊为什么会落入凡尘，就是一念无明啊生很细啊，因为我们起心动念，本来这个我们只要不起心动念的话，没有造业，它没有业也就不会有转向，它没有转向不会现象它说业相转向现象是我们众生的一个源头，但众生也到凡尘来就是一念妄动。所以3个礼拜才有人问说我们要全部没有念头，大概不可能所以这就从这一些经典的记载，以及真理的领域然后来想，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要怎么样是万念纷飞，可是都没有生灭。万念纷飞，念头很多了，它没有念头没有生灭。像释迦牟尼佛他要进入涅槃，弟子问说我们怎么样来处理你这个所讲的法，不是讲那么久吗？从31岁一直到80岁49年的时间。然后佛就讲我一个字也没说，他明明讲那么多他为什么一个字都没说？因为我在讲的时候没有那个能讲的我相，也没有所讲的法相，就是所讲的内容都是因为修道人的问题讲，他事先没有准备，他也不知道，然后事后也抛开。佛没有说这个是我说的，这个我说的就是我相，他没有那个能说的我相，所以我们听金刚经就了解那个开始这个走一次钵，就是没有要弟子出去取食来给师父吃，那个就是没有对待，没有说你们弟子是阶级低，他成佛经位阶高，没有我，没有法，已经全部空所以在问说怎么来处理你这个49年所讲的那一些话，我一个字也没说。那假如说佛是不会讲妄言，没讲白贼他伊讲讲较久，我甲咱讲一字都无讲，那我们听闻明明都白贼可是那个是真理。那我们在体会的时候就是了解生活中有没有起心动念，有没有那个能说的我所说的内容是很明显的话，那就起心动念了。那起心动念就表示我们
心啊不清净。那心不清净啊，不要说成佛了，成菩萨都不够资格。所以了解到那个最高的程度啊，虽然你每天啊都在起心动念，可是你所起心动念的，它没有生灭。所以或许有讲过啊，我很努力修道，是不是生灭？因为我们有懈怠的时候啊，你现在很努力啊，就是生；你懈怠的时候啊，就是灭。你有生灭啊，你就是造生死因。那我们呢，要进入到修而无修，无修而修。有啊，我很努力在修，可是心里面不住，叫修而无修。然后无修，我又很努力修。上次或许有讲回答那个问题啊，要让各位回去都睡不着觉。那现在大概又讲到这个问题来的时候啊，回去又睡不着觉，又要再想了，要想很久，因为这个不是很粗浅的可以知道，那也不是没有答案。不是空话，它是有实际的真理做后盾。像我们那个就很明显啊。等到我讲完，你再问，是不是啊？有一个能说的我，有所讲的内容，所讲的就是法。你有我执，有法执，是不是就不行了？所以那个第二个举手，他说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那个我们一听啊，粗浅的道理，你记住那吧，这个就是我们凡俗的观念。可是当然他是一个已经是一个西藏领导者，他怎么会讲这样？他就要我们不要有三心。过去已经过去了，刚才要问已经过去了，他过去就好了。他也没有在辩驳，也没有在解说，你就接受啊。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真理在里面，就是要我们在生活之中没有三心，没有三心三事就摄受我们不住。三事给咱给掉，我们就脱离六道轮回。他是教我们那个啦。然后上面所讲的那个就要体会了。体会说没有我相，没有法相，那个要体会。你能够体会得来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之中，先把我相去除掉，然后所有的法相，我们跟人家应对都有事情的内容，那事情的内容我全部都不住，是不是没有法了？没有我，没有法，你在修持之中，你就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听好咖喱，奥利啦，大会你好，不用啊，当下都已经成就了。所以这个亲马前就要看自己的那个认知啦。你若认知知影个真正伫咧生活内底都自己不自我相了，然后也不自法相了，是不是已经解脱了？自己解脱不解脱，是不是自己知道？所以这个就是要看我们的那个修持的，这样了解吗？还有没有？好，请说。其实这边有情形要请问说，现代人怕捐赠遗体、器官移植，一旦死者宣布死亡，没有心跳不同手术，这样不知死者灵魂有没有觉，还会痛吗？
这个我们要知道说现在都在推广就是器官捐赠，然后或许在大概那个还没有从硬架摔下来，就已经那个器官捐赠那个卡，就随时我都放在身上，然后我还把那个捐赠机关的卡上面又写说连大体也捐赠给那个医学单位了，就是给学生去研究能够造福众生的。我们要了解佛性没有形象，那没有形象没有形象会不会痛？不会痛啦，有形象才会没有形象就不会痛。所以之前呢各位都有听过或许讲那个脚底按摩脚底按摩因为或许身体都很不好是豆腐做的啦，所以那个一按摩起来很痛，很痛的时候刚好研究到佛性没有形象不会痛，然后就真的真是可以就自己本身去试验真的找到不痛的嘞，不痛所以很多这个听那个或写的那个《金刚经》很多都去脚底按摩，他也要注意试他说刘讲师，我听你也讲的我嘛去去用脚按摩，有够痛啦！你哪会甲我讲袂痛？我说你没有找到，讲都足痛呀，就直直要想袂痛，都无法度，都足痛。所以那个本身要体会到痛的时候或者说用那个转移转移嘛，各位会不会转移就是在脚底按摩的时候你把全部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你是要用看的形象，还是要用听的声音？不能转来转去的只有转一个你要看的话就要注重形象，你看那形象看定了，全部的注意力拢在形象就不要变不要变的时候，你不要回来你的精神不要回来脚底你哪回来脚底就痛你不要回来的时候，你就注意形象注意力都在形象，所以那个痛不知道，你不知道痛。那假如说是听声音，你要先找到一个声音比如说你要开冷气，有冷气的声音，你就注意冷气的声音，一个不要变一个注意力都转掉嘞你不要用脚底你就注意那个声音也就不要变这样你一直急你都不会听，这个是他的窍的家啦你若讲声音注意力个走到转来靠你个看卖那就不行了你走出去当去卡底扭掉的听你讲的看形象也是一样你直直看中间不能转来想讲我转来卡底个看卖不可以还有吗？这边还有请问说心经有10个自然是哪一个？心经的10个自在第一个呢就是寿命的寿自在第二个就是心自在第三个呢就是财，我们的钱财自在第4个生自在，生啦咱要生做啥要生做小白兔要生做猪还是要生做牛那个生自在第5个就是圣洁，胜利的胜解释的解，圣洁自在。圣洁自在就是讲你对了别起恶心，不要起恶心，要有这圣洁
胜利的胜，解释的解，圣解，圣解自在。然后第六个，就是我们的宿命自在。咱甲本身的过去世是什么啊？那个宿命自在。然后这个神通自在。所以它也是有一点跟六神通啊相符合。然后呢那个华自在。两个啊，一个是对，智慧自在，还有一个禅定自在，是有一点跟那个六神通啊相交叉。它因为我们要了解说。那个观自在不是观世音菩萨啦。我们说观自在菩萨都会讲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个不是，那个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本身自由自在我们自己本身自由自在的那个那个观自在菩萨。还有吗？还有没有要问的？鼓励大家发问，还有10分钟。好。我听你的新讲题，第二天的习题又讲到说，化妆品擦下脸上是很浪费。可是这一点我拿给我朋友听，他说你选那修啊，你够不够？你若是看过化妆你这样子前后讲就是很矛盾。他说我有听到就是类似的管道，他讲说我吃茶跟面你想讲我干后啊才班上，或者是要人家也是有很多说你吃来要你想看你妈，你自己就没有修好，你怎么去度化人间？所以我本身也是没有想，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让我很大一个疑问就是。或许在讲那个我们那个化妆化妆的，不是说我们正常的一些化妆或许都排斥啦，因为我们有很多一化妆起来真的很像那个山妖水怪，就是感到很不自然很奇怪。那假如说我们一般像日本人的话，他们就讲说，没有化妆的话没有礼貌，他就是化妆是一个礼貌，他以他的那一种文化来讲，那我们呢也是，假如说民众就派看去跟人咧应价钱这样也真是很不恰当然后呢，我们就是不要化妆太丑。就是安尼，会看安尼平常看起来安尼，真乐意亲近安尼就好啦。那个有时候讲出来都是比较它是一定是差别很大的啦，差别很大的才会去讲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化妆出来让人感到很奇怪安尼就好啊。像现在很多那个装那个假睫毛睫毛长当然是好看可是你一装了以后我们看起来再怎么看都不会是很好看会伤长所以会自然就好啦你若装得遐尔奇怪你真的也是大概正式的场合你也不敢拿出来给人家看。还有吗？还有6分钟。我想这边还有闲请问，有一位前道闲问说，他的内人把家里整理得非常干净，应该是个贤妻良母，但是全世界的人都不怕他一个人，所以各位前道闲认为说，
是一位恩师。请问有讲师说，对前道前贤要如何才不起心动念呢？是否要有知足心吗？你为悦己者容。就是女人的话呢，会说哪一个很欣赏自己呀，就问那一个人化妆了。所以你为悦己者容。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两相能够呢心里面互相这个就是欣赏互相推崇，那个重要了。要呢相敬如宾，不是宾啦真尊敬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夫妻之间假如说能够维持那个对待朋友对待朋友的那一种那个礼节啊，他们夫妻关系应该是很成功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咱拢是顾得青菜，顾得随便啦。所以夫妻之间呢，你要互相推崇尊敬非常不简单。那个呢，就是要从那个内心里面去这个就是产生呢在生活之中里面的一些比较高超的那一些那个人格那个品性。那假如说我们都能够去欣赏对方的那一种高格调的那个人格，高格调的品性，那这样的夫妻相处下来，绝对比一般都来得成功。就是不容易因为伤接近就可惜可惜就变豆腐所以那个对方的那一种所有一切你要尊敬得出来那个就不简单不容易。你要能够实际的去做到的话那个是最理想。不要把它看成负面看成负面的不给打。还有10分钟，还有没有？这边还有先生请问说，白羊修士是否适合诵经？诵经对我们有何优点？对归空的人诵经文有何意义？我们要知道说因为现在的生活那个步调都很快，那我们呢要了解到诵经的话都是要时间一定要时间，然后要呢定要有那个定下来的心。你要诵的时候心一定要在你假如说诵经呢心都不在，赶紧我要来上班不会这样的话倒不如诵所以我们就是了解现在是很注重就是实际的做实际的做养成生活习惯，这个比我们在诵经呢要来得实际，来得有效。所以我们呢在这个生活的步调这么快的情形之下，也不是说全部经都不要了，而是说我们能够把一些比如说比较好的这一些经的一些内容把它抄录下来，抄录下来能够当我们座右铭，他能够看到，时常去背诵，然后时常呢按照呢那个手写的内容去做，这样就对能够对我们有利益还有没有1分钟？那对归空的人诵经文未通。归空的人
微空，归空的人对归空的人诵经我们要知道说最有效的就是在他断气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那时候他是最有帮助，因为他在生的时候不知道修道，不知道佛理重要，一旦呢这个一口气不来前面全部都黑暗，那全部都黑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诵经那个经就变成光明，就一条路告诉他你要怎么走他那个高兴不得了，有路竟然路通我行所以那个归空的人诵经最好就是在那个时候，然后往后累积那个累积就要他本身的那个王者本身去努力那我们对那个归空者诵经就是在他断气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最有效，不要再等说等下啦，我来请迄个上经团来，迄个袂有当咧无路人行，听话你搁请来，伊的一款中阴身那个能够活动的那个时间都已经到了，都没办法活动了，所以要及时下课好，各位同桌，各位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人，大家好。看到天师德、老先贤大德，以及呢感谢各位先贤给我学机会学讲。我们上个礼拜开法会，时间呢过得好快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我们上次呢在说有写一本这个《楞严经》就是我们准备讲《金刚经》的时间，要把它呢拿来讲这个《楞严经》。现在这个《楞严经》已经拿来了，就在我们的那个后方。可以现在拿呢，还是要回去的时候再拿？回去的时候再拿，才不会有负担。好，我们呢这个讲道德经。讲到48章，对吗？48，各位翻到了没有？48章，入神章呢，或是言神义章。那么开始呢，老子跟我们讲说，为学入义，为道入神。这个为学，我们就是要了解说，落入凡尘有身体以后我们就是要学，要学了才会凡尘的事很多都是要学。孔老夫子也一直推广，说呢要努力的来求学，求学的话呢，那我们会得到很多的利益，也会知道很多的事情。不学我们就不知。所以开头呢就讲为学入义。学了以后一天一天呢得到利益。我们不学就不会。学了就会，对不对？我们呢努力的学知道的就多。假如说呢不努力学那知道的就少。
少知道要办事啊，就办得不圆融。那全部都有学都会的话呢，那做起事来啊就会很圆融，什么事啊都会，所以告诉我们说为学入意学的话呢，对我们一定有帮助。那么底下呢那个第二个句啊，就是讲为道入神。这个我们为道的话呢，我们要了解说道呢它就是无为无所作为。那我们呢为了道就是要把道所没有的就是我们性分之中，我们佛性呢本体之中呢没有的把它呢省掉。我们呢佛性里面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然后我们为道入神，把这个贪嗔痴把它省掉，就是让它呢消失，就是让它没有，为道入神，所以我们了解说，一些不该有的，我们这个佛性本体不该有的，那我们现在有了，有脾气有毛病，那么这一些呢，我们这个为道要入神，是呢把它呢省失掉，把它消失掉。我们道里面有没有贪嗔痴？我们的佛性本体里面没有贪嗔痴爱，没有这一些。可是呢，我们六道轮回太久了，都沾惹了贪嗔痴爱，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之中，为了道呢，就要一天一天的把脾气毛病贪嗔痴爱把它去掉。或许发现开始来讲课1年多了，将近2年。那开始讲课的时候各位的脸上都写着各位知道自己脸上写什么吗？知道。各位脸上都写着我业很深，都黑黑的，都愁眉苦脸，都写得很明显。可是这个听了1年多下来竟然都改变了，加加倍呢。各位是不是没有出去晒太阳？这个没有晒太阳的关系脸色就变得很白，而且又很光亮。是不是来听课的时候都那个化妆品摸得很厚都增加呢很好看，那个脸色很好看，容光彩。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许看到是真还是假？只要我们听进去，能够进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只要我们能够完全放下，把凡尘事看淡，那绝对我们的那个脸相一定会改变。或许是越看越好看呢。在想说是不是这么愈来愈重视上课，来的时候都一直化妆这个自然我们呢只要心一改变，
我们的形象啊就改变。那个是自然的改变，很好看。自然，亲朋好友呢都喜欢呢，跟我们相处。那个都是自然的现象。这个呢就是已经呢进入修道轨道。真正的让大家都喜欢。所以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努力。所以我们真的有做到那个为道入损，因为脾气毛病啊都一直减少了，减少呢，亲朋好友就喜欢跟我们在一起。那假如说我们脾气毛病很大的话，亲朋好友啊都不喜欢呢，跟我们相处。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修道有功效。真正的进入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它可以做到万念放下。只要我们万念都放下，一些假的不真的那个都可以去掉了。而且我们那个生灭的心也可以放下，然后我们呢就走入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实佛性。所以老子呢告诉我们说，为学入义，为道呢就入神。一天一天呢，把这一些不好的把它呢省掉，就是去掉，不要它。那么省之又省，这一些不容易去掉了。而且我们那个内心深处那个骄傲心最不容易去掉。各位内心有没有骄傲？都有我们都有骄傲。那个骄傲也是一种对自己的肯定所以并不是全部坏，可是你表现出来的话，人家看到都不喜欢。我们喜不喜欢看人家骄傲？不喜欢所以我们也不要表现骄傲给人家看。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要谦受益骄傲就是满，那满呢遭损。谦受益满遭损。所以我们呢要把一些不好的脾气毛病去掉。所以呢为道入神。那神之又神，就是一再的去掉，去掉能够恢复佛性的光明。那佛性光明我们就知道说，可以成佛了。各位可以成佛了吗？哪有人没信心要知道本身就是佛我们每个人都是佛自己都没有脾气毛病了，自己佛性都光明，自己就是佛所以老子讲说，以至于无为。无为就是无所作为，那无所作为就是佛性本体我们省之又省，把一些呢佛性所没有的全部都去掉。那去掉了以后我们又可以到达那个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是无为，无所作为了。我们在凡尘都有所作为，有所作为就是生命所有的生命都是有所作为，因为那个都是很短暂。那无所作为那个是无所不为，该当如何我们就如何所以那个无为到达佛性的自然状态。那我们随顺佛性发挥，那整个都很理想的状态所以呢老子讲说，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
无为就无不为，无所不为了，一定呢会按照佛性该当如何，然后就如何。所以这个无为而无不为，故取天下者呢，常以无事。这个取天下呢，就是呢要当这个领导者啦，要取天下，要领导。我们要知道呢，要当一个领导者他都是有那个前病的野心那个心他就是想在人之上。那我们的心在人之上的话，那个一定呢那个心机就会很深，就会用很多的心机来取天下。那老子呢他讲说呢取天下者常以无事。所以要取天下就是要无事来取天下，有事来取天下那个都很短暂，很短暂那个事情就会反扑然后我们无事取天下，都无事，百姓呢不会说那个是我自然，我自然而然去做去形成，所以那个呢是最符合天之道。所以这边呢老子讲说，常以无事取天下，举起有事不止以取天下。只要有事的话，我们要取天下，那个天下它是会反扑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都无事的时候这个天下该谁来管理就让谁来管理。那你只要说是有心有事来管理这个天下，那人民他心不会糊，不糊的话就很短暂，就会变化。所以我们要了解老子的意思就是要符合这个天之道。好像白天黑夜自然而然没有人命令它呢，它自然就白天，自然就黑夜。春夏秋冬也是一样没有人去应管它，没有人去主宰它，可是它自然而然就形成。那我们就可以接受这一种自然而然无所作为所以老子呢把无所作为的自然而然都整个把它呢表现出来。那我们了解说这一篇就是我们要学的这个天地天地也是一样它呢按照说每一天白天黑夜，然后呢我们人按照天地之间那个白天黑夜，然后呢我们来学学天地的这个累积那这样的话呢就很自然而然形成，没有一点造作，也没有一点不自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生活中呢过得就会很如意就会安居乐业所以这个48章入神章呢，或是讲这个神义章。各位浅显听懂意思吗？这个都老子在讲呢，都是天地的那日常那个运作来讲。那么讲这个第49德善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这个老子呢他就讲说，圣人呢没有常心，没有那个不变化的常住的没有那个心。圣人他呢不保持一种常心，圣人呢无常心，然后以百姓
之心为心，百姓呢追求什么？以百姓追求的心为心，所以圣人的心就跟百姓一样，像说我们这个久了没下雨了，那就会干旱，那么圣人他也会跟百姓一样，以干旱之心为心，希望呢就是有水，所以呢跟百姓的心一样，所以这个呢就容易不会说自己一成不变，然后要求呢所有百姓都来归顺。那么善则呢无善之那个圣人呢就是百姓全部都善，然后呢那个圣人也跟善，所以善者无善之，然后不善者无亦善之，那个不善的这一些人，他一定呢有这个环境，他的周遭环境促成他不善，然后呢这个圣人他就跟着他的心不会说一直这个对他对立不好，不会，他一样还是保持那个德善，那个善还是保持，所以圣人的心就是都是在正面不是负面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凡人很容易走入这个负面，就是我们不好了以后很容易那个对待的心很容易起来，可是圣人不会，我们那个心不好了，然后呢那个善人他的心还是一样得善。那么信则无信之，不信则无亦信之。那个信这边呢老子大部分是在讲说众生呢都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然后呢这个圣人他相信确实我们都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可是呢有一些人不相信，不相信有，不相信有我们有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呢这个圣人他还是一样的有这个相信的心，他不会说因为不相信了他就不相信。这个是什么？就是大家已经很热了啦，后面的开没关系等到没声音的时候，我们请各位起来报告心得。不要跟受学一样煎熬。不然我们在研究这个心理心法，耳朵是在听心理心法，心是在想电扇没有转，那效果就不好了。爱听里对不对？要听进去才有用。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圣人呢，他不管我们相不相信佛性，他呢都一再的跟我们讲，说我们相信我们有；我们不相信，我们也有。我们相信我们有佛性的，我们有佛性；我们不相信有佛性的，我们也有佛性，对不对？
我们的佛性啊，它不关你呀，我们相不相信？咱相信有，咱无相信嘛有，伊拢对啦。袂讲你无爱相信，伊就无去，不会，全部呢都在。所以要了解说，我们的佛性啊，它非常的奥妙，我们相信它在，而且呢，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我们不相信呢，它也在，也一样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我们相信给我们用，我们不相信它也给我们用，都很奥妙的，很自然而然，而且各位都可以想，很灵敏的，灵不灵敏？很灵敏哦，真热。有真热无？就是很灵敏啊，热就真热。那等下开冷气啊，开电风，真凉，都很灵敏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佛性啊很灵敏，然后我们修持的那个内容，就看我们的程度了。有那个煎熬的热的煎熬啊，程度很高，满身大汗，他还保持心很清凉，有没有？也有啊。那要很高了所以有一些我们看那一些大学教授天气很炎热，他还穿长的衬衫，然后还系领带，他满身大汗，他还在教学，他都没有以为苦他的学生受到他的感召就选修他的课，然后后来有机会就问他说为什么不把他这个领带拆下来，然后穿那个短袖的那一些衬衫？他说维持那个礼教是他的坚持他坚持他的礼教他本身要以身作则，做给人家看。虽然很热，他也知道很热，可是他已经习惯热，所以没有感到特别，所以这样一直维持整齐的那个教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以我们现实的角度来讲，有够戆，应该是有人歹势讲，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他也是知道可以清凉的时候了，可是人假如说没有内涵，没有一点里面有东西的话，他会说自己都瞧不起自己。我们有没有瞧不起自己的时候？在什么时候会瞧不起自己？在环境不如意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凡尘这个如不如意很容易呈现那我们可以说10之8九不如意的事都比较多了那我们有时候就是要学习，在不如意的时候要能够欢喜心去接受它，
之前呢，或者曾经啊一阵子都会一直鼓励欢喜心甘愿受，各位都还记得吗？就是遇到了不合理的现象，我们都要欢喜心甘愿受。只要欢喜甘愿受，我们的业障、我们的障碍就全部对此了，就已经去掉了，已经没有障碍了。可是我们在遭遇不合理的时候我们都不欢喜心。可是不欢喜心一样要处理眼前的事情。处理完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不甘愿，所以那个业障没有了，之后还会换一个形式让我们又碰上不合理。让我们碰上不合理的时候我们一样不甘愿，那一样要应对。应对以后事情过了，没有了掉业障，在一段时间又来了，又换一个形式又碰上不合理的现象。什么时候会了？没有了的时候了，一世人拢安尼。所以我们要培养事情到来不合理，为什么针对我？一定有原因，然后有近因，原因近因配合果报呈现。果报呈现，我欢喜心甘愿受，没有不甘愿，业障了掉了，这样了解吗？所以了掉以后还会有没有？没有了，不会再换一个形式又让我们又碰上，没有了，了了，一生就清了。那假如说我们都不甘愿是不是一生都很坎坷？一生都很坎坷，没有了完的时候了。所以我们要去面对问题。是我接受到，为什么不是别人？既然是我，那一定有因。那这个因不是现在那么就是原因。不是这一生呢，就是前一生；不是前一生就是前一生。那一定有。有的话，我欢喜心甘愿受，就是了障，把这个业障了掉了，没有了，以后桥归桥，路归路，就没事了。我们呢，这个在凡尘应对事情最理想的方法，就是面对它，解决，就没事了。这个呢是以前呢，我们呢时常讲。可是我们现在在讲说，这个内涵含量，这个到不同角度的这个是度大能容，包容因为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容量有限还是无限？各位同学，我们容量有限还是无限？要知道我们那个学习包容的心一量是一样无量无边。那也看我们的应对。我们只要说一点都不容，是马上对立，没完结就来，对不？是不是这样？那有一些是小的可以容量，还要把劲牛音，那有的就很大，所以之前呢，佛学就有讲过
那个有一条牛啊，这个走失了，还有印象吗？那个走失的人啊，一直在找他的牛，然后他看到有一头牛牵出来的时候，他就跟那个牵牛的人讲，说你这只牛我的，那个人的容量，他大到怎么样？你也按你看等，他刚才从那个牛栏里面牵出来明明是那个看的人的还讲那只牛是我的，他竟然转给人，讲好你的，我无你看等，度量大不大？或许看到那个故事，我感情是有这个人，都在想。然后他跟那个牵牛的人讲，讲你若转去若看到你的牛转来啊，你再搁牵来害我，我住伫倒位啊？这样伊就活来转去啊。当然迄个只牛要甲食的，又安那要互伊啦。那度量有大真的很大我们转到自己身上来，做得到吗？一点讲无法度，我的就我的，该饲啊，阿妈本身大细条嘛，要甲饲啊我的，对不对？所以就了解到那个以往的一些修养，我们看了以后真的会有时候是很赞叹，讲哪有这大的心量虽然往后会真的那个水落石出啊，也不会回来，也不看回来，不那毕竟是以后的事，牛若不回来。有在准备无一样，对啊，所以一些故事都蛮感人的，像那个港体里那个，记得吗？迄村长的查某囝甲人生，抱去迄个修道人欺负有没有？我们就回想他假如说否定的话，那不是我生，不是我的，他的女儿会不会被他母亲打死啊？你看会闹出人命的结果那个修道人都把他承受，他抱回来饲囡啊。饲到因迄个男朋友回来了，再来认讲迄个囡仔是伊的，你的你抱回来，你看那个度量真的是很大，要咱有法度，钱啊怎跳起来，本来济啦拢钱啊跳起来。所以本人有很多我们是可以修养，可以使含量能够到很大的程度。尤其我们老祖师现那个大度能容就是要我们能够容。我们有没有学啊？有啊，学了多少？一点点吗？不容易学那个大度能容不容易学，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就尽量尽我们的那个含量去容纳，会慢慢的扩展，扩展了以后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那个含容的心含容到个宰相的那个肚里面可以撑满，是不是这样？做大的，肚做大的，
所以这边这个圣人呢，他就不管我们凡人相不相信我们自己的佛性本体，圣人呢，他都一直很肯定的，那很肯定的，纵然有一些我们众生呢不相信，然后呢，那圣人他也会原谅我们，说我们的认知不够。各位对自己的那个佛性本体相不相信？相信。这个导师已经比较肯定了，所以对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的认识一定要越透彻，越透彻了以后我们对自己本身就是那个佛那个观念就会比较容易达到，不然我们都会想我们这个资格可能都还不够不够当佛，那我们要知道身外没有佛佛就在自身上，所以要相信自己100%的相信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在日生活之中万念放下，然后一念不生那个呈现的就是佛的本体，都已经是了只要我们肯做越熟悉本身的般若妙智慧就会呈现所以或许都讲说，我们看到佛那个画像的成像，不是都有3位吗？对不对？佛出来拢3位为什么一定要3位？一位无够力都要3位才有够力，是不是这样？不是那是怎么样？我们呢都不知道那个佛一出现，为什么拢要3位拢爱3部分咱拢唔知影，因为在僧人他已经这个具足戒他已经建立具足戒，他就进入僧宝寺，僧宝寺内底佛法身他就已经有位，有一个位阶有位阶佛法身列入僧宝，僧也一样是宝。那我们看到的都是3佛一体，那3佛中间那个是佛性本体，然后我们看到的右边右边比较大了，反过来左边各位了解吗？迄份第2个倒边较大，不过咱看到拄正边咱看到正边伊排列都倒边然后呢那个最小的我们看到的左边最小，那中间就是佛性本体，右边就是般若妙智慧，左边就是我们的行为行为实在去想的所以3佛一体就是表示我们本身我们本身佛性本体就是中间，我们的般若妙智慧就是右边，我们的行为就是左边，然后3佛一体3佛是一体的，不是分开的是一体的，所以我们看的时候
迄拢吼咱家己不心，啊，所以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呢，翻成中文叫无量寿。无量寿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佛性本体有无量的寿命，然后右边呢、观世音菩萨行深救苦，那个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然后呢，左边呢、大势至菩萨，那个就是我们的行为。为什么叫大势至？就是你知道要做，要去做。然后我们再来看，释迦牟尼佛中间，中间佛性本体，右边呢文殊菩萨，般若妙智慧，左边呢普贤菩萨呢，普贤啊就是要实行实践。所以三佛一体，三佛呢都是一体啊，这样了解吗？因为我们平常都没有说啦，各位有没有听过？不容易听到的这样讲。那我们要知道说本来啊三佛就是一体，我们要了解说不是分开的啦，不是说一个佛力道不够，要三个佛站在一起啊，力道才够。它本来就是一体，三佛一体。是我们本身呐，那三佛就是咱家己本身呐。这样有没有力道了？因为有时候啊是没有听过，刚听到以后啊会有一点怀疑，那我们要了解说，自古以来它本来就是呈现，要我们了解三佛一体就在我们身上，没有离开我们身体的，所以我们本身呢，就是要努力。所以老子呢跟我们讲说，那个呢信则无信之，不信则无以信之。就是我们众生呢相信佛性本体，相信呢三佛就是一体，然后老子相信，然后我们众生都不相信呢，老子也相信，所以老子跟我们讲。这个是确定的，不会变化的。那么德信，这个德道德德已经呢建立这个信。那么圣人是在天下，处处焉为天下呢分其心呐。圣人是在天下，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呢，所有的众生都是圣人，所有的众生呢，这个在天下，处处焉就是心里面呢，就是要有所感觉，心里面呢要有所警惕呀，为天下分其心，为整个天下呢，心都呢。这个复合在整个天下之中，整个圣人的心都跟整个天下的心混在一起。各位浅显，我们现在的心呢，跟整个天下混在一起，还是呢局限在个人身上？一定呢都是局限在个人身上，都是以个人为主要，所以这边老子呢他就讲说我们差别圣人的地方就是没有把心整个跟天下呢混在一起，
所以没有处处焉为天下，分其心，没有做到这样的这个程度。那么百姓啊，皆注其耳目，所以这个百姓呢，他把这个耳目啊，都很注重在看哪一个圣人，他有把心跟天下呢混在一起。各位学生看得出来吗？我们的心呢跟天下混在一起，我们的心呢独注局限在自己身上，我们看得出来吗？看出来吗？只要呢我们用心我们都看得出来。这个心在天下，心在自己身上，自私自利我们都看得出来，而且还很明显，很明显呢，我们都可以看出来。所以呢，这百姓呢，皆注其耳目，百姓呢，他呢，很注重，在看这个天下，这个所有众生的心是呢，这个局限在身上呢，还是他把心关心到天下。有没有差别？注心呢在心上，在身上，注心呢在整个天下，有没有差别？那个差别还很大。假如说呢，我们都只有注心呢在这个自己身上的话，是以自私自利那个别人的事全不管。那假如说他心能够注重在这个天下，那他呢对天下之中所有公众事务都很在意，他对那个公心里边，所以这边呢老子他讲出来，我们众生的心差别很大，可是圣人的心他会这个照顾到整个天下。圣人皆孩之圣人都把天下整个众生呢看成是他的孩子，有没有感觉？这个倒是很不容易要把所有天下众生呢看成是自己的孩子很不容易我们都会呢这个事管其身管家己都咧管到袂去去管到别人，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一篇那个德善就能够把整个那个道呈现在凡尘，让呢这个整个凡尘都能够得到这个圣人的照顾，这个是很理想的一个状态。好，请说。第一点，他说尧使金母是我们弥上帝吗？弥上。弥上帝真的。尧使金母因为各位要了解说，明明上帝他没有呈现形象到凡尘来，可是呢他就化身呢尧使金母，然后到凡尘来就是治理凡尘，那个是化，好像那个圆通古佛他有化观世音菩萨，然后到凡尘来治理凡尘。化还有那个诸生娘娘
诸生两两就是观世音菩萨化，他们本身没有，可是他化，就是化身来。那个明明上帝也没有到凡尘，可是他化药师金母，这样，他药师金母一化到凡尘，就变我们凡尘会生啊，生一个是金身，一个是香炉啊，一个真金身，一个真香炉，就金身的穿青衫，金的香炉的穿黄衫，这样的都是一样的啦。我们了解他那个精神都是一样的。好，还有吗？可以因为生病而隔养当灵宝师吗？比方说，人在台北，在泰国办道的时候，写他当灵宝师，这样老天不认吗？那个隐私大部分都在现场，宝师可以。隐私啊，隐私的话要在现场。宝师宝师可以。那他说因为生病。要用隐私吗？是隐私不在现场吗？对，就是说他人在台北，是在泰国办道。应该是因为他这样的缘不圆满，缘他的因缘要给在那边的人结个缘，所以不一定是要在台北，然后隔了那么远当他的那个隐私啊。跟他讲说爱个给些缘啦，隐私最好才有。没有再过来，捐献所开出来的条件，比如说花10万元印上书，若不是本人，而是有别的道亲出钱代印，这样可以吗？他只要有那个条件出来了那个能够达到那个条件就可以了。因为可能他本身的话没有办法凑足那一些钱，别人要帮他那个善心不能抹煞，可以的。仙火说可以千百亿化身。有善书提到弘扬庙有7天仙带领济公活我观音菩萨回答众生的问题。这个因为我们要知道说7天神仙他也很心急啊，他也很想行功立德虽然他的名分没有正，可是他也是想借着名啦，救命来行功，借名行功啦，那是借名行功，可以的。再过来阿修罗就是魔王，就是托举，也是美国人所说的撒旦他们也曾是修道人，因有贪嗔痴而入魔界，是欲界天享天福，既不是在地狱，而是在天上享天福。为什么阿修罗平常都怕光，且说他们很痛苦，而且还有青面獠牙，及长很长的指甲？这样他的认知不透彻。阿修罗他不管天道，天道有阿修罗，人道有阿修罗，畜生道有阿修罗，然后畜生道水里面的有阿修罗，然后那个在地道有阿修罗，在恶鬼道有阿修罗，他研究的没有透彻啦。阿修罗它包含每一道，每一道都有阿修罗，有好有坏。各位先前看这一本那个楞严里面有说，那个释迦牟尼佛有讲，它包含每一道都有阿修罗，很广泛的好，请说。前期已经放1个多月了。好，请说。
有些现在会说善出佛相，我们人体透过不要怎么样处理？善出怎么样？就是有一些善出啊佛像。哦，善出的佛像已经破掉，那就把它烧掉就好了。把它烧掉，烧掉没有形象了就好。书里面印出来有佛像，佛像已经破碎了，你把它烧掉，这样懂吗？把它烧掉都没人看哦，安不好啊。你想是有些问说，如果是瓷器破掉的话，佛像瓷器的佛像破掉，瓷器的佛像破掉，那我教你用旧报纸把它包起来，敲得碎一点，拿去回收，拿去垃圾桶。还有这边有姐姐在问说，我们手鞋需要反腿吗？用什么样的姿势？那个没有固定的姿势，而且手鞋最重要是辞掉妄想杂念。只要你妄想杂念都除掉了，你就可以放下。会吗？手闲的时候可以除掉妄想杂念。只要妄想杂念都没有了，你那个手闲就可以放下，就可以放轻松了，就不要再。好，你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魂对不对？也有觉性，那觉魂跟解有什么不同？觉佛。觉魂。觉粉觉性。那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觉粉是怎么写啊？还有觉性啊。我就是要你怎么写，你领悟什么意思？那怎么写？是不是云轨？云轨，云就是佛说，佛说的轨，我们要不要？信立心，立生。你的立顶天立地，你的人已经顶天立地，已经生了，好不好？按你意思知影无？从文字已经告诉你那么清楚了，还有10分钟，可以再问。虽然烧声我哪讲会出来？今天这样也很好让大家发表心得。有问题吗？有问题问，好，请说。好。后学因为准备不出来太多性，使它充斥整个宇宙空间、宇宙系统。我想结尾没出来要了解好，你是要了解说佛性充满整个宇宙虚空。好，请坐。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是最迷惑的就是这个宇宙虚空，竟然它充满我们那个知觉性所以这个虚空之间我们那个不生灭的佛性本体，它全部充在，全部充满比如说我们眼睛看到。不管是墙壁、电扇、形象、门、佛像，我们看到以后都了了不明。这个都在空间里面。这个知道就是佛性知道。知道这个空间纵然什么都没有，就剩下一个空。然后对这个空空中的那个空，我们也了了不明。
所以最奥妙是在这个空中的空它竟然不只有空它竟然有水火风土。水火风土全部都在这个空中。那么水火风土它是属于色，那这个空呢属于空，空跟色竟然是在一起不二，它就是在一起那我们要把它分析我们用磁石机可以把水集中然后呢我们感到热，那个就是火。那个风一手不动一手动，风就有了。然后土等到那个阳光一照进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灰尘，灰尘就是土所以水火风土就在空中。空中是空，可是水火风土是色，色跟空不二，没有二，是一。所以我们那个佛性含容包含万象，万象，因为水火风土它可以促成万象，万象都是水火风土造成的所以它可以这个虚空无相，虚空就是佛性本体，没有形象，不拒绝诸相非。所有的相你要出来，佛性都不拒绝。那我们看到它呈现了，有形象的，可是经过不要100年，它又消失了。可是它又会生花所以生花消失，生花消失，都在佛性之中。那我们佛性呢，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整个山河大地都是佛性生花。所以我们了解说，所有天地的一切都是真心佛性，这么宽广所以不要心外取华，所有的万法都在心里面，都在心里面，不在心外。所以你心外取华叫做外道所有的万象都是我们真心。所以我们真心掌握得住了，那你就可以如如不动了。那我们的佛性也是一样，如如不动，没有动态叫常住。我们《道德经》的第1篇老子就讲：常无常有，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矫。那个常无跟常有是天地间的东西它常住的有，常住的无，常住的有就是万象。可是万象都在空里面，常住的无没有形象。那么它无跟有因缘汇合会呈现，因缘消失会消散都是眼寂则生，眼散则灭。那我们凡尘脱离不了这一个眼寂则生，眼散则灭的现象，都是在这个现象里面。眼寂则生有了100年了，100年以后眼散了就灭了，没有了所以万象生于有，然后有为得来，为无来它再归于无。那佛性是千千万万年，可是现象不够100年。这个100年拢在千千万亿年来的生发出来
一个鲑鱼啊，1万年来的邓去，都是这样的。我们被这个假象迷惑，只要落入形象，形象都假的，都一直变化，很快就没了。我们不要住相，不要住相就带在咱的佛性常有常无这种。这样有一点了解吗？还要一直听因为这个蛮深呐，所以我们了解说天地怎么来的，从我们一念妄动来的。假如说我们不一念妄动就没有天地了。因为有叫迷啦，我们迷昧了，迷妄有虚空。迷妄才有这个虚空啦，因为这个空才立世界。假如说没有这个空就没有世界啦，没有世界就没有人类，没有人类就没有业果，世界众生业果连续就变做世界假，人嘛假，业界嘛假啦。但是咱伫个假内底把它当作真啦，假真。知影假，咱哪能遐执着？就是这样都是假的。可是我们都很固执。那假如说不固执了，我们就会恢复呢到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不生灭，不生不灭，常住而且1万年。拄咱后壁有册互咱看，会当摕转去看。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贤，大家好。不学善道天师的老先天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我的机会去讲。各位前贤，上个礼拜有拿那个楞严经回去看吗？有把它翻起来看一看吗？看得懂吗？那个大的是经文的本文，那个小的字是或者解说，还有一些较经文比较浅就没有那个底下没有小字解说了。各位假如说能够经文本文就能够看得懂的话那可以说呢，我们就不用再解说。需不需要再解说啊？有开冷气，等一下就凉了。不会说要各位煎熬，那个是难得的机会给大家呢一个体验。说这个日常生活之中呢，身体这个是要照顾的健康，健康最重要。有健康呢才能就做万事。保持心清自然凉。我们讲到第50章了嘛对不对？这个第50章生死章，生死，这个出生入死我们了解说，我们在这个凡尘这个出生，各位前贤，我们为什么会凡尘出生？知道原因吗？为什么我们会在凡尘出生？就是业我们有造业有业才会在
这个凡尘啊，这个出生。所以我们在凡尘的时候啊，尽量就是不要造业。没有业的话，就没有促成啊我们在凡尘出生的因。所以最重要我们会在凡尘出生呢，就因为造业。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呢，有很多我们修道呢是容易知道造业的那个来源。那很多社会人士呢，他在生活之中呢，不知不觉业就已经造下来。那么业已经形成了以后，自然要接受果报。那个是一定的，绝对要接受果报。业跟果报相对没有了，清了以后那个在凡尘会出生的原因才会消失。不然我们都会一直六道轮回，都一直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那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无始以来会落入凡尘，是一念妄动，还记得吗？记不记得？说说看。一念无明生三系，哪三系？对，就是那个起心动念那个叫做业相，业，造业的业相。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转向；第三个呢，就是现象。虽然这个时候有现象，有转向，有业相，可是呢，都是在虚空之中，完全都没有形象。因为无明生三系这个三系都没有形象，形象都还没有形成，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业因的形成是要经过蛮长的时间。我们起心动念各位了解我们起心动念都是造业吗？有时候会很不甘愿，都起心动念后，头脑这个应用都会有念头生花，完全都不承认那个就是已经造业。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研究真理我们行为的业都很粗拢很粗。然后呢，我们念头的业就很细，很微细。所以我们看有一些年岁大的那个老人家，他呢吃饱饭已经都没事了，那个儿孙都已经长大，都可以赚钱，他都没事了。可是有时候他的遭遇他会给人家讲很坎坷，都不如意过得很坎坷。那各位了解他为什么会过得很坎坷吗？就是因为他的时间太空闲，修营了，把修营都没修，就会把以前所经过的事全部都回想。那因为这一些念头就形成了他的遭遇。他本来不用接受果报，就是因为他的这一些念头，把以往所经历的那一些因把它拉来，那因跟缘汇合了，果报就形成。那果报形成了，要去接受，接受的时候就不顺了，生活之中就很坎坷。所以呢，只要有人陪着他的话，
他的讲话都一直埋怨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是形成坎坷的原因。假如说呢都已经可以应先，听懂意思吗？就是吃饱饭没事做的时候头脑不要胡思乱想就是能够保持那个空闲，能够保持空闲的时候我们心清净，那心地清净就不会一些不顺的遭遇让我们碰上。所以要了解说我们的念头是形成我们在生活之中不顺的原因。所以这个出生呢那个最源头因为无明生三息，那个呢是很原始状态。那落入完成以后我们本来只有那么一点点的业非常的少，可是我们落入完成要来还那么一点点的业结果这个业还还的是很轻的可是造的是越多有没有感觉我们在生活之中还无工都欠无慢所以就越欠越多了。那我们到现在已经又到人类很久，那很久就不只是5万，大概5亿了。要还很难还的，对不对？赖不赖皮要不要还那是我们修道人我们修道人呢才会很心甘情愿的，只要是自己造的业自己都心甘情愿的去还。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要把业都还清了没有业，那要再完成出生的原因就不在没有了，没有出生的原因那既然没有出生就没有入死，就不用死了因为我们有生呢所以才要死所以最重要我们要先把那个生的原因了解，然后去掉我们呢要研究这个12因缘，各位有研究过吗？12因缘从无明有没有眼弦、眼识、眼名色、眼六路、眼触、眼受、眼爱、眼取、眼有、眼生、眼老死，有没有？好像很陌生呢。我们不是有讲过吗？之前有没有讲过？有讲过因为我们了解到说这个12因缘也是探讨我们在凡尘为什么一直六道轮回的那一种那个因素最后一个就是老死。我们为什么会老？为什么会死咱哪会老哪会死？我们都没有想过，准备要活安尼差不多2万岁安尼。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生，有生才会老，才会死。那为什么会有生？那个有生的上面一个12因缘叫做有呢，就是因形成就是我们所有的业已经让它走来叫做有。有的顶头这个取的是我要那为什么我要在上面一个就是因为爱呢跟不爱
爱跟不爱啊，就形成我们取，取了以后啊，业先造了，造呢就要生，生了以后啊就有老死，所以它都延续下来。那我为什么会有爱呢？各位先生，我们在凡尘啊，为什么会有爱？咱伫凡尘啊，有爱对吧？各位心中都没有爱吗？我们的爱从哪里来啊？从哪里来？从灵性来，那个讲得太干太含混了。我们从感受而来，是不是啊？我们的爱啊，从感受，有感受，感受呢，然后才促成我们的爱，因为爱呢，才促成我们想拥有。那为什么有感受啊？我们的受从哪里来？从接触而来，接触了以后啊，才感受，有感受以后啊，才产生喜欢讨厌，那我们接触从哪里来？咱的接触咱用什么跟人接触？应对进退啊，用什么？对，我们用六根来接触所有的外界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那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从哪里来？从名色来，名就是呢我们的精神状态，色就是形象，从呢名色，我们的名色从哪里来？各位都很陌生很奇怪，而且都有讲过了呀，会觉得大家都很熟悉说，进来一问啊，都知道那个名色就是我们怀孕了以后，怀孕了以后啊，那个就叫名色。那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父母亲的那个怀孕跟我们前一世所造的那个业因啊，它呢有相关联所以名色啊由识认识的识而来。这个识啊，就是讲修欠债啦。各位相不相信我们在凡尘啊有修欠债？有没有？这个是蛮肯定的啦。无修欠债就袂来，嘛袂做一家的人，所以做一家的人啊，拢修欠债。那个呢，形成啊，就是我们人生。上一世啊，跟父母亲结的缘，然后这一生呢，形成了，然后来投胎，结成那个名色，然后呢，那个识啊，那个造的业啊，从哪里来？就是行啊，就是时间呢，一秒一秒在行。还有我们的现象啊，也一秒一秒在移动，这个所以从的行来，那行从哪里来？所以这个12因缘叫做打破砂锅问到底，一个一个问，问到头。原来啊，最源头就是无明，无明啊，无明产生弦然后识，然后名色，六入触受爱取
有生老死这样12因缘。我们在这个12人转之中啊，各位贤贤，我们在这个12个人转之中哪一个可以让我们逃得出去？都觉得咱找会出来。哪一个我们可以逃得出去？当然无明能够去掉是最理想。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到，就是受。各位贤贤，我们在凡尘的受，我们把它认为是千真万确，就是呢非常的这个实在。可是真正的受，它虚幻不实。那假如说呢，我们一切都不受，就是完成所有给我的那个现象，完成所有给我的事情，我全部都不接受。各位姐姐，不是说不处理事情了，是让它进入内心，这样懂意思吗？不让这个受进入内心。我们现在的受进不进入内心？不但进入，而且进入很深，有没有？咱去用骂出来很生气，对不对？气不气？大概有多久？这个气大概有多久？假如有一个人一直在骂我们的每天都一直在骂我们这个气会生得多久？会不会进入内心？它会多久？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都被假象骗了，假象骗我们。因为一切的受，它都在无常变化。那我们把受都当成实在，千真万确，结果被他害了。我们去处理了以后，自己的业已经形成。造业形成，所以因为那个受让我们呢产生那个排斥，就是那个爱爱的那个相对待，那个排斥以后我们呢再接着下来就是已经呢形成了那个业因有已经形成了，那么形成有生就等着我们。这一生过了，下一生就等着要来再转世，一定要来。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时候，训练自己，一切受，还哪样呢？会不会？尽量我们处理事情应对进退处理的时候就当下就好，就是伫表面就好莫进里面迄内心内底。假如说我们进入内心我们会记住，咱记咧，迄个业都已经形成就变有若拢无心肝内底拢无记咧，拢唔知影，心拢无业。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业的形成就是讲咱心肝记的记条条，讲好，你甲我骂，你甲我记，有没有？有没有这样？最我们人这个最起码的那个生活态度都是这样的一点点我们都是
唔轻红偏啦，轻啊唔轻，不回答还是最好的，还可以选择。所以那个实际的情形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在生活之中呢，当然都是想呢过得都很顺啊，那过得不顺的话会逆我们的心，那逆心呢会记在心上，那记在心上呢，我们就了解说，那个都已经形成，业啊已经形成。那只要心上都没有，心上都是空荡荡，这样呢没有，就容易回到我们呢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呢最重要，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就请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出来当家做主。可以遮住嘛？那个当我们的佛性本体当家的时候被人家欺负、被人家骂或是过得不如意呢，那个佛性本体它修养非常好，它不会计较，它不会记在心上，所以没有造业，所以不用受苦，不用再来还尘转世。先了解吗？他肯不肯受？不容易因为我们都是会反射，一反射作用被人骂了以后会怎么样？骂回去，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想那个狗告上肥对不？我们要不要蹲下来给肥倒转？要不要？不用那以后假如说有人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成说都告你肥，安尼一样的，安尼较简单对不对？容易做了，这个就比较容易做。他告你肥你免肥都登去，不要笑出来。凡尘事很有意思。我们业因的形成，有时候也很冤枉都是无所谓的事，足世。足世咱各拢记条条，记条条业就现形成都现爱受苦，咱各拢甘愿，甘不甘愿？这个时候不甘愿也要甘愿，事情已经到头上来了，所以我们讲说呢，这个出生今天来才说6个字讲1个小时，现在2个字再讲半个小时。不过这半个小时把2个字都还没有交代清楚，清楚了没有？我们出生清楚了没有？那出世清楚的，拢清楚吧？那出世，问题还真大这个出生呢，一定要父母亲结婚，对不对？然后才把我们生下来。然后我们还要跟父母亲结也有那个因缘，不然呢，我们看现在很多呢，那个小孩子一生下来就不会活，
那个就是没有缘啦，有因没有缘，所以甲你安尼一个当弟啊，沾个一个名分，讲甲你做母仔囝，可是一下子又见了，没有缘，所以我们了解到，有因还要有缘，才能够相处。那我们现在呢，都已经落入现象，都已经长大成人，而且都还做人了，拢有做人，嘛做啊拢真成功，有没有？各位都没有做人啊？这个还真的是一语相关的真要做人就识会好，真要做人就是已经结婚啦真要做人就是已经有下代。这个出生孩子的问题很大有没有？大不大？最大我们要了解到人生在凡尘最大的事就是生死出生入死问题最大所以对生死的事就是要研究彻底了解，了解了以后我们最起码不造业不造业不受苦不受苦了以后又可以来牵化别人自己可以得到解脱呢，又可以牵化别人我们把这个出生呢稍微这个搁下，再讲下去真的要1个小时了。那接着下面2个字叫入死。各位先生，我们为什么会入死哇，这个原因真的还真蛮多这个入死，我们看的这个老子怎么说？他说出生入死生之土死有3，然后死之土一样死有3。这个死有3各位先生，死有3是什么？都没有研究过还真单纯的这个13就是我们的7情6欲，7情6欲知道吗？喜怒哀乐爱恶欲，然后呢那个7情呢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加起来刚好13，死有3。那生之土跟死之土都是一样，7情6欲，就是看我们对7情6欲的认知跟我们的作为我们是想在凡尘住得久一点的话那我们对喜怒哀乐爱恶欲跟那个6欲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就要加以约束，来约束不要放纵，放纵就变成了入死，很容易真紧死这样了解吗？
怎么忽然发现呢？从外家里，你拢无爱应，但是我无声。或许还准备说，要把那一本那个《楞严经》要把它讲完。就是因为上个礼拜刚写完没多久，然后开始在北部就试着在讲楞严经，就是忽然感到那个力不从心了，里面蛮深的然后实在是前夫都唔捌好，虽然之前曾经都讲过，可是真的要把它阐释得非常透彻的话，很不容易。所以这个身心气脾都全无力，连话都讲不出来。各位上个礼拜不是有体会吗？有没有？我们发表心得还发表得很好可能各位都还有心理准备，我今天要来讲，有没有啊？我今天要来讲心得，你看上个礼拜某某人讲得很好有没有？那拢讲讲。所以那个机缘要有那个机缘，要跟大家结缘都很不容易所以把自己那个修正的过程怎么听怎么做然后呢怎么呈现，然后呢讲给别人做一个参考，这个都是一个善缘非常殊胜，很不容易的对不对？我们要找一个机会，说面对很多人，然后来讲我们那个心里面的那一些经历，那些过程容不容易？都很不容易所以假如说有机会的话要把握把握机会。不过或许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是很专注的听可是竟然说听不出巧妙。我们呢在阐释的时候讲自己的心得也是一样，要把那个重点要把那个自己那个不知道跟知道做了以后有功效跟没功效，要把它强烈对比这样呢听的人就容易了解，容易了解就有帮助，不然讲一讲好像没讲一样那就可惜了没大。有没有人要讲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回来回来讲这个道德经就是呢喜怒哀乐爱恶欲。我们要了解说呢那个这一些都是我们的常情，人之常情，都会生活之中都会呈现那我们在这一些自然呈现的时候就不用在意，不用去在意它就不用管它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两个，一个就是约束生之福实有三，就是爱把这个喜怒哀乐爱恶欲这爱来约束来约束，不使放纵。放纵就是死之徒啦你约束它就能够这个生之徒
所以啊，我们在凡尘各位学姐，我们是在学生呢，还是在学死啊？学生还是学死？学死啊！我玩那看游戏，是不是？对哦。有一些人年岁大了他就会讲，我在学死啊，学死，学安那较好死，莫连累厝的人，莫连累家属，听起来也是蛮合理的，可是不合情，合理不合情，不合我们那个摸路，所以不能这个学死，要学生。我们呢都是在学生，按他生生活，怎么样生活啊有意义怎么样生活呢有意思？各位都找到方向了没有？有没有？按他活，而且活了有艺术，有无？我们能够呢明心见性能够呢见性成佛，能够呢度化众生，这个呢就活得非常有意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凡尘最这个重要还是要立定志向，为求作佛，不求一物因为我们求一物一口气不来，拢别人的啦。都要为等去，所以我们要为求做佛，做佛就好啊。剩的拢唔要做佛，因为做佛了以后可以自己主宰，要不要生在凡尘啊？要不要生在娑婆世界啊？还是要到极乐世界啊？各位以后要到哪个世界？我唔知啊，糟糕了，以后要到，一定要有个地方那我们要知道啊，为求做佛，那我们各位请想，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就是佛。为求做佛咱的佛已经就伫咧听伊的话，按照伊的指示去做，这样会不会？一定要肯定自己呀，那个佛性本体，因为佛性的本体就是佛，身外没有佛啦，不要向外求，外面没有。你外面跟他求不到佛，一定要向自身求。那自身的佛就是那个觉性。我们有没有觉性啊？有。而且很明显，对不对？起码灵体有两无。这个是什么？就是觉啦，对不对？这就是佛啦。这个觉得很凉，这个万里路。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很亲切的，不很远，只要向外追求，那个路啊已经差了，偏了，不对了，这个才是正确。你看我们开始还没讲的时候，大概不安呢，这样乱，有没有？那个是不是解呀？所以你看。这么亲切都跟我们在一起，热的热，寒的寒，凉的凉，清清楚楚，有无？这就是啊，要搁多找。连吹一吹啊下去。我们才在讲而已，
上面爸爸去。那个就是觉，觉得太凉。可不可以把它关小一点啊？想法是讲唔通，关小一点会热。所以我们研究这个心理心法，它不是说呢高在天边，绝对不是那样子的，而是很亲切，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只够把这个觉性时时刻刻都去守住，你没有无明的时候了，我们呢都会不觉。不知不觉，不觉就是无明，无明就会造业。所以我们只要把觉能够守住，卖守到好他下手就好啊。给守住，那个觉都守住了，就可以，时时刻刻，觉性都在，一定成佛啦。这样了解吗？有没有很亲切？不会离我们很远，对不对？所以不要高推圣境，自居悲屈。各位了解意思吗？把那个佛推得很高啊，高推圣境。圣人的那个境界啊，我都达不到。圣人有圣人的骨头啊，我这个是凡人的骨头，我们都这样说，对不对？不对，所以要了解到，这个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只要我们心坚就一定可以做，对不对？说自己对自己要有信心。我们上这个课就是培养信心。对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产生信心。从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都是培养信心，培养我们对不生不灭佛性的认识，对不对？现在已经看认识了，对不？要怎么样认识它？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万念都放下，万念都是妄，妄尽真就显。所以妄尽的时候，那个真就是即心即佛。我们之前这个研究六祖坛经不是时常讲吗？即心即佛，有没有？那时候呢，都还会认为六识心是我们的心。不知道那个心原来就是讲这个就是在讲这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真心不变的。现在各位对真心跟妄心分别的出来了，可不可以分别？可以分别了只要是根尘相对，我们六根面对六尘，那个六识都是妄心，那个叫识心认识的心。因为变化无常，那我们不能把变化无常的心拿来修道，那个不会成道的佛。所以那个不要。我们一定要用真心。真心就在我们万念都放下了，一念不生，那一种了了分明，非常清楚显现，那个就是佛性本体，那个就是真心。这一个真心就是成佛的根源。我们认识了，就可以成佛了。所以不很困难，困不困难？不会
容不容易？很容易的，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千古都不传了，或者在讲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看到，说这个不能讲的，我竟然都把它讲得这么明白，明不明白？很明白就是《楞严经》，《楞严经》大佛顶在下的那4个字啊，如来密因，有没有？如来密因呢？秘密的原因啊，竟然给我安尼甲宣扬安尼大家知，安尼那好多密，已经不密了。我在想糟糕了，我这个泄露天机。讲得这么清楚明白，就让大家成佛你没有详细要去领悟的话或者说30年开始的时候不是就讲了吗？30年领下来就是那8个字。观念放下，念不舍，那个是30年呢，30年我们哪一个肯用30年的时间来找这个如来密因？我自己找到了还没关系还把它宣扬。老师过我都扣什么？所以我是一直在烦恼说我唔知讲的话。所以各位回去的时候要事先看。先把它看懂，以后我们讲就快了，看懂以后讲起就很快，会透彻了解，没有拿到的已经在送来了，有亲朋好友喜欢研究的话，也可以拿回去给他看，就是那个《楞严经》那个一箱有4本，1、2、3、4、5箱，还都100几本各位都拿到了吗？有，没有拿到的举手看。还这么多没拿，你卡手较慢，都不够快。会记得提出来都要变我大家容易拿，才不然呢，等一下又大家挤在一起，有亲朋好友要研究的话，也拿回去给他看，因为这一部经呢很殊胜，不容易拿到，不容易看到，所以希望各位呢先拿回去呢能够还，蛮重，有较重。我们再回来，人之生众之死地者一死有三这个我们人生下来了，可是开始活动以后，他就往那个死的地一直在前进，就是放纵。所以我们现在也很多那个父母亲养育孩子很放纵，安尼成囡仔是爬去咧头壳顶咧放流，有没有？拢超过现在囡仔少拢安尼有一点过头了
啊，所以那个叫放纵，哦，那个喜怒哀乐哀恶欲，哦，已经都放纵了，哦，尤其啊，我们六根啊，哦，一样的，哦，放纵。那么福何故啊？哦，这个老子在解说说什么原因呢？哦，那个福啊是没有意思啊，就开语词，以其生生之后，就是我们对生啊，要了解说有其自然。我们在生的时候啊，都要自然。所有的一切经过我们呢处理事情然后我们的饮食睡眠以及所有的活动都呢要这个顺其自然。那么这边生生之后，就是呢家爱家好，亲爱好，然后大嘛大家好。困了困到难起来，那个叫做生生之后，有人呢无？咱家拢无啦吼，但是咱知影有啊吼。我们认识的有人是这样子，因为他的环境好，有钱，所以不用劳动，所以他每一样都跟人不一样。那个叫生生之后，那会放纵自己的性情，性情啊一放纵以后啊，就动之死地，往那个死的那个地啊，前进，所以老子就讲说呢，我们在生的时候啊，一定啊要追求那个价值。人在凡尘啊，就是要活动，爱利益众生，像现在啊，有很多呢，都做那个志工、义工，那一些啊，都是真正的能够约束啊，十有三，对呢，喜怒哀乐的哀恶欲，以及啊。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都能够约束。它能够约束的时候啊，它就往生的方向前进，所以那个就很理想。那么盖闻善摄生的，就是老子说有听过呢，那个啊善摄生的那个人入行啊。不易呢这个束缚，那个束就是那个独角兽啦，咱的那款野兽拢两个角对无？这束干那一个角尔啦，干那一支干那一支角。现在好像没有这一种野兽，所以那个动物园都看不到，那老子就讲说呢，这个善摄生的他在入行的时候啊，不会遇到那一种野兽，就是五感的一款野兽，他都不会遇到。那为什么呢？因为啊，他的性情啊，就是跟整个宇宙大地都是天人合一啊。各位同学，天人合一知道意思吗？知不知道？就是我们人啊跟天都合在一起，人的心啊跟天的心也一样合在一起。我们有没有这个找一个时间把那个心啊跟天合在一起？有没有？看起有点美虎啊，应该去社会，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各位同学，那个只要我们在空闲的那个时间不管是长还是短，只要你那个万年放下里面都不生的时候，这时候
真的就是天人合一啦。虽然你没有表现，你没有说了了分明，你没有说这就是佛性本体，没有那样说。可是这个时候啊，他的精神状态就已经跟天合一了，了解吗？我们好像对这个还没有很崇拜，没有很崇拜万年放下，有没有？要对他尊敬，对万年放下尊敬，一念不生，就是尊敬自己的本佛、本性佛、自性佛。给咱家己的佛，所爱尊敬，尊敬他，跟天都能够合一的，所以这个在生活之中很容易的，只要有几分钟的空闲就可以做，就可以到达，那一种那个天人合一为什么古时候人我们看了那一些有名的这一些历史记载的，他们能够让我们尊敬崇拜，就是因为他们的心都跟天相通了。因为那大的厝拢迄个草寮对不？拢用迄个草去砍的厝顶所以人心跟天心融合做伙。那因为我现在居住的环境都是钢筋水泥，把咱的迄个佛性跟迄个天心相隔开咱若摕一个迄个电晶体收音机去迄个地下室大楼地下室无声，那个电波收不来，有没有？就了解说天心跟人心隔开了。那我们在这个空间直接跟上天连在一起。人心跟天心很容易就合在一起。所思所想的事情一定都是天在想，天在做。那有没有德德性就很大了，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人心那么坏？诈骗集团那么多，就是因为咱拢都爱钢筋水泥来对，拢隔开了，拢跟迄个天心隔开。隔开人心是人心，天心是天心，所以就变成衣冠，后边能力就变禽兽。虽然穿人的衣服可是那个心弄到禽兽感，有没有一点像？尤其有一些那个比较那个高阶层的生活更显现那个衣冠禽兽。虽然是穿的人的衣服加飘飘，可是那个想出来的事情拢是咧坑人害人要吃人，很不理想，对不对？这个是环境影响。那我们了解所以我们修道有空闲的时候然后缘较接出去这个野外，跟大地能够相通相合，时时刻刻人心跟天心都合在一起，这样就很理想理不理想？理想。所以要勉励我们自己，不要变成心慢慢的改变了，是人的外表，可是心越来就越不好，自己会知道
所以这就是要这个修持所以老子为什么会这样讲？说呢，入行不易是那每一都得观野兽，就是因为他的心都跟天相合，跟天相合他就野兽呢对他呢就以同伴相对待。像那个广清老和尚，不是咱拢叫伊虎山对不？因为他都是跟那一些老虎住在一起他都跟老虎讲你拢无爱做好了，看嘛变这个形互大家拢惊你。那个老虎就会都降服在他的身旁，听他讲经说法，他会照顾他，好伫咧甲伊顾，顾迄个广清老和尚。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就是老子在讲的入行呢不易是否，就是因为人心跟天心相通。广清老和尚因为那个环境不好，小孩子的时候就给他带去寺庙互伊去修炼啦。所以那一个环境形成他能够那个心跟天呢都相通，所以就很理想。整个这样下来，自然呈现的，那看了我们看到会怎么样？靠弄你人家还可以指挥他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没有什么法事的，就是那个心。我们你看都是用枪，看到也都想会怕，那个大灯来夹。你想要来拍，伊想要来伤，会袂？就是这样相对嘛。你若对伊好，伊就对你好尤其那个小孩子，囡仔囝咧伊拢袂晓半项。你若甲带去迄个燕山迄老虎迄个洞穴，你甲藏咧，伊嘛甲老虎去算。会不会？因为他不知道怕，小孩子不知道，不知道听，伊也开始生。老虎看到那个小孩子他没有那一种伤人的心他也不去伤他，就是一个自然的形成可是我们那个防范的心就不一样那么入经不披甲兵就是进入那个军队那个军队不会伤害他。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就是很善良。那个军队你要去伤害他的时候你会不忍心这样以后我那通去甲他抬，对不对？所以或许以前看到那个人海战术就想到我们人真的是很无奈，都是老百姓被那个国家把你征召到前线，然后呢把你赶在最前面就是对方的敌人开枪第一枪就是打到你。你假如说我那个去有人怕，我向后转可以吗？向后转后面有枪，咚一样死翘翘。咱人有跳
真的很跳哦，人海战术啊，哦，现在那想出来，迄台路迄个18站里头，还佫有够，还有比地啊，哦，这不管前不管后啊，都是死啊，都是要我们死，所以当人哦，还真的是哦很脆弱又很无奈。在那一种现象之下，哦，你又不得不听命，听命就爱死啊。我们很幸运啦，哦，可以当这家研究经典，不觉得吗？事无所投，事无所投其脚，就是那个野兽，它不会用那个脚来伤害，这个呢善养生的人。然后虎呢，无所措其爪，那个老虎啊，它不会用那个那爪来伤害善射生的人，就是它能够天人合一，兵呢无所容其刃，那个兵啊不会用刀来杀人，他真的把它关掉了才真很热。那么夫何故啊？以其呀，无死地，就是这个天人合一这个啊，他没有死地，他呢三色身啊，纵然呐，就是身体这个形象没有，可是他的那个精神啊，都跟天合在一起，是合一的，这是50章生死章，3点10分，再讲20分了我们一样的，这个留半个小时给各位发问。这个还有20分呢，我们再讲1章，还是各位还要再发表心得，要不要？是歹势讲呢，要等到以后了我们再这个珍贵章。道生之得续之，道生得续啊，这个讲尊贵，就是道德啊是最尊贵，然后我们再凡尘啊，最尊贵的就是道德，所以呢，这个道德啊，就整个在我们身上。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啊，就讲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那良心。良心呢就是道，我们按照那个良心来做，就是德，然后能够维持不变就是经，就是道德经。然后呢，在日常生活啊，整个道经啊，都在我们生活之中，很容易去呈现，很容易做，所以老子就讲说道生啊，我们的所有凡尘的一切。不管是人物万象，万事啊，全部呢都是道生的，从道呢生花，然后呢又归到道回来，道生，各位呢对这个道生呢了不了解？大部分都了解了我们说呢，从无极，然后呢太极。两仪4象，然后8卦，相冲相凑，864，
整个天地形成，都是从无极无到极点就变有了，然后有我们呢生了凡尘，那凡尘呢一生了以后万象全部具，万象拢做甲你看道甲万象呢拢做甲无同，大行拢无同，大行真水，大行呢都有它的作用，奥不奥妙？很奥妙所以呢，我们了解说道生之是道生的，然后呢德续之，道生德续，从道呢实体而发，都是德道德，所以我们呢要按照呢我们佛性本体，按照佛性本体来做，那个呢都叫德道德。那么物行之事成之，这个物就是万象，万象呢它呢形象就表现出来，然后呢慢慢就有那一种那个生长的力道，那个事成，那个事成呢就是生长的力道。看咱的园甲布咧，伊慢慢就大，就芒花，就结穗，然后就咱就会食呀，对不对？养育我们群生，养育我们身，那个呢，事成之，是以万物呢，莫不遵道呢而贵德，所以这个万物都是遵道贵德，我们呢这个了解到这个所有的万物都是从道呢实体而化，然后呢德加以培养。那么道之真呢德之贵，夫莫之命呢而常自然，这个道真德贵夫莫之命，就是我们不要去命令他啦，咱唔免甲命令伊家己就做啊拢完成。我们有没有去命令那个万物？有没有？徛咧迄个树仔的头前，大张，有没有？没有唔捌甲伊命令啦，爱家己直直大，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老子呢都把这些微细的地方都讲出来，让我们能够呢知道，说呢这个最重要就是这个道德。那这个道德就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只要能够认得生，认得真，认得切，然后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改变自己以后度化众生就容易。为什么？因为不用讲话，你身教道都在身上，不用用口去讲道，用身来行道，这样人家就很佩服啦，对不对？老公人不一定配合，对不？老公，人家说那个耍嘴皮子，耍那个嘴巴的。你真正的会的话，都用身体表现啦。人讲这价值咧学，很值得学。那价值咧学就跟乐意跟你相处在一起。这样呢，我们就容易了，就可以把道整个就呢在完成这个行持，变这个娑婆世界为莲花班，真正的可以做的
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这个左邻右舍啊，我们都不肯帮忙，然后也不肯去招人家，那人家要不要跟我们在一起？就不要了所以一定要我们要就是要付出不求回报这样直接把道表现所以这边老子讲那个呢尊贵道的那个尊贵，夫莫之命呢而常自然不要命令他呢，他自然而然呢就会这个形成万象万物让我们众生呢都能够用。故道呢生之畜之，长之育之这个道呢能够生，能够育持续酝酿的蕴藏在那个万物里面安过使万物生长长之育之，成之熟之都自然而然的到达这个状态。那么养之护之保护它养育它生而不有这个道最难得它就是生而不有，它生了，可是它呢不拥有。我们都会说这个坏有没有东西这个坏那道会不会说他生出来他说这个坏会不会不会所以生而不有你看咱生囡仔咱讲这个囡仔一定安尼顾较好对不？我们最难得就是养育这个儿女然后跟儿女当朋友不是说你是我生爱听我的话都是这样他说要学那个道生而不有生是你生不对了，可是你不拥有你跟他呢就是平等，没有分别那个很不容易所以最难做的就是生而不有，然后呢为而不恃你都拢直直咧做，可是拢无靠势无靠势讲这个我期待我们都会可是道都不会，道呢把万物都形成把这所有养育众生的东西那个五谷拢互伊食互咱会当食会当成长伊拢无居功伊拢无讲这我爱功了全部没有，拢故在力量，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体会那个老子所讲的，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都会运用到都呢呈现的所以这个长而不宰，让它成长，可是不主宰它，当他的那个你看我们现在那个孩子他要念什么都要听父母的话，孩子自己本身有那个喜好这个有时候父母亲都不答应那个都主宰，所以我们能够长而不宰，使它生长，可是呢不当它的主宰容不容易做参考啦，讲你若要选这项后日会安那讲好听然后最后那个主张爱互伊本身家己生出来安尼呢叫做长而不宰，不当他的主宰然后呢智慧贤德这一章呢51章尊贵章
也就是玄德哦，玄妙的我们那个从道发出来的德哦，玄德，玄之又玄，我们呢就是了解说很不容易哦做的哦这个德啊，玄德，然后我们呢能够啊，就是勉励哦自己啊去做，勉励自己哦去达到，这样呢就很理想哦。这个呢是51章哦，我们还有这个35分呐，我看剩下5分呢，容给各位问好了，好不好？好。谁要先发问？有吗？讲实话。好，请说。先说，山河大地是佛性真高，自古以来为何不建立一座喜马拉雅山的湾山或太平洋产生？是老母规定不能随便产生，即所谓的定律吗？这个老很会想，我们要了解到说，因为天底下它是一个一体，是一个绝对体，没有对待，没有相对待，所以以现象来论，我们知道呢，很不容易啊，了解到说，为什么山河大地是我们真心佛性啊所生发。可是呢，各位讲说这个我们讲耳根圆通的时候啊，有后面一段文殊菩萨所讲，他把那个整个天地的形成，就有讲得很详细了。他说呢，我们这个迷妄，生虚空，因为迷妄，迷跟妄才有虚空因为虚空才立世界，因为虚空才有世界，然后因为世界才有众生，因众生呢才有业果。我们造业的那个果报所以呢，假如说我们一修真了以后，就把整个这山河大地所有万象都打破，都已经摧灭，所以那个摩悉所罗就是波旬魔王。他呢不希望我们修真，一修真以后因为迷妄才有虚空，因为虚空才有世界，因为世界摩悉所罗魔王很喜欢，他很喜欢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娑婆世界魔王很喜欢，他希望呢所有在山河大地里面的众生都当魔子魔孙，各位愿不愿意所以只要那个修道，一头发一理光，一穿袈裟，他那个力那个祭祖戒就把那个他们戒力送到摩悉所罗天。他波旬一收到以后，他说哇，都把我的世界打破了，就把这个世界整个都打粉碎了，所以那个祭祖戒你一参加那个法，祭祖戒的那个做法，那个法，就表示你列入那个生宝，生人之宝就跟佛的地位一样，
佛法僧，已经三宝之一呀，就已经列入僧宝。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说，山河大地是假的，是迷妄才产生的。迷妄以后才有虚空，虚空以后才有山河大地，它是假的，不真。这个呢，我们在《楞严经》里面呢，有讲得很详细呀。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探讨。学长知道第二个问题佛性和道是否可以画上等号？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佛性它本来呢，讲的就是道，道就是佛性因为道它很宽广，讲佛性我们会比较亲切，就在身上，所以道跟佛性是一样的，虽然说名字不同，里面的内涵是一样相同。好。第三，为什么仁义礼智信各有颜色代表？黄代表信，为什么不是别的颜色？信就是自信，不用颜色代表不行吗？因为这个叫五行它五行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五行金木水火土它是行不是停止的状态，是一直在行它会生花像金拄到烧伊会生水水摕来压树树会大丛，树大丛甲摕来会当起火会多即摆会多会变灰，灰就是土土内底有金金拄到火同款会生水相克所以就用五行用五色来代表青属于我们的人义礼智的民族属于青你若义金义理迄属于白然后呢那个丙丁火壬癸水它都有一个就是代表号，只是一个代表啦，代表它不是说固定那个黄我们就是了解说居中黄它是居中，而且呢我们要知道说它属于信，仁义礼智信那个黄代表的那个信信居中，统四端，兼万善所以我们相信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最重要就是相信自己所以你相信自己了以后东西南北仁义礼智你都已经兼含在你的经文里面。所以那个有时候在看那个理数和解里面会有更详细解说。还有一题为什么老天降人要有红人、白人、黄人、黑人之眼呢？为什么美国人有的人眼睛是蓝色、绿色，有的动物也是？这个倒是跟我们那个五行有一点类似在哪一个地区出生的那个人种就比较那个靠近哪个现象，这个是跟我们五行天地间的五行有相连所以那一些这个外国人因为他们的等于是阴眼比较不足所以我们看看我们亚洲
亚洲哦，那个空那个亚的中间啊，空间哦，刚好一个十字啊，哦，亚洲的亚，中迄个空空啊，迄空底下都一个十字啊，所以哦，见到圣人啊，都在我们中国，都在亚洲，这个是我们占的哦那个底，讲的这个比例哈，比较理想的那个地方，还有吗？那个，请问有讲出释迦牟尼佛生于印度，为什么印度人反而多数人不相信佛教？耶稣是犹太人，而犹太人也不相信耶稣，这是为什么？这个修复也讲去，因为现在啊，印度他们佛教本身啊，大概只有20%啊，那个外来教以及他们本身的外道，都蛮兴盛，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是人心已经的变化。跟以往很淳朴的那个已经不同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也无奈，而且假如说我们有看佛经的话，因为阿难答应那个尼姑可以修道可以成佛，让他们整个那个印度信那个佛教的那个时间减短，那个时间缩短，本来还可以很长，可是因为佛答应了那个阿难的要求，让那个尼姑可以修道可以成佛，就变成那个佛法兴盛的时间缩短。所以有菩萨问那个释迦牟尼佛说，佛法什么时候会灭？那个释迦牟尼佛他就回答说，等到我们凡人都不相信的时候，佛法就灭了。凡人都不相信佛法，那佛法就灭了。蛮实际的你都不爱信就没来然后我们要相信什么我们自己主张自己主张你要相信啥？各位浅显，现在要我们选择我们要相信什么？还是相信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的佛，当下就是还是相信他。现在还有问题吗？还有20几分钟。问题对各位修道的帮助会很大，因为有一些呢，我们认为说无关紧要的，结果那个答案一出来，结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所以有时候在做的时候做功夫的时候，一点点的差别结果做下来功效就红了。比如说我们在做万年放下，我们在做万年放下的时候连那个万年放下那个4个字也要放下，不要记在脑海。我们一般都会万年放下，万年放下，万年放下。开始的时候无所谓了因为还不熟。可是等到已经熟的时候就不要连那个万年放下那个念头也不要
都不要所有能够起的念头，所有遭遇的现象都放下，都不要。好，请说。我想是那个歌念可以念慢一点再念。念慢一点可以啊。第一个无明，可以把它记下来，无明，然后眼行，行路的行啦，咱咧行路的行，无明眼行，因缘的缘，眼睛，然后行眼识，认识的识，然后识眼名色，名字的名，色相的色，彩色的色，名色，名色眼六路，1、2、3、4、5、6的6，路进入的路，六路，就是6根啦，6路。然后6路呢，眼触，接触的触，然后触眼受，感受的受啊，接受的受，然后受眼爱。爱言取，那个取舍的取，然后取言有，有言生，生言老死，这样有没有12个？有没有12个？那就把它再解说，我们为什么会老，为什么会死？从最后面解说过来，因为我们有生，才会老，才会死。那为什么会有生？就是因为有就是已经业拢做来啊，已经固定啊，固定的有没有的有，那个有，就是讲咱已经业已经拢做固定啊，为什么会做业？就是取啦，取舍取，因为我们有取舍，所以才会净业，净业。所以都要接受生都要老死，所以它有连贯。那我们为什么会取舍？就是因为爱，爱跟那个讨厌是相对的。我们讲爱比较会容易了解。有爱才有取舍。那为什么会爱？就是因为受。那为什么会有受？就是因为接触。那为什么接触？因为有6根。那为什么有6根？因为有名色。那为什么有名色？就是因为我们有之前跟父母亲所造的那个认识的那个事。为什么有事？就是因为有行。为什么有行？就是因为无明。这个是从后面解说过来，然后我们从前面解说下来。第一个就是无明，无明就是不了解真理，不了解真理呀，时间在走，然后空间也在走，都在变化。所以从无明产生行，
神都已经在行，啊，你行的时阵哦，咱就要知影讲我们的中阴身啊，哦，已经伫咧黑暗的内底哦，咧找有缘人，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哦，神直直找，已经找到哦有缘，甲父母有缘。第三个哦，认识的事啊，一定有自己造业，跟父母亲结缘，三个合在一起。假如说父母亲没有跟这投胎者结缘，大地啊看起拢黑暗啊。有跟父母亲结缘，就有一点亮光。啊，亮光的时阵哦，中阴身伊就一直照迄个亮光内底去投胎。啊，这个时候啊，那事的事啊，就是父母亲正在做爱，所以中阴身啊，伊就投胎里面啊，投胎里就怀孕，怀孕呢，这名色，是精神状态，色就是咱的形象，所以已经入去啊，怀孕啊，已经有啊，结做伙啊，家己的甲父母的业已经拢结做伙啊，结做伙以后，他经过7天、7七49天到286天出生，在那个肚子里面啊，它就有那个6路，就是生长6根6根拢具备才会出世。286天出世出来，就甲凡尘接触，甲凡尘接触就爱考，无考袂活，一定爱考。所以投胎的时候，中阴身呢，那个进来那个是我们要了解就是第8意识。第8意识最早来投胎，可是呢，出生以后遇到空气一定呢要哭的时候他第8意识跟那个灵合在一起他就没有哭不会活啦，无考袂活所以医生一定会把那个脚，小孩子的脚，把它抓起来，让他的头朝下，打他的屁股啦，给线互伊听。然后那个小孩子一收到一以后就哭了，一哭了以后，那个灵就进来，然后医生呢说好啊，挖，他就给他绑落来，就这样，就已经在凡尘接触了。接触以后，他慢慢小孩子以后，都会有感受，感受很强烈的。囡仔伊安尼若袂声就哭也很强烈一感受以后，慢慢又个大汉，他就知道爱爱你看嘛，就取舍，取舍以后，你的业就做落来做落来，都要搁接受下一生的生，下一生的生，搁都要下一生的死，安尼12年所以刚才讲，从那个受一切不受我们可以把12因缘断掉，卖互伊安尼伫安尼轮转不停不停你看生老死即摆来个无明搁来行识，伊搁直落来，伊搁安尼搁一年，伊搁落搁一年，没有休息的时候，所以从一切不受，不受以后，你无爱，无取舍，无取舍无造业，无造业不用受苦，不用来转世。所以已经解脱了，一滴不受。所以或者跟各位讲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就要记得一切不受。我们应接万物应接去做，
啊，拢莫互伊走伊心里，会晓袂？啊，做拢外口表面就好啦，迄欢喜缀人欢喜，啊，悲伤缀人悲伤，拢莫互伊走伊心肝内底，心啊就清净，没有业，不用投胎，不用还尘来，安尼有好无？啊，就是歹做啦。咱讲一切不受哦，安尼出去试看卖啊，试看有法度一切不受。哦，你真正的道一切不受，没有了业，没有了，没有业。那我们都啊，敢若听一句安尼较无顺耳的吼，啊，就走到心里啊，有无？哦，伫心内底咧打，啊，迄个业就已经出来，形成啊啦。伫心咧滚架吼，业就形成。啊，所以哦，才会走去心里，一切不受。你说这个都假的，茫茫我冇假的，人甲我学了嘛拢假的，对不对？还有问题吗？还有10分钟，好，请说。刘讲师，刘讲师你好。刘讲师，你刚刚有讲说那个天心啊、人心啊，在都市丛林现在的修道的道场，那会因为这个空间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跟上天就没有办法接触到所谓的天心？但是后学感觉就是说，我们的信念应该是不受时间跟空间的影响。那后学不晓得说刘讲师刚刚讲的这个特别的意思，包括学我有看到那个28星宿，那28星宿我们在请坛经里面28星宿来自海，那28星宿我们从左心岛就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然后从北玄武的那个西来道呢，从下边可以看到那个大雄星座，那北玄武又比大雄星座要更冷，所以点暗示他一请坛的话，那些28星宿来入坛，那在地球之外可能都1000万光年，那点暗示一请坛的话，那个28星宿就马上来入坛，那后学就觉得说，应该是不受这个时间空间的影响。好，这是后学的想法。刚刚刘讲师讲的天心跟人心会因为这个时空就是这个外在的影响。那后学请问刘讲师说特别的意思在哪里？好，请说。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佛性它不受时间，不受空间约束，非常的这个自由自在，而且空旷，非常的空旷，不受那个角度的限制那一样你说那个28星宿它是在哪一个角度你把它固定化，那个也违反的真理所在，因为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跟我们的这个佛性是一样，它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那个限制。那我们在讲说我们现在居住的环境会被钢筋水泥隔离这个是说短暂的现象，因为我们还没有修正到自己可以主宰自己，就是自己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可以主宰自己所有的一切视听言动。那么到达那个时候你就不会再受到这短暂的钢筋水泥的隔阂，就已经不会了。可是我们那个功夫都还没有练到这样所以稍微不要说这个钢筋水泥把我们这个隔断了，就是现在有一个视角型的把我们整个人给弄在内底我们面对拢视角型，刚刚看的拢白纸
你即马刷落去吼，甲你讲啊，你即马东西南北都一边，不知道，那个叫隔阂啦，你已经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知道？他跌掉啊！哦，你把那个拿掉，你就知道了吧？那我们也是一样。哦，等到呢那个钢筋水泥，已经没有在你的那个隔阂之间了。哎，你那个通啊，就是这样子的。那个是短暂，是我们还没有修成。假如说我们已经修正到可以主宰。自己的活性可以主宰自己的视听眼动。各位浅浅可以了吗？可以了吗？还没有，差不多还够偌久。对啊，给他一个期限，都偌久你才有法度主宰。我的所有视听眼动你拢有法度主宰，给他一个期限，然后慢慢的去达到，到达那个时候我们的活性尽虚空遍法界，不受时间，不受空间，你看什么2011哦，12了，12了吗？还没嘛我说现在了，2011嘛然后台南嘛对不对？这个就是台南就是空间，2011就是时间，我们现在受时间或空间约束，你起码给咱约束在家，对不对？有约束在家无？你无伫台北嘛我无伫宜兰嘛所以约束的还蛮固定的。等到我们都全部没有的时候都是当下你就可以到基隆的当下没有时间空间的约束。那我们现在就还没有修那个功夫说也无所以要等到那个功夫到的时候才可以讲没有这个时间空间的约束那个时候才可以讲现在还不想还要讲钢筋水泥，要讲钢筋水泥还要因为我们隔离久了这个人心它会很兴盛，道心不见。那我们在空旷的地方跟天心合在一起的地方道心都见，就是良心都在那个时候考虑事情就是不一样拢有良心自然拢会走出来就是天心的关系啦咱伫咧考虑莫管你啦死好啦就是拢人心太久了，拢隔离伫咧钢筋水泥之下。还能了解咯？还有吗？还有3分钟，好，请说。给老师，各位大家好。请问教练分析一下，刚才说他是声音英华声音英华呢所修的城市的境界跟那个四圣谛还有那四无量心还有那个阿那含，还有阿那含果，还有那阿罗汉必之佛那些生活的原点请刘讲师带我们解说一下，谢谢。你拢甲伊夹做伙10太年所以我们了解那个12因缘是缘觉云，那个没有老师教了他从万象去观察到后来都了解真理了它叫做缘觉，从缘然后觉悟了都无人教跟他看春夏秋冬白天黑夜一直变化
安尼了解真理，那个呢叫圆觉。那个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那是属于修道的一个进度，是从小乘佛法他已经呢断掉那个88那个见相，然后呢进一阶以后断了那个思后，那个见后思后都断尽了已经2个位阶了，然后第3个位阶阿那含呢就是天上人间还要来7次啊，然后到阿罗汉都不来完成，阿罗汉呢他是已经是有成就这个3界他都不来的到阿罗汉呢他3界都不来，是得到无生法忍。那么这个无生法忍菩萨也有，然后呢佛也有最起码你要超出这个人为就一定要领悟无生法忍，就是没有生没有生就没有灭所以不来3界受生因为阿罗汉呢他还有一些果报要去接受所以在凡尘呢他一样跟我们凡人都一样，要接受一些现象的果报那个呢是十以4果，那个四无量心是佛性里面具备慈悲喜舍那个四谛苦集灭道，那个是修持的法门那个是属于声闻苦集灭道我们为什么会受苦，就是因为我们积了很多的业因然后我们可以到极灭的程度又因为要修道苦集灭道那个是圣谛所以你把这一些都掺杂在一起让听的人也会弄个嘎嘎社会，所以以后呢这个要有那个时间把它们分开说会详细一点超过了下课。不写三道天师德劳谦谦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莲贤有或学机会学讲。各位都有拿到那个楞严经了吗？回去有没有看看得怎么样？因为我们呢之前或者承诺讲这个六祖坛经，然后之后讲道德经，然后之后呢讲金刚经，有没有？那后来因为金刚经呢北部讲的那个录音带都已经大量的供应给各位前贤，所以呢都已经听得蛮熟了，有没有听所以或许说把那个金刚经呢改成楞严经，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3个月前，对不对？忘了吧？忘得很快那或许就说呢，我们这个大罗经还有那一段，所以呢或许学那个楞严经还来得及。那因为在写那个楞严经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晚上12点，那写到清晨6点，然后连续2个月才完成。就是要给各位看先看，然后呢我们再讲解。那个时候是不是这样讲？所以各位前贤可以想象因为晚上12点到清晨6点，就是最亲切，那个思想的理路最清晰，所以写下来那个大的就是经的本文，
这小的文字就是解说。各位看有没有像或许在讲话的那个语句？所以这个2个月，就养成我们那个生理习惯了。所以现在晚上每到12点精神就来了，非常好。然后要到清晨6点才睡觉，都已经养成习惯。所以一阵子就会身体这个状况比较理想，所以才会呢要求各位接受煎熬，有没有？现在讲不出来，那或许在想说，都讲也未讲不出哪会使？所以现在呢正在调养。可能再过一段短时间就会正常，所以那个时候各位进来的时候就很凉快不会像现在说这么热，热不热啊？所以我们那个觉在不在？就是这个在当火啦，觉，我们时时刻刻都保持那个觉就可以了。所以要了解说，修道呢并不是困难，看我们有没有心要说专心去做的话，各位天人，我们才1年多的时间竟然可以了解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很不容易呢。北部的浅显都很赞叹，说我们这个根基拢爱不然年才会了解，我们都9个月就了解的，不敢承诺，不了解吗？一定会知道说了解知道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非常的不容易。尤其各位看那个楞严经那个从头到尾163章，300多面，300几样，拢用一张加字，然后2的时候已经就4面啦，所以都是用章，163章，几面？对，300多面。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没有那个大的那个字没有底下没有小字，就是那个经的本文不很深直接我们看了就会了解。各位有看到那个底下没有小的字的吗？有没有在想说这下卡那无细字也无水，有没有想到那个？有答案吗？因为经文本身蛮白话，再写注解的话就会很啰嗦了，所以我们准备说万一那个都还不了解的话，我们用讲解的讲的时候直接我们把它解说了就好了。那我们事先呢就是还有一段时间，现在我们呢这个道德经讲到呢50几章，它总共有81所以6、7、8还30章左右，30章左右呢，我们看就可以有看一段那个楞严经可以先看一段，那看过以后我们再来讲解真的就会全了解。而且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就只有这一部楞严经是讲性理心法，所以里面告诉我们佛性本体神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各位就可以抱着那一本楞严经你不听你抱着去读起来努力研究努力去做就可以成佛了。棒不棒？很棒的真的是可以让我们从内心深处
深信，深深的相信呢，可以成佛，很容易的。因为各位都还接触的不深啊，所以都还不很透彻了解。那假如说深入看的话，你就会都是安尼我来就是用安尼，所以那个时候或者在学学2个月的时间就想说这摕出来大家看就好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那个书生的那个情形。所以这一阵子这个或许的这个身体状况就不是很理想了，讲都讲不出来的各位心里有在准备，等下要讲心得报告。可能我们这个不用各位就准备心得报告，我们呢有时候声音讲不出来，我们就用呢给各位发问，各位发问的时候或者就可以休息了，合拢就休息了。那短暂的时间这一次的调养了以后，因为各位可以想象，晚上12点都不睡了，到清晨6点，是在讲。各位同学，假如说晚上你12点精神来了，非常的好，然后一直到清晨6点，都想睡觉，请问你要做什么？就是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会很理想。那刚才呢，有一个姐姐呢问后学说，曾经听到或者在那个龙岗同德佛堂在讲那个心喜相依，或者说那个是一个法门，可是呢没有比这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来得高了，因为那个做它的成就有限，可是成就却很快而且那个守得心会很强。各位要不要听？我们都很贪心那个心跟喜相依，就是我们回光返照，把我们外放的精神收回来，然后收回来以后我们不是有呼吸吗？有没有？然后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呼吸互相依赖，就是我们一呼一吸心全部都跟呼吸相应，呼就是说我的心跟着那个呼吸的呼出去，然后吸跟吸进来，就这样了。心完全都在一呼一吸，一呼一吸，没有外放。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凡尘为什么造业，就是因为心外放。我们在日常生活各位姐姐，心外不外放？厉不厉害？很厉害他说那个心喜相依呢，就是回光返照，把心收回来，跟呼吸呢互相依赖。这样我们做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精神不会外放，就降伏我们的妄心这是一个修持的法门。可是呢它的功效各位要了解到，没有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呢那么殊胜。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是最殊胜。可是假如说要说快跟慢心喜相依是比较快，而且那个守得心会比较强。那个假如说有守得心的话做起功夫来会很起劲，就会做得快乐。所以各位假如说觉得自己的那个妄想心太强了，他就可以做心喜相依。可是假如说我们已经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做的习惯了，那就不要换来换去做的习不习惯？这情形到底是做习惯呢，还是没做，还是什么样状态？
因为没有回答的话哦，状况很多啦。有人有咧听吼，啊都无咧做；有人有咧做吼，啊都拢也无成效出来。哦，所以很多状况哦，我们就是要知道说，要自己很清楚知道，可有没有做啊？有没有功效啊？什么样的功效？很容易睡着。本来吃安眠药的，现在万年放下，一年不生了，都不用吃了，只要万年放下就睡着了。所以可以省下那个安眠药的钱，也不错啊。可以了解到，这个我们假如说晚上睡不着觉，就是我们的思想，那个念头太多了。念头太多就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各位念头多不多？很多啊。我们都已经快2年了呢，还很多啊。拍摄啦要知道我们能够这个成就做火成道，就是不念。没有念的时候，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一念，整体都是佛性。那假如说我们念头很多，所有的念头都是假的啦，不真。那假如说我们全部都是在妄想的念头里面，那我们一天一天就白的过去。没有功效出来，所以我们因为一念妄动才落入凡尘。那要回到我们的本位，就成佛。做佛就是呢，没有妄想，全部都是真心。可以分别真心跟妄心了吗？什么叫妄心？无听会较大声可以用4个字来讲，根尘相对，就是妄心。根就是6根，6根知道6尘知道想想看，6根。6尘，对，就是我们的6根跟6尘相对产生的心，6识心那个就叫妄心，也叫做识心认识的心，因为它都一直在变化，所以不真。我们不能用这个心来修道，是不是？或者一直在讲，对不对？不能用这个私心、妄心来修道，我们要用真心。那真心呢，就在我们万年的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真心就呈现，知道了吗？那再生怎么做？又忘了，不是知机，而龙现。哇，错不错？都把它背出来了。就是我们做功夫呢，做到能够知机而龙现。知机就是在家里面定居安居不动。龙现就是神通万物。我们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可以做到神通万物。然后我们不用出门，就在家里面安居不动，理不理想？然后我们可以淹没，深淹，那个很深的那个水，深淹，淹没静默，不讲话，而
那个好像那个打雷啊，打雷的声音啊，很震撼，所以淹没而雷声，知道意思吗？就是他虽然静居在家里面安居多没有出门，可是他培养出来的德，那个德性啊，很感人，感人的程度啊，一直到人家见到他呢，就好像听到打雷的声音，那么震撼。德大不大？就是很大。然后第三句神就是我们的念头一动，天水啊，天理跟着，天理啊都跟着。所以或许讲不要看我们那个万言放下，一念不生呢，是一种很容易做的动作，可是它延伸出来的效果各位就是要了解，是非常的大那个思机而融现啊，就是我们的那个佛性啊，冲散整个宇宙虚空，尽虚空遍法界，所以才神通万物，这样了解吗？那一定呢要功夫深要做得久，我们一直做做万年放下，万年放下做一念不生，然后功久了以后就能够神通万物，这样了解吗？所以从那个万年放下开始各位就是了解，在万年放下的时候啊，绝对不管你看到什么跳什么都不要管它当然佛菩萨来跟你讲话也不要管它，这样知道吗？才能够忘记真显，这样了解吗？我们呢就是要恢复本来就是佛，那本来就是佛，没有念头没有念头，有念头是众生，所以佛没有念头。那我们要自许啊，自己许啊，自己就是佛，所以不能有念头，什么念头来都把它呢去掉，放下，万念放下都一念不生。所以现前的一念啊，记住了整个虚空法界啊，都是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这个不回答是那个研究嘛，还是听个真实啊，会样会啊？会了吗？会背了没？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对不对？有没有？听到会背了没？会啊，背背看。对，所以我们功夫做久了自然而然就到达的状态所以各位要了解，从万念放下入手，一直到达虚龙现，淹没雷声，神通天水它是一个一现下来，整个都没有变化。你按照这样做时间久了开始2-3分钟都没关系后来做到2-3个小时也可以，到后来做个2-3天也很棒，做个2-3个月已经不用吃饭，理不理想？不是跟各位在讲卡通这个是真的因为我们有那个4种食第一种就是团食，就是以前没有筷子用手去抓来吃，就是分段而吃有早餐，有午餐，有晚餐那个叫团食。第二个呢就是住食像我们拜鬼神不是有那个东西去拜吗？然后鬼神就是接触，所以我们7月拜的那一些食物不赶快吃会坏掉，对不对？那个鬼神已经吃过了
所以我们会把那一些食物啊吃掉，不然派气啊，那个叫触接触食，然后呢第三种呢叫做认识的事实。事实呢，就是我们的认知已经到达很高程度我们肚子饿了，用那个知道的那个境界来吃，不用真的吃饭了，用我们的知道那个知道里面的内容，我们就吃饱了。然后第四个呢，就是禅食禅坐，肚子饿了进入禅坐，进入禅坐以后就饱了，叫禅食。有没有听过？这个没听过。那个大迦叶现在在云南大陆云南省鸡足山在陆地，它呢就是禅食，就是不用吃饭，也不用呼吸，要等到弥勒祖师下生，把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带来给弥勒祖师教导，他的任务才完成，他才进入涅槃。所以现在他就是禅食。这样听过了没？现在听嘛？现在听有听过所以就是了解依4种食我们现在依什么食？对，就是团食，就是分段而吃早餐、中餐、晚餐。那佛弟子呢佛的戒律里面他就有规定购午不食，就是下午1点以后就不吃了，因为我们吃东西进去身体里面那个东西会产生作用。各位浅浅，产生什么作用？什么作用？枸杞。我们有吃饭才有力道你才有力，对不？无吃饭有力无？无力对不那吃伤饱。正确爱困，所以佛就讲多食有5罪，哪5个罪？刚才听到一字多呢，剩的后边的什么都没听。我们吃多了有5种毛病第一个就是想睡觉，第二个吃多了我们血液循环不正常，所以多病。第三个我们吃进肚子里面，它会有那个欲望，就是想男女做爱所以多淫知道吗？第四个呢我们就是说有前面多睡多病多淫，所以不能歌颂经典你要上经哪上哪度孤啦结果上哪唔对所以不能歌颂经典第5个就是我们吃的东西都是地上生长，所以我们跟地的缘结得很深，跟土开的缘结了真深，所以咱的脚骨拢袂离开土骹，拢跟土骹做伙。所以各位前人假如你立志全部都不吃地生长的东西，你就会飞啦。听得到吗？拢莫食土骹生物件，无甲土骹结缘，就会飞啦，知道吗？最起码现在听到了，可是各位姐姐，我们不吃地生长的东西，可不可能？好像不太可能以前有一个
那个边语呀，他就是这个得罪员外，结果他就逃跑了。逃跑以后，无通啊食，他都去食什么？迄树仔根啊，迄地黄。地黄是什么？一种中药，对不对？伊食的树仔根结果食到因为那个地啊不是生长这些东西呀，食到会飞，所以员外呢看到伊头看那里啊伊拢用飞，结果那个员外伊讲奇怪，无物件通食个飞，安尼即马我就甲办到足粗糙的，来甲囥咧伊出入的所在，就是咧食树仔根的所在，甲囥咧头一工两三工迄早间唔敢食，惊讲因员外要甲害，四五工过无毒的，有一寡迄落叶素去食拢无死啊，我嘛会使食。结果那个饼一吃了以后啊，身躯就真重啊，爬袂起啊，因员外的抓着，所以就是要知道说，我们吃地上生长的东西，脚不离地啊，所以爬袂起。以后各位若有看到迄个树仔根会食咧，我都维持生命你就食会记。地上生长的卖食，安尼就会飞啊啦。你看，咱即马出门要爱坐车，开车拢爱钱对无？开车爱汽油啊，坐车爱车票啊，拢爱出钱，用飞就免钱对无？对不对？可以飞很自由，走东往西啊。迄若汽车，你驶车要过一个溪啊，都爱去找桥，对不对？你用飞唔对无飞过就好啊，有紧无紧啊？不可想象讲这是咱人的习惯，就是这样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我们人当从那个光阴天，日月光的光，阴生的阴，光阴天，到凡尘来降世的时候啊，我们都不是胎生，都是化身，然后都是用飞的，用飞的，所以迄句啊，你看拢无发明车，即摆才有的了，就是即摆咱的步脚拢。人咧行，车咧行，所以才发明的啦。假如说从那个观音天那个时候下来，那我们到现在都不用发明汽车，为什么？用飞的可是我们都贪心啦，迄观音天的时阵啊，迄涂骹会生迄蜜出来，蜜好食无？无好食，滴滴嘛咱人贪心啊，甲摕来食看卖，袂歹食愈食愈贪心愈食，结果才爬不起来。所以会飞了就没了，伫咧食米过哩。然后呢，男女之间因为是化身，所以没有胎生胎生才爱做爱对无？了后就是查某甲查某相看，看了介意看了介意安那，带去无人看的所在对无？什么都没有回应，然后开始起厝，为什么？要甲有咧无爱互看？所以各位同学，这个不是后学杜撰的，而是从《阿含经》里面记载，喂养出来。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才变成胎生了。男女做爱就怀孕，本来是化身，再变胎生。化身知道吗？像蠓糖因拢化身。
那个毛毛虫啊，还有花生，毛毛虫变蝴蝶嘛，对不对？变化而生，所以变这个诞生了以后，我们人啊，一直啊延续到现在，恢不起来，然后吃无遐尼特别好食，开始上天佫用迄款迄款五谷啊，迄米为迄山山坑诶流出来，本来流出来你转去摕啊，米拢有剩啦。咱人又佫贪心，逐顿摕伤麻烦，无一摆甲摕2顿，即边仔看到讲你摕2顿安尼我来摕3顿，你摕3顿安尼我摕2工，结果迄山洞流出来米我大家拢直直要甲挖较大坑咧，会流较济嘛会袂？结果挖全流袂出来，则无米啊，无米无命啦，开始迄土啊挖咧，即份米的你去种，迄份米的你去种，人开始啊，骨力变大。又唔对啦，这面大，拢唔正，要修行啦。所以迄份米的迄骨力的人真厉害，面大的人点仔真等啥？等成熟，成熟要创啥？我来挂。所以伊唔免道堂啊修行，安尼你要种无？都无爱种啊，对无？开始就加安尼讲我种的，你是安怎甲我挂？就冤家相拍，所以大家参详，讲好，10份甲分做9份，1份互迄个做公亲的事主，伊就较有定，叫伊来头，来甲咱管，个人种个人收，所以这个时阵要有迄款领导的人出现。所有的有正做的人啊，拢爱1份互伊啦。敢若咱即卖税金，咱的税金都是安尼来的啦。安尼领导甲咱管的都是赚出来。成无有成即卖生活无？这行就是这样来的啦，所以才形成我们现在的生活。那我们要回去了。先把来的原因因念无明生3系，哪3系？有啦，大家拢在回答，但是我听无。就是业相、转相跟现象。因念无明生3系。我们在王母性子10戒会讲说3波啦。我们在洗澡，老母把我们先邪收回去，然后赶我们到凡尘来，那个是被火燃泯住了。3波，各位听见3波是什么？我们凡尘赌的是什么？对啦，3波就是贪嗔痴啦，所以我们去贪嗔痴才可以回到本来。去掉了没？这个导师老师都不敢回答，容易还没去掉。去掉了没？还没。我们贪嗔痴的都还没有去掉。所以要了解到，那个都是呢，我们落入佛尘以后才有的。我们新闻里面有没有？有没有贪嗔痴？没有。新闻里面没有。所以恢复我们新闻里面没有，才可以回到本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然后我们把我们先意先血收回去是因为我们一念妄动。因为我们造了业，一念妄动里面第一个就是业相，第二个呢就是指相，第三个就是现象。他会在讲，虽然有这个一念无明生3系，很微细都还在空中
拢伫迄个虚空内底，没有形象。虽然它有现象，可是那只是酝酿，还没有形象。到境界为眼长六出，还记得吗？但是就记袂掉，佫长个六出，佫加一倍，所以不容易记。我们了解那个六出，第一个就是智相，智慧的智，形象的相，智相。可是这个时候的智相不是智慧，是我们能够分别什么是什么。迄个电风扇的灯，迄个塑胶做的花，莲花了。以后是要做石材的莲花，不是要做那个塑胶做的，对不对？还不敢回答，不想做莲花。我们就是要知道以后我们都有那个莲花那个可以做莲宝咒。莲花呢，我们要知道出污泥而不染。叶呢，污泥它长得越大漂亮。出污泥呢不染，表示说我们在凡尘尘过很多整个环境，可是我们的心就像莲花呢那么的洁白，出污泥而不染。每一个都有莲花宝咒，而且呢是因果同时。莲花是不是因跟果同时？各位都没看过莲花，它怎么生长的？莲花是因跟果同时呈现。它一呢生出来以后，我们了解到那个莲花宝咒，它都是因跟果同呈现。所以只要我们的因中能够知道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果中佛的果位已经有了，所以叫因果同时。我们呢就是要聊到第一个事相，就是呢看到什么知道什么，知道我们这个一个讲堂佛像，这个叫事相。第二个呢叫做相续，相续相，相续就是相啦。有的搁来嘛，有搁来嘛，有搁来嘛，有一直拢有啦。今年有夏天明年有那在过去后年有没有？在下期那一年有没有？那叫做相续相。然后第三个就是执取相，执着跟取舍相。第三个。第四个呢叫做记名之相，记那个计算机的记，记名字你什么名字记名字相。第四个。第五个呢叫做取业相，已经取了取了业我造了业，取业相。然后第六个呢就是业系苦相，被业挡住了，我们要受苦。那个叫做境界为眼长六出，那理解没？还没有没有印象的。第一个住相，第二个呢相续相，第三个呢执取相，第四个呢记名之相，第五个呢取业相，第六个呢被业绑住了，业系系就是给咱绑的，业给咱绑的。咱得很苦，所以业系苦相。境界为眼长六出，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形象。那个因无明生三系那个三个很微细都没有形象。虽然业，可是各位且写业
看得见吗？看不见啦，看无。可是我们可以感受，对不对？什么业那现业力现前啊，我们就要接受果报，对不对？所以我们知不知道？业力现前的时候啊，知不知道？知道无坏啦，咱知影，讲业来啊，爱去受苦，业力现前，第一个我们就了解那个业相没有形象，业没有形象。那么第二个那个转向，转向就是跟咱那个佛性啊本来的那个智之光，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然后要来看那个月相，咱的本来的那个智相、智慧相，要来看月相，月相没有形象，然后我们转本有的智光变成能见之见，能见之见了解吗？了不了解？我们有能见，才有所见，对不对？我能见比如说我能见这个我们弥勒祖师，那我就是能见，弥勒祖师我所见。那我们转本有的智光，要来看业相，业没有形象。那我们转过来，那个能看的能很执着，一直要看到有为止结果瞪目花老，会变啊，目睭烟黄对不？看到真是有一款形象出现。叫做虚空花，虚空有没有花？可是我们看久了，有没有东西在？绝对有。所以或者就讲假如说各位要实现那个空中花要看你就蹲下来，蹲下来会吗？苦来了蹲下来，然后3-5分钟久不？差不多了然后用强，会偏对吧然后你眼睛看空中有什么？绝对有东西呀，对不对？因为每一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大家看到拢无同，但是大部分拢真大尾的虫。安尼原来专有各位都没有试验过，所以都不知。因为或许要讲，所以要试验。会记你徛在紧边去换咧，才袂倒去。然后紧看空中有啥物，哪会逐个看逐摆无共？有当时伊的视力佫足大尾，有当时佫细细尾。有当时看到，佫毋是细菌的，佫别个形象，所以各位可以试验看看，而且很快3-5分钟而已，快不快？就会知道说，原来那个业相转向现象都是就会很深的认识了。那个时候整个都在空中。从底下虚空之中都是假的。因为我们有业、有转、有现，有3个了以后才三河大地呈现。所以三河大地的呈现各位要说回去的时候把那个楞严经你翻开看看，按哪来有交代。三河大地按哪来？各位要了解，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生花，为咱的佛性出来，所以整个凡尘的万象，拢是咱的真心佛性。或许在讲的时候各位可能会产生怀疑外相是外相，我身躯是我身躯，
讲一个出来所在。那当我们看了佛讲的那个以后啊，你就会了解，原来所有的万象都是从我们真心境生发佛性出来。所以文殊菩萨就讲，迷妄有虚空，空即世界。有世界了才有众生，有众生了才有业果，然后世界这业果三个联系不断，我们就这样一直轮回不息。所以佛教一习灭的方法2个字就是不随，不随世界，不随众生，不随安尼呢三因断。我们就不用出生再完成，有简单无，有好做无，正确，有简单无好做，因为我们不随等下有一个朋友讲你现在手头困难，来你缀我来，我钱借你，你随不随？有钱通好摕。当做你随了要6到月呢，迄无要紧无看，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不随吃亏在眼前，你随了6到月跟着来，这个完成还真的不好拿呢，好不好拿呢？可是要了解真理，对不对？我们了解了以后，知道说我们呢在凡尘的生因就是因为我们时时刻刻在造业，所以3个礼拜不是有12因缘吗？里面有讲一切不受，有没有？假如说我们的心一切不受，有业，我们受不受？有一张发票丢了1000万，你受不受？糟糕了，就一定要6道轮回，1000万敢遐大小，把咱拖去6道轮回，我要去6道轮回，感到好省，很苦的嘞，所以我们要研究研究真理，知道说很多呢是我们自找的起来麻烦，我们的烦恼，我们的麻烦各位浅浅从哪里来？从住相而来。住相知道吗？住在形象，我们住不住在形象？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生活之中有很多我们都不知不觉。不知不觉是什么？就是无明无明是什么？就是不了解真理不了解真理是什么？就是造业造业是什么？要受苦安尼了解呗？为倒来？哇，那随讲也随袂记了，安尼哪有？从住相而来我们住不住相？不住相假如说我们是很年轻，还没有结婚那我们的对象钱到很英俊又很有钱，坑道很漂亮，家境很好，所以要我们不住相真的很困难住相就很容易那我们了解说它的住相延伸下来的麻烦多不多？非常多，对不对？相找来咱家己找来咱家己搞无
我们都承认自己很空吗？内心里面一定不承认，我就跳。都一定承认家己空了，导致有一个内心有一个变的骄傲。各位都有发现吗？因为那个内心不见的骄傲，我们都不知不觉。虽然在怎么样的恶劣环境之下，内心的骄傲都不消失。我们潜力损的时候抗不抗议？为什么抗议？因为潜力受损，对不对？谁的潜力受损？就是我，对。谁是我？我是谁？咱都唔捌研究的像是我，我是像。100年前谁是我？100年后我是谁？拢无，对不？那我们现在的抗议多不多？加着都唔免抗议所以或者之前都讲，你若甲人结完事我那唔免报仇啦。是安怎讲？你甲身体养好，我目睭金金看伊死。安尼有报仇无？已经死啊的你有报仇？无啊，因为你目睭金金看伊死啊。仇有报，到了所以只要你身体健康，你看着他死掉了，你就报仇。当然是歪理不过很受用，不用跟人家直接争执都唔必，你家身体养好就所以这个很重要。有钱都还不那么重要身体健康最重要。有家财万贯身体拢直直破病，拢倒去面产，安尼有路用无路用啦，口气若唔来，迄家财万贯，谁会？别人会啦。咱直直拍拼，直直接，有路用无？真是无路用，伤歹路所以唔免日常生活拢有够就好，有通食，有通穿，有通住，安怎对不对？可是我们假如说有通食，有通穿，有通住，就袂爱过啥物？爱有一间厝，厝有爱过啥物？爱有一台车，车甲厝拢有佫想要啥物？我们的愿望真的是填不满可是我们的寿命有那么长吗？所以时常以前现在是没看到了，以前时常看到纵然你到整个世界，性命已经消失，没有用要送给人了世界全部都送给人了，真的都是没用所以我们就是要立定志向，追求目标要很清高。各位立定了没有还没有都想要这个完成事很如意，然后甚至也可以可不可以？盛世就是我们佛性能够修正成佛可不可以的信心都消失了不是像六祖唯求做佛不求一物吗？现在唯求一物不求做佛，是不是这样？
唯求生佛能够富裕，然后不求做佛，是这样？也不承认了就是两兼，两个都兼给了，也成佛了，然后事事如意，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心大不大？怎么一个大法？对，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做什么？赚钱。钱虽然不是万能啊，没钱万不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直或者都强调日用不缺即可。日用都不缺了就可以。那么再接着再怎么样的多我们都不会满意都会有新的愿望出来。所以我们永远都是在追求，永远在受苦。所以老子跟我们讲说，低就知止常乐。我们有没有常乐大家都也没低就，所以乐不起来。都承认了吗？承认了。那到底是什么样？什么样的状态？也不追求凡事，也不追求圣智，不然要追求什么？拢无目标呢，拢无目标很危险敢若咧行船无迄个舵要往哪个方向没有先对准，这样会危险。会去弄到迄个涂骹的暗礁迄涂骹有一款迄细粒岛，你船准备要去干弄，知道吗？会安那？冰船会沉落，命落去，对无？结果拢无得到。所以我们要抓到一个宗旨，我要追求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宗旨。开始生活的时候先追求人格健全，品性端正。然后开始就是追求我们的那个德性，让你德性能够建立。在你心魂之中都具备。要成佛了以后有本事，都具备了没？也未啦，迄后日来再讲。要了解时间是不等人，等不等人就民国8年对不？以我们以前的那个生活来讲，要到民国8年。好像很久事可是已经到了，对不对？时间拢未等啦，所以咱得赶紧赶快修持，把那个习性不合真理的习性都改掉，然后我们佛性本有的那个光明都让它回来。所以上个礼拜有问那个四量心。各位浅显，什么叫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我们佛性具备慈悲喜舍。所以各位就要了解到，我们这个给人快乐叫做慈，以人慈，悲呢就是拔苦，把众生的苦拔掉。然后喜随喜，不嫉妒了。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嫉妒。各位浅显，嫉不嫉妒？人人得了1000万我们嫉不嫉妒？不会真的吗？我们的嫉妒拢在内心，拢无看。我们有没有羡慕别人？
羡慕的反义是什么？就是嫉妒。所以我们有羡慕的对象就是嫉妒。然后舍啊，我们就是了解布施。我们在凡尘啊，都不啊都可以布施，连那个贫穷啊也可以布施。有一个这个老太婆很贫穷，然后阿难呢跟释迦牟尼佛就是在街道行走的时候遇到，然后阿难呢很慈悲就跟佛讲，前佛啊，这个开示啊，那个很贫穷的那个老婆婆，释迦牟尼佛呢就走近了那个老婆婆，说向你啊，这个乞讨。老婆婆说：“我很贫穷啊，没有东西可以布啊。”释迦牟尼佛说：“你把贫穷啊布施给我，以后啊你就不贫穷了。这样会不会？以后要记得，说我们这个印道不好，打不好的印道布施，这个贫穷的，我们也把贫穷布施，这样一些负面的全部啊都把它布施了，没有了，就从正面生活，从正面的生活就会很如意这样了解吗？都不愿意，都要保有贫穷，保有不如意的生活，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不回答是错的，有时候回答我们有时候回答是，有时候回答是错，有时候不回答是错，所以没有一定的法，没有定法，没有一定的方法。我们竟然讲1个多小时，还没有讲到还没有讲到大逻辑。理不理想？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生活，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整个都是道，不用再找时间，不用再找空间，时时刻刻都是在修道。只要我们内心求其所安，心安，心安就理得，理就是道，你心安的道都得到了。各位在日常生活之中有没有这样去做啊？是有啦，按不叫讲没啊你啊，还不很理想所以我们也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求其这个心安。假如说有感到心安，表示呢我们所面对的事情不合真理，才会心不安。那个事就不要做，做了一定后悔，因为再怎么久都磨灭不了，可以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做了不合真理的事自己会记得很牢牢记住。各位有没有做到不合理的事？记不记得？都记得。苛不苛责？一定会骂你，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一定要求其心安。纵然吃亏也没有关系，因为心安，就已经理得，就得到了，所以绝对不会亏欠。这个倒是很重要了，那或者就鼓励所以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先看楞严经，因为各位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很亲切就是或许在讲课有没有？都是讲出来那个小的字都是或许的口语，有没有看是不是像我在讲是那个样子？那有的很大的字，对不对？
很大的哦，就是经的本文呐。所以或许哦，为什么会把经的本文很大？因为以后要讲啊，对不对？那个出发点哦，就是为了哦，这个以后我们要讲才写，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哦讲的时候啊，是不是有在拍那个 DVD？ 后面一部在拍哦，音控室有一部在拍，对不对？那假如说哦，写的字太小啊，要戴眼镜，老花眼嘛哦，对不对？所以写的很大哦，谁要看？或许要看。所以哦，新的本啊就写的很大，以后啊，就准备讲的时候啊，戴眼镜。那小的字啊，就是要写给各位看。所以各位戴眼镜看没关系 ，DVD 没有拍下来。这样了解意思吗？哦，所以或许也是有思想哦。大页我看，细字哦你看。因为那个经的角度啊，可以很宽广，所以或者讲的时候啊，就会用从角度啊来阐释那个经的本文。那现在书已经有了，那或许应该练习啊，在哪里练习？在台北。所以台北现在已经在讲了，先练习了，练习后先再提来加讲，这样了解吗？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哦。北部的人说，我呢听遐久啊，才听有迄个心理心法，那个同意讲竟然几个月就听懂，有一点嫉妒啦。你讲你伫咧铺咧讲叫阮家己啉你伫遐咧讲到遐尼啊，彻底啊，讲到遐尼啊清楚明白，清不清楚，明不明白？很容易了解，对不对？也很易做，所以都变化流到这边，所以北部啊，就开始学习，然后要到这边来讲，我们都沾光了，有没有？所以佛老师交代要使各位明心见性，或许的使命任务，交代讲爱好大家都明心见性才可以。明心见性的没有啊，我的使命任务啊还能够达成啊？有没有明心见性的？哇，那么没有把握，都还不明啊？明了没？很容易对，不容易啊。或许那个时候是讲嘛。你看我们前面有弥勒祖师，对不对？了不了解呀？了解。是弥勒祖师跑到我们眼前来，还是我们的眼睛跑到弥勒祖师的表面上去？都没有啦，是心知道，对不对？所以明心容不容易？我们看什么知道什么，是不是心啊？这样明心容不容易？很容易然后你看我们念都放下，一念不生，周遭是不是了了分明？见性了没？所以明心见性不困难，很容易的，只要我们用心一定呈现，所以就是一定要努力。心明了怎么样？因果不昧啊。见性的怎么样？成佛无疑呀！丢掉了，心明因果不昧，见性成佛无疑。所以一定要明心见性。我们先从四心了解，日常生活的就是四心。那四心我们都了解，那个都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那佛性的功能作用不要让它造业，
不造业，我们不受苦，佛性本体就可以超脱，所以明心的部分不要一下子要求就是真心即其佛那个是真心。那我们现在对真心跟妄心一定要分得很详细很清。真心就是真心，然后妄心就是妄心，根尘相对。我们的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那个识心全部都生灭，全部都是变化无常。不要用那个心来修道，用那个心修道不成道，一定要用真心。那真心的方法，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整个真心就呈现，即心即佛。这样了解了没？了解了没？一定要了解不然这个佛老师会敲或写这个，后来过叫你好苦你都无，所以一定要知道了解，这样呢，我们的整个生活，或许都讲我们1年多前各位的那个脸那个业障蛮深的，写在上。我业障很深，现在都切了你看满脸红光满面，好不好都是从我们自己的内心改变，对不对？不是外力，都是我们自己的力道，自己改变，然后我们的这样就和乐，生活就过得好像天堂一样。都是我们自己去走，可以达到，对不对？就是可以达到的，不是很困难，只要呢我们了解真理，按照真理去行持就可以，很容易。所以各位就看一看那一天讲个50分钟或者说无多了，包含。然后请各位发表心得，有没有？还那个枪撕掉了，你也枪毙啦！道真理真天命真请个回来理不理想？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每一个人内心一定要笃定我们怎么修自己要拟定那个进度，然后呢，把那个不符合自己的习惯性改掉，一改掉了以后就没了，佛性就恢复光明。所以只要研究心理心法，或许说一段时间以后，拢变得安尼就丰沛就水的，迄个业障都消失，然后乌的拢无去。各位有没有发现？有因为各位都是面对后学看得比较清楚了因为后学面对是各位前贤，所以一看咧大家拢红光满面啦，理不理想？理想所以我们了解说，你真正的有听进去，有改变的行为有改变，相随心转，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一转了，都是善良，都是帮助人，我们整个形象都很好看。各位依照以前的亲朋好友，有没有人偶漏你？讲你这哪会变这水？有没有？绝对有的啦。我们北部的前几也都这样。一段时间你要看到，你那变遮济，看吧，今晚来变遮济，个真好看，你是吃什么？各位吃了什么？就吃了真理呀，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很理想的，只要我们心一改变了，形象都改变，生活都改变，过得就很意思。
自立啊又可以立人，对不对？所以各位前学可以把那个楞严经啊，就送给亲朋好友。你一定会讲，迄遐重叫我摸，实在久也遐看摸那会叮当，没关系，抱不动的话，我们就是弟子啊，给同工，请同一工的前贤帮忙，用记，会样呗。我们有小单位的话，看要爱几本，你写地址给伊，名给伊，请伊寄。我们都会记得啦，看是要50本还是100本，我们用寄的寄给你，那个邮局啊，那个货运啊，会送到你的家门，然后你送给亲朋好友，你跟他讲说，你若抱一本甲研究彻底去做绝对分，可以挂保证，绝对可以，对不对？那我们要先自己建立信心，自己信心建立了以后，你讲的话就知道，都要相信。平常拢在骗人的人家不相信。另外一位人家在以为说你在放屁咧，所以我们做人很重要。讲出来的话，人家肯相信，表示我们踏实，讲的话很实在，他也肯相信。那假如说他不相信呢，表示我们做人失败。各位前贤，做人功还是败？这个请那个做人成功，都没有做人嘛。拢无生囡仔，现在我写在老先生身边老先生时常在念什么？你看，你到凡尘来，生了2个孩子，你就走了，你这样怎么交代？那或者在旁边听，只有到凡尘来生2个孩子。他的任务就完成了。听了都蛮有意思，所以我在讲做人。假如说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讲，波波人足好做人的那么他的灵魂为倒会出来？不是从玄关为倒会出来？对，为道财，下一生一定要做人，因为上天天师自我明示天听自我明听，上天成全大家的意思，大家拢讲你足好做人，佫互你去做人，所以你来出生的时候一定又是人道，人道好不好？好还不好？我们人道要了解十方之佛人道修成，所以人道很殊胜。可是我们六道轮回也造了很多的业，也是从人道，所以法无定法，没有固定的，看我们怎么选择啦。各位怎么选择？无一个讲回求咒，竟然没有一个回答回求咒。大家是想要做人上，需要留业来润生，留了一些罪业要滋润众生，又唔敢承担我咧管理众生咧济少。我经常有加要紧，有没有？没啊。那要做什么？我竟然茫茫，对人生里面
没有一个选择，我们都没有立过柱像吗？有没有？那柱像要当总统吗？我们不当总统，那个都有期限，马上4年啊，对不？那我们做佛可以多久？千万年，对不对？你划不划算？很划算的啦。我们一世修一世成，千万年，千百亿法身，会变化很多的形象，很理想的。我们呢就为求做佛，敢不敢回答？再说一次看看。哇，像这样真的就很理想了。这个老师听了他很高兴。我这一些爱徒啊，真的就是很可爱啊。每一个都是为求做佛，所以一努力起来，那个力道就很大。我们呢都是呢这个小济公，承认啊？对，老师呢是大济公，我们是小济公，都努力呀，成就众生，使众生呢都能够见性成佛，都明心见性，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努力。陈冠安姐。我们课都还没上就准备给各位发问，理不理想？我们这样讲也很少很少这个侃而谈，都是很实际的日常生活，很实际的作为，很实际的修道，都进入了修道的轨道，那我们呢，今天就开始给各位发问问题。问题各位有没有发现进步很快，有没有？像各位上次不是问说，那个佛像一画的有瑕疵的破掉要怎么办？或者说把它烧掉了有没有？然后有前些回答说那符咧。好些无听，所以无甲遐符处理。遐符面扫扫各一样的，甲扫扫的放在粪扫堆一样的，会不会？然后迄符呀破去呀，或者不是说用旧报纸把它包起来吗？敲得更碎一点甲讲出来，摕去那个粪扫车来。这样会不会容不容易处理所以我们处理事情就是很活泼那佛在自身真外我迄灰内底有佛没有？迄佛像用画迄用画有没有佛？佛在自身，对不对？像各位现在感到凉不快？有没有觉？那个觉就是佛啦，容不容易？很容易的。只要我们时时保持这个觉，没有不觉，就是就是佛呈现，身外没有啦。各位姐姐，我们去寺庙拜拜寺庙里面有没有佛？我们不敢回答，一定不会啦。佛拢在内底。庙里面它有知觉性吗？有没有？庙里面有知觉性，你一定要挑战。惊死啊！有无？你内底若讲有知觉性你这声唔敢入去敢唔敢？所以你看以前的那一些禅宗的师父把迄个寺庙的天气寒啦，寺庙的茶的佛像摕来破破的
披黑差点嘛在行修。以我们凡人的观念啊，你要死啊，你要死啊！谁会害他？迄父母讲，好，你甲我破破，我要互你死。安尼遗书给堂做父，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佛在自身，身外无佛，一定呢要知道，要了解。为求啊，我们自己很努力的能够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建立啊功德，在见性跟平等。那平等呢，我们就是要了解，人与人之间啊都是平等，人与物啊也平等，物也平等，都是平等。我们就因为分别心太浓，所以啊没有德。各位有没有德啊？而且现在的人啊，嘴巴太容易讲话，我们把一些德啊，让为处的拢给用了了。有没有？都不知道啊。我们听人家的那个对话，听一听，研究一研究，是不是很多都会话？有没有？讲出来都没路用了，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讲？也有啊。拢讲一寡没路用的，讲互谁听？所以日常生活里面不合真理的，无路用卖讲，我们才能够培养淹没而雷声。那个德的感人啊，不是讲话，而是你的行为，你实际的帮助人家，自然呢，人家就会感动。你用讲话，讲话会让人感动吗？会不会？会不会？讲话不会让人感动啊！你只要说调解人家的困难，已经呢都排解那个心里面的怨愤，都排开了，人家感激，一定感激的啦。所以讲一些有用的话。各位准备问题了没？有没有？剩下半个小时，20几分了。这个处理啊，那个疑难杂症。当我们那个佛像打破了以后啊，是不知道怎么处理。难道我们问了以后会不会处理的？不是很容易就处理了，就没有挂碍了，对不对？假如说我们没有处理啊，那一些都挂碍。然后呢，我们就想说，包包的，甲摕来寺庙，点点甲藏的，紧走。我们良心会不安的，对不对？所以还是要或许讲的去处理，很容易就解决了，都没有问题啊，不好意思问了。好，请说。李老师，像到行中的一些钱他都会给他记起来。已经经过了很多人，他拿那个事情而且最后要让自己要怎么办呢？好，请坐。就是这个佛家一文钱啊，大事须弥山。佛家的钱啊，用在佛事啊。只要你做是佛的事情，那你用佛家的钱啊，就名正言顺，可以把它用了。
那用到我们私人的身上就不可以。那个以后会披毛戴脚环，就是当畜生道。这样了解了吗？用什么怎么办？所登记的簿子啊，你是钱重要呢，还是簿子重要？簿子很多吗？你有没有打火机啊？或者是说，像我们的登记那个簿子，已经很多年了啦，登记起来，基本上，这个像很多人，那个最后，要怎么处理是吧？对，就是那个簿子要怎么烧掉？对，你用打火机把它烧掉，会不会？只要钱用的正确就好了。用在佛家，那个簿子那个不重要，把它烧掉就好了。你这个负担导是背得蛮久蛮重，那加啦，那都唔咩，要用的就是用些佛家，那簿子都不重要，安尼听无？都唔知啊？有没有？这样子对没有人先要问说极旺极增是什么？极旺极增这个倒是蛮高的法门啦。因为我们要了解到，妄想原来本是真，除始又假一重尘，言思动静成水力，仔细看来无别人。你懂吗？不懂啊？再说一次。妄想，我们的妄想慢一点。妄想原来本是真，妄想我们胡思乱想的妄想，妄想原来本是真。除时除掉，加减乘除的除，除时除掉的时候又起一重尘，又增了一重的那个尘埃，除时又起一重尘，言思动静成随力，言讲话，思想，我们身体的动静成随的力量，仔细看来无别人。现在虎成水力，承受水的力量。仔细看来无别人。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妄想我们起的念头，能够起念头那个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呢，才能够起念头所以妄想原来本是真，本来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不是真心佛性的话，不会起念头虽然呢，它是呢功能作用，可是毕竟是从佛性生发，这样了解吗？妄想原来呢本是真，是真的我们要呢除掉它的话，又起一重尘，又要起那个念头，要增加一重的念头除时又起一重尘言思动静成水力。我们在讲话我们在思想，所有的动静承受水的力量。
我们的原子动力啊，承受水的力量，都不知道啊。就是佛承受佛性的力量，所以仔细看来无别人。仔细看来啊，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啊。按了解哦，即妄即真啊。所以这一些妄它是真，这个是角度。我们要了解说，妄想啊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然后我们追求啊性理心法是追求呢佛性本体，所以本体跟功能作用它不一样。本体不一样，它是常住不迁，作用呢是只有一次。那我们拿钱去买东西，你钱去人买，物件摕回来钱都爱互人，对不？那个钱爱互人，那个就是作用，钱的作用。钱迄个本体啊，我们已经呢把它使用。这样了解吗？即妄即真，有了解无？还有吗？还有20分钟，好，请说。你好，你刚刚有说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尊者这个富人、贫穷人乞讨，那他如何将贫穷布施出去？好，请说。所以这个就是观念问题啦。我们的那个念头观念，我们都一直各位浅有没有把自己定位？有没有？比如说我足巧，比如说我足戆的，比如说我拢袂晓甲计较，比如说我足包工出计小，有没有？我们在生活之中都会自己认定自己的角色有没有？有人说我足够好诶，我足够甲人变诶，无来小书记的无，有没有？所以我们在凡尘很容易把自己定位，然后呢，有时候我会想我都足善诶，要布施要做什么善事我钱没成功，我无钱，没有。很容易我们把自己定位了所以在那一种现象之下会认定我都足善，我无钱，所以呢讲到做善事要布施伊拢无法度，这样知道吗？所以迄个无是什么人促成的？我们自己本身促成的。所以只要我们肯做，是不是会变化？会不会变化？所以我就跟他讲，你把贫穷布施给我，就是要弃掉他的那个固定观念。你把迄个善布施我，你都袂善即摆袂善你的迄个新闻内底讲我已经袂善是不是观念改变了？观念改变，做法改变，你的生活也改变了。这样贫穷有没有布施？就是已经把它布施了。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也是一样，法无定法。假如说法是固定的，那我们不用修道了，佛众生的众生固定，对不对？有没有这样？没有，所以我们修道有用，为什么？因为仙佛本是还人众，只怕还人心不净，所以我们要知道都是我们的心念的问题啦，只要改变环境就改变，家人也是一样，假如说我们跟家里的人理念不合，为什么不合？
因为自己很固执啊。各位姐姐，固不固执？所以就会很难改变。他自己一改变了，家人改不改变？绝对改变。所以我们要知道，都是观念问题。所以那个佛说的没错。你把贫穷布施给我，老婆婆把贫穷布施了以后，她心里面的贫穷已经消失了，所以她的生活就变了。那个很有用。尤其这个佛一出口了以后，他就更容易做。那同样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就对佛很感冒，不想见佛了。那阿难又很慈悲，请佛给那一个打。竟然佛走到他的前面去，他就向后走，我看不到。搁看他灯笼的我爱看啦。然后安尼四周围拢行透透，看无到。佛讲要互你看足简单啦。你四周围搁看那灯我都有法度走去面头前啦。结果伊全面向天啊。那佛说这个容易，我到天上给你看。结果伊头全向地啦。佛又讲，我来涂骹给你看。然后释迦牟尼佛落去涂骹内底，伊竟然伊搁伫咧四方向伫咧等。阿难讲，你安尼是安怎改变环境？谁做的？自己。所以他不愿意接受那个苦啊，佛也没办法。所以我们不想做佛，佛也没办法。各位想不想做啊？要做佛才有办法我们佛老师不是说嘛我们这一班诸天仙佛都在扶持，有没有？所以绝对可以使各位明心见性。诸天仙佛都给我们挂保证，老师更是鼓励，一定可以成就，可以成佛，可以成道。我们很幸运的啦，各位姐姐，老师掌道盘从开始到现在，什么时候设班？从来没有了，是不是我们这一班最特别？我们这一班是最特别，各位都是得天独厚，有没有？那时候拢3个位厝的来，有没有？要高兴暗时哪里困偷笑，有没有？很难得的。以往呢，这个困的时阵都唉声叹气。烦恼遮济。现在爱偷笑，竟然可以明心见性，可以见性成佛。所以要很高兴。实际的你研究要去做实践。还有没有？还10分钟。好，请说。同学，请问有老师吗？好，请说。印度有20%-40%那个佛教依照佛教在修行，它有80%是外道。那他们这些外道是遵循什么教义来做他们修行的？好，请说。因为他们印度的外道有96种，96种外道，他们是由来已久，非常久的时间都在阐扬这个外道。又有那个外来的那个教派教北像那个伊斯兰教，它也流传到这个印度，所以佛呢当时也就讲
说那个佛法不容易啊维持啊，尤其阿难要求释迦牟尼佛允许啊那个坤道，就是呢求你能够修道，能够成佛，所以更让那个佛教的那个滋养的那个朝代啊缩短很多了。所以在印度本身我们就可以想，只有20%那么少。那很多他们那个外道先生，就是很多96种，然后还有那个外国来的那个教派，也要在那边建立地盘，那所以更不容易发扬。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中国的佛教并不是全盘接受，而且是经过我们这个改良，经过我们这边自己发扬光大呢，那个释迦牟尼佛他要这个阐明的那个真理，已经脱离了那个印度的他们那个派别，所以要了解说，拿到经典开头它是阿忧啦，阿弥陀佛的阿，忧愁的忧，这2个字起头啊，就是96种外道的经典。所以假如说我们看到流传到我们中国来很少，因为我们一看不合真理就不要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这边已经呢我们自己有发扬那禅宗的时候那个达摩祖师把道传到北还朝西元502，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一直发扬到1135年那个密勒鲁巴为止。这个期间我们中国的禅宗很兴盛，就是全部都融入在修道，而且是用静命来修。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那个禅宗在印度的话是一种修持方法，在中国的话禅宗佛性本体一不一样？不一样的他讲禅宗已经是讲我们佛性本体，可是印度讲禅宗是修道方法里面的一种，完全差别很大。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这边中国的那个智慧又把它改良实际的去做。还有没有？还7分钟。假如说各位学姐没有问题的话，讲那个句语说这个真心不落入思维，还记得吗？妄心本无处所。3句求心，心不有，心不有次万年空，万年空处即菩提，无相光中常自在。还记不记得？就是真心不落入思维。我们的真心不是跟尘相对的那个私心、妄心所以真心是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个真心。真心不落入思维，你思维的都是妄，所以不能想。这样了解意思吗？然后妄心本无处所，妄心本来它就没有地方所在了解吗？比如说这个杯子很漂亮，我很喜欢，这个什么心？这个就是妄心不是真心。为什么？因为这个会变化。我假如说不小心把它摔下去了，破了，
那我们当时很喜欢的心跑去哪里？不见，对不对？所以那个妄心没有地方所在，没有一个都短，真心常住不迁，妄心本来没有地方所在，了解吗？我们日常生活的心假如会变化，那个都叫妄，不会变的才是真所以我们进入实相，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不会变，那个才是真。真心不落入思维，然后妄心没有地方所在。像一打破了，本来我很喜欢歌是几十万，一个徛几十万拢去对无？佫爱无？迄大去我对无？所以它没有地方所在。所以三际求心心不有。三际过去、现在、未来叫做三际。我们三际来求心心不有。过去心已经过去了，找不回来；未来心还没到，现在心不住。他说没有，三际拢救不到。三际求心，心不有，心不有处，眼空。既然没有三心，我们要攀缘就攀不了，所以妄言都空。妄言空处即菩提。你没有地方攀缘，那个实相就显现，所以那个叫菩提。妄言空处即菩提。然后无相，没有形象，那个光就是我们活性的光。无相光中常自在。之前不是说心经里面有10个自在吗？有没有？各位还记得吗？第一个寿命自在，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把自己的寿命延长，又可以缩短，那个叫寿自在。第二个叫做心自在，我们的心是有自在。第三个叫财钱财财自在。第四个生自在。我们要出生什么样的形象，自由自在。然后第5个业身口意3业自在。第6个愿我们的愿望愿自在。第7个圣洁自在。圣洁就是对现象对事情深入的了解，不会变化，它叫圣洁自在。第8神通自在。第9个智慧自在。第10个华自在。观自在。那我们各位有几个自在？竟然没有够。最好从财自在开始。要用钱钱就有。财自在。还有1分钟，还可以问一个问题，有没有很快60秒而已不问不问要准备下课了。讲师、各位坛子、各位人，大家好。谢占道天师的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天行给学区的学长。我们上个礼拜讲得很努力竟然说就一个也没说对不对？那我这一次一定要说这个经文。我们讲到第几章了？52章。
15页这个52章手母章，不是讲这个母子章，各位有翻到的吗？那么这一章呢就是讲，我们要守住我们的那个根本，我们在急难的时候嘴巴最常讲的是什么？还有娘尾，对不对？娘就是母亲所以我们呢这个讲到根本就会想到这个母亲，因为这个母亲把我们这个生下来，在凡尘，所以我们呢要守母，守母章。有事吗？这个老子讲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天下的开始就从这个母亲这个生花万象。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从无极然后生太极，然后两仪四象八卦，然后呢相凑，这样一本善理万书。所以这个天下有始，天下呢这个开始有这个万物万象然后呢以为这个天下母就是我们了解从这个母，然后呢生花万象万事。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这个每一个这个真心佛性都是如来含藏我们呢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含藏万象万事。所以要了解说这个天下有始，一开始从我们含藏的那个这个母性里面生发万象，万事也是从我们佛性生发出来。那因为我们在凡尘时间太短暂不过100年而已，所以我们都没有研究到那个原始的状态。那在佛经里面呢，这个讲都讲说呢，这个从无始以来，有没有听得很熟悉就是从无始没有开始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知道。各位先贤，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完成？不知道因为无没有一个开始，因为佛性它不生也不灭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结束。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本来我们就是佛啦都在这个非常宽广的那个领域里面安居。可是我们这个修因结果这个生发一个念头，所以才叫一念无明生三系。因为这一念无明，所以才让我们落入凡尘现象。那有现象以后本来我们下来凡尘的时候那个业都不大，只有一念而已啦。一念的业很轻微所以我们在凡尘，我们要了解说那个业，我们空闲的时间起念头，念头呢就是业那我们起的念头的业都不大，那行为的业比较粗，就比较大。那我们行为的业我们自己很容易的事，所以容易去掉念头业就不容易了，因为不容易发现，而且很多都以为念头不是业可以现在承认念头是业了吗？因为我们都一直1年多的时间一再反复的在讲
说我们就要关照我们念头。那因为我们这边一开始的时候，从第一次我们讲课就已经呢把那个最殊胜的那个法门万年放下念不生呢告诉各位，那个是精华篇呐。那我们第一次接受就接受最殊胜的。那现在各位都已经呢蛮深根蒂固的观念了。只要仙佛来介绍问大家说什么是道，各位怎么回答？各位诸位正确回答说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因为万影都是妄，那万念都放下，就是把妄都放下了。那妄一放下真就显现了所以那个真就是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掌握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可以说不造业，不造业呢就不用受苦，不会被这个业力推到向来，这个很理想。可是我们在生活之中呢，我们都还没有培养那一种应对进退全部不造业的那一种情形出现。那各位要了解说怎么样来应对进退然后都不造业，各位了解吗？因为呢都还不知道内容所以都没有办法回答。说了解那个是骗人的说不了解有淡薄印象可是都还没有很透彻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过得会很自然，然后一点也都不造所以这个呢各位可能也都有听慧学讲过，只是没有把它呢记在心里，就是一切不受，听过了对不对？因为要怎么样一切不受我们还没有详细的那个讲那个内容，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事来则应事去则见，熟不熟？所以后学一讲出来各位一定在心里面在说，这我都会样背有没有？事来则应，事去则见，会样背对不？然后一切不受，会样背对不？然后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会样背对不？所以这些这一些都有相关联。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群居社会脱离不了跟大家相处。那么跟大家相处一定有应对进退。应对进退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要恰当的好处。像我们研究这个道德经呢老子那就讲说常有，然后欲以观其角；常无欲以观其妙，对不对？所以有跟无都要呢恰到的好处。那我们在应对进退的时候一样要恰到好处比如说这个两个人要讲悄悄话，我们第三者是不是赶快回避？那个就叫应对进退人这边讲悄悄话你耳康给你嘟起这个人家会讨厌的，对不对？那个就是你应对进退不会所以这一些生活的细节尤其人若爱给咱听的话，咱愈会听那一种话就很就是会坚固的记在心里。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做到应对进退都很恰当很刚好，那很好的时候这个叫做事来则应，
知其则见，就是来的时候我该怎么应啊？就像老子讲的，常有观其巧，有其巧妙的地方啦。那我们呢做到刚好，刚好巧妙，这样呢，这个垢啊，抛掉，可以说完全啊都不让它进入内心啦。不进入内心的话，我们要了解到，一点业啊，业因也没有，因为我们都让事情形象进入内心啊，才会形成业因。业因啊一形成啊，果报就在后面。那我们全部啊，这个叫做一切不受，不让它进入内心了。那样会好不好做？不容易因为我们应对事情啊，不让事情进入我们的内心啊，那个要功夫，还有功夫才做来，不然我们都那个很久的一些经过的事情。